对不起，刚才在下面看你和黑白无常打架很厉害，我就把你拉过来，我把记忆都给你，我不要再活一次，再承受那些痛苦了，让我替你去投胎吧，如果可以，求你不要放过那些人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能被鞭尸？只听见咔嚓一声，姜文婉一脚踩断了对方的一条腿。温婉，快住手！你怎么能对你爸动手？看到闯进来的妇女，姜文婉脑中一片不属于她的记忆涌上来。这女人叫张翠芬，是自己妈？不对，是原主的妈。而刚才断腿的是她的继父。我爸都死了10年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也养了你10年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他养我，他用我爸的抚恤金养我。今天闯到我屋里，想要对我做什么，我这就去找公安，找红揪队来评评理。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爸只是喝多了，他喝醉了，他脑子糊涂才会这样的。温婉啊，妈求你，这事就算了，闹开了对你的名声也不好，王家知道了肯定会退婚的，你也不想被退婚对不对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不想胡建邦吃花生米。死丫头，你长本事了，老子揍不死你！只见温婉抄起一旁的凳子，就要砸向胡建邦。原身的亲妈一把扑在胡建邦身前，到底是原身的亲妈将温婉没有砸下去，一把将凳子狠狠地摔去门口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姜温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只见他的继妹胡清华和原身的未婚夫王建国走了过来。我在打小人，我看你是发疯。那我也是被你们给逼的。我不说了，我要去报公安，还要去大队和街道里说，大不了我们就鱼死网破。站住！清华，快拦住你姐！只见胡清华拦在了他的面前。你说吧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和王建国退婚，还要5000块钱。你疯了！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这不是在抢，就这2个条件，不答应我就豁出去了，大不了一起死。王建国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不同意，温婉，咱们的婚约是你爸生前定下的，怎么能说退就退？你不同意，那好，不退了。胡清华听到他要退婚，眼中的欣喜刚浮起，就听他又不退了，脸色一下黑了，委屈地看向王建国。王建国给他个安抚的眼神。这个姜文婉怎么就不能再坚定一些？最好去家里闹一场，那这婚不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退了吗？咱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，我爸的抚恤金有5000，我分一半不过分吧？那都是10年前的事了，10年过去了，哪里不用花钱？10年前你们从乡下搬进城里，有工作有工资，怎么就把钱花光了？不给，那我只有去找公安了。站住，给你500，家里的全部家底就500，多1分都没有。3000，敢少1分都不行，只要我不死就将事情给闹开，命我都不想要了，还要脸做什么？王建国看见坐在地上的胡建邦以及凌乱的衣服，姜温婉又这么说，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眼底有震惊，过后就是嫌弃。凭什么给你3000块钱？你闭嘴！建国哥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姐姐居然凶我！滚！姜温婉懒得搭理他，就看向那对夫妻，到底给不给钱？给，你现在就去拿。这只是开胃菜，原主当时被胡建邦欺负，一定是很绝望的吧？只是3000块钱，怎么能消了原身的怨气和自己的怒气呢？血债自然是要用血来洗的。胡清华没想到他们真的要给姜温婉拿那么多钱出来，心疼的都要滴血了。爸，胡建邦给了一个安抚的眼神。我先给你10块，咱们把你爸送去卫生站，回来我再给你拿钱。我说了，我爸早死了，他不是我爸，去卫生站是吧？正好我也跟着去。建国啊，过来帮忙，你叔叔腿摔断了。姜温婉看着他们出去，摸了摸自己脸，火辣辣的痛，从空间里拿出浴剂膏擦在脸上。前世他就有这空间了，有块玉佩是娘留给他唯一的东西，空间也在被他给弄成了2室2厅，里面有武器库和医疗设备。医生说你爸，你胡叔的胳膊骨折了，小腿骨也断了。温婉，你也太……那胡叔摔的可真是严重，以后可不能再让我叔喝酒了。说完看了一眼拄着拐杖打着石膏的胡建邦。医生，我听说这骨折可以开排骨票吧？给我们开10斤排骨的票，我们出钱，给我叔补补。你这孩子真是有孝心，不过10斤可太多了，我最多给你们开2斤的票。2斤也行，谢谢医生。拿了排骨票，姜温婉白了一眼胡家人，直接去卖肉的摊位买了2斤排骨回去，做成他爱吃的糖醋排骨。温婉，饭呢？吃了呀，你们想吃啊，自己做呗。这时胡清华从厨房冲了出来。排骨呢？吃了呀，以后我不会傻不拉几的把你们当一家人。如今胡叔给我上了一课，哎，我开窍了，赶紧把答应我的3000块钱给我，家里的活我也不会干，我打算进工厂，反正名额不用也是浪费。不行，那是我的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妈，快去给我拿钱吧。张翠芬这会儿不想拿钱，胡建邦白了他一眼。爸妈，你们要是给他也得给我，当初可是你们说的要1碗水端平的。怎么你死去的妈也有抚恤金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。胡建邦直接呵斥道：你先回屋。爸，
回屋去。胡清华回房间后，张翠芬拿出一堆大团结。咱们家一共就这么点钱，以后还要给你弟弟上学娶媳妇，哪儿都要花钱。你听妈的话，这钱我给你存着，等你以后结婚了，妈用这钱好好给你置办嫁妆，体体面面的嫁去婆家。你先用这100块钱，这些钱够你用的了。钱只有放在我自己口袋里，我才放心。接上集，给你先用这100块钱，这些钱够你用的了。温婉，你就这么不放心妈妈吗？钱只有放在我自己口袋里，我才放心。你今天在家吧，为什么不来帮我？如果今天的事成真了，你觉得我还能活吗？我要是死了，你会开心吗？只见张翠芬眼神闪躲。我没听见，而且你胡叔是喝醉了，他平时不会这样。姜文婉冷笑一声，拿着钱回到自己屋里，就听外面胡留柱在喊：大姐，我要吃排骨，我要吃肉。原主记忆里，胡留柱有一次差点把原生害死，他掉到河里，原生为了救他差点没有上来，他自己跑回家告状，说原生害他掉到水里。原生回到家就被亲妈和后爸来的男女混合双打。你竟然敢不给我留排骨，我打死你个拖油瓶！胡留住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留不住？这时胡清华和张翠芬跑了过来。妈，你看他要掐死弟弟，弟弟可是咱们家的命根子，他简直就是失心疯了。姜温婉，快放开你弟弟，带出去，再来烦我，直接掐死！妈打他，他要掐死我，我脖子好疼。不疼不疼，妈去给你买肉吃。张翠芬狠狠地瞪了一眼姜温婉就离开了。温婉这孩子今天是受了刺激，这要是以后都这样可咋办？明天再看看，他要还这样，就给他报名让他下乡。他的工作之前说好了要给清华的，这个不能变。他下乡了，婚事也由清华来。我看王建国对清华是有那心思的。他要是下乡回来发现了怎么办？下了乡他还想回来？做梦！你也别说我心狠，明天看他表现。他要是不好好的，你就去给他报名。往常都是姜温婉一早起来做饭，今天早上的姜温婉他做不到，一早就去纺织厂。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，去工厂里踩缝纫机他做不来。小姜啦，你的名额打算怎么卖？陈主任，我不要大团结，我就想要票，各种票据都行，粮票、肉票、酒票、糖票、布票等，反正价格要在600以上。他有张翠芬给的3000块，可是却没有票，现在没票可不好买东西。小姜啊，600全要票的话有些难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来想办法。你这个岗位我就留着了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想来，这样你明天下午过来，我把东西给你准备好。温婉和陈主任说定后，就溜达回家了。你上午去哪儿了？一早上没见你人影。我去纺织厂里说工作岗位的事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岗位不是说好了给清华的吗？你以后嫁去王家哪里还用出来辛苦干活？姜温婉被他一提醒，想起来还有个王家没去霍霍，不对，是去串门。就王建国和他娘那德行，自己嫁过去不用干活，这话粉丝们信不信？我说了不给就不给，别烦我，我去睡觉了。这大中午的睡什么觉？你饭还没做呢。我在饭店吃过了，你们要吃自己做。你还去饭店吃饭了，为什么不带我？滚！下午姜温婉又出去了，晚上回来一问，又在饭店吃饱了。胡建邦的脸彻底黑了下来。姜温婉，去给我端洗脚水过来。姜温婉以为他幻听了，不过好。只见姜温婉转身去了厨房，给胡建邦倒了一盆开水。胡建邦以前他也经常让这个拖油瓶给他洗脚，他就喜欢那轻松小手揉在他脚上的感觉。只要他还像以前那样乖乖洗脚，还可以考虑把他留下来。那小手揉着大脚的感觉，想想心底都发痒。等回头好了再收拾他一顿。想到了原生记忆，他妈的，晚上吃的饭都差点恶心出来。等会开水烫猪毛，猪是怎么叫的，你就是怎么叫的，主打一个提神醒脑。只看见被泼了整个下半身的胡建邦，他已经从椅子上滚下来了，嗷嗷惨叫在地上打滚，整个人热气腾腾。姜温婉是管杀不管埋，泼完开水就跑回屋睡觉去。胡建邦又送去卫生站了。第二天他去了纺织厂里，陈主任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票。小姜啊，得劲是粮票、肉票、布票，还有工业票，总价在600块钱左右。好的，陈主任。听说你爸昨晚又伤了，直接转去了咱们城里的大医院，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谢谢陈主任关心。我胡叔这2天不知怎么有些倒霉，昨晚洗脚被开水给烫了，没什么大事。陈主任愣了下，以前这姑娘可是不会叫胡叔的，没事就好，以后有什么困难找组织。好，谢谢陈主任。姜温婉慢悠悠地走回家，她前世可是刀口上舔血，就想着赚钱、退休、养老，如今倒好，一步实现，直接摆烂当条咸鱼多好。上面分了下乡名额，我给你报名了，后天就走。说完，张翠芬转头回屋，将房门就给关上了。下乡貌似也不错，只是就算要去下乡，也得把家里的东西都卷走。
尤其是原生父亲的抚恤金。哦，对了，还可以给别人报名的，那明天也去给胡清华的名报上。好姐妹，有福同享。第二天，江同志，东北可是个好地方，那里冬天可以猫冬，没有那些回来探亲的知青说的那么辛苦。而且，江同志，这名字报了可改不了。我可不是来改名字的，下乡建设祖国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，而且我妈给我报的地方这么好，我怎么会改？是我妈让我过来，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妹妹胡清华的名字也报上。我们虽然不是亲姐妹，可关系好着呢，当然是要一起去下乡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未婚夫王建国。街道办的主任愣了下，我咋没听说这俩闺女关系好？这两个一个是后妈，一个是后爸，只有他们家的儿子是两人亲生的。那好，我尽量让你们姐妹都在一处，出门在外到底还是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姐妹亲，也有个照应。至于王建国，这个我得去征求一下王家的意见。王建国能报上更好，报不上也不妨碍。说了感谢的话，姜文婉就离开了。大姐，听说你要下乡了，插队下乡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，这可是一件光荣的事，还是大姐的觉悟高啊。好姐妹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大姐，听说你要下乡了，插队下乡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，这可是一件光荣的事，还是大姐的觉悟高。姜文婉听到这茶言茶语都笑了。文婉，我爸答应让我跟你退婚了，你这就跟我去一趟我家。我不退婚了，谁说我要退婚的？正好我去你家跟你爸妈说道。胡清华听见不退婚了，顿时就急了。姜文婉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建国哥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你明天就要去下乡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放手。甜不甜的不要紧，我主要享受扭瓜的过程。哦，对了，说的好像你明天不下乡似的，咱们可是好姐妹，我一向信奉就是苟富贵，勿相忘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要下乡的只有你自己，我什么时候说要下乡了？我也没说要下乡，还不是被报名去下乡，所以我也顺便给你报上来啊。我知道你觉悟也高，下乡这么光荣的事，你不用太感谢我。胡清华这时候被气晕过去了。你凭什么给我报名？姜文婉，我跟你拼了！只见姜文婉一脚给他踹到了王建国身上，一溜烟就往王建国家跑去了。温婉来了，正好我要去你家说你和建国退婚的事。我赶时间，咱们长话短说，退婚我不同意，但是你凭什么不同意？你下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我家建国都多大了，还一直等着你不成？婶子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！我说了，但是我下乡日子肯定艰苦，我也不多要500块钱，解除婚约，也就当王叔叔您一次还清我爸当年救你的恩情。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算事。再说，不把姜文婉这个煞星送走，我家就会不安生。信，我给你拿钱。还是王叔叔财大气粗，以后有这种好事，记得叫上我呀。你走，赶紧离开我家，看到你就晦气。温婉拿到钱之后，整个下午都是各种买，然后到没人的巷子收进空间里。妈，我要是明天也下乡的话，那我什么都没准备，我怎么办啊？张翠芬也愣住了，这2天连续医院家里两边跑。那趁着这个时候我给你准备。母女俩着急忙慌的连夜准备，忙到很晚才去睡。而姜文婉定了凌晨2点的闹钟，来到张翠芬的屋子，抬手在她后脖梗一敲，让她彻底睡了过去。在搬空钱财之前，先在张翠芬的手上采一针管的血，真有亲妈这么对亲生闺女的吗？回头有时间做个 DNA 看看再说。然后姜文婉就在房间里翻找，总共找到1000块和户口本，将钱和户口本一起收了，然后把衣服、柜子、床全部收走了。又来到胡清华房间，主打就是一个清空、搜空、搬空。同志，我这自行车能一起带上吗？可以带，就是要注意别把过道给堵上了。您放心吧。带着自行车上火车，别说他们这车厢了，就是整个火车上也没第二个。站住，抓住他！臭丫头，老子告诉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快给我起开，不然老子对你不客气。就凭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？多谢同志帮我抓住歹徒。不用客气，只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我叫姜文婉，不知同志怎么称呼？姜同志好，我叫周云婷。这人刚才在车上捅伤了人，多亏姜同志出手帮忙把人给制住。不用客气，我正好要上车，这人就交给你了。多谢姜同志。胡家家里，张翠芬早上起来一看，柜子呢，桌子呢，她藏在衣柜里的钱都没了，屋里一下就空荡荡的。妈，你赶紧做饭，我吃完饭还要去坐火车，还有你也得给我1000块钱，昨晚我爸可是说了的。清华，咱们家进贼了，钱和东西都不在了。妈，钱呢？票呢？我还要下乡，我怎么办啊？没了，都没了。那我下乡的钱呢？我要去报。不行，你先去下乡，
街道办那里还有50块钱的补助，你先拿着，我去跟邻里借几件衣服和下乡要用的东西，等我开了工资再还给他们。等之后我和你爹会给你汇钱过去，这件事不能闹大。张翠芬也怕事情闹大了，姜文婉会说出什么来，选择忍气吞声。然而姜文婉此时已经扛着新得来的自行车到了知青汇合的地方。有去靠山村18大队的知青来这边啊？我是这次来靠山大队的知青。大队长看到他，目光一下就落在他肩上扛的28大杠上。这位知青同志，你这下乡还带着自行车？是啊，听说咱们大队地大物博，有个自行车方便。我叫姜文婉，是从唐市过来的，这是我的介绍信。姜知青，好，你先上牛车上坐着歇歇，等会儿应该还有知青过来。姜文婉看了眼自己的车和包袱，要不我骑车跟在牛车后面吧，我这车占地方，万一等下有知青过来坐不下。大队长看了看手里的单子，除了这位姜知青，还有2男2女，加上他们的行李，牛车未必就真能坐下。要不姜知青，你要是相信我，我来帮你把车先骑回村里。他是我小儿子张卫国，你要是放心，就让他帮你把车和包裹先带回去。行，那就劳烦这位同志了。我叫张卫国，不劳烦。姜文婉，你这个杀千刀贱人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，你怎么能这么黑心，把家里都给搜刮干净了？姜文婉，你这个杀千刀的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。这位吕同志，你怎么打人了？你怎么不说他还咬人呢？大队长一看这个架势，赶紧上前阻止。住手，闹什么？你们不知道，她是我姐，本来家里就让她一个人下乡的，可她竟然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给我报名，还偷拿了咱们家的自行车。姜文婉白了他一眼。我爸为国家牺牲，这车是用我爸抚恤金买的，为什么我不能拿？卫国同志，劳烦你先帮我将车和东西先送到村里知青点，这边我来解决。行。胡清华瞬间就急了。那我爸也赚钱了，家里也不是就只有你爸的抚恤金，你把家里的东西都拿走了，我过来身上只有这么点东西。我不管，那些东西我也要用，你敢动一下，手打断。好了，赶紧上车，早点回去领了粮食，你们中午还能吃一顿饭。你们第一天来，下午不用上工，明天就要统一上工了。你们好，我叫孙良胜。我叫赵大火，以后咱们一起共同奋斗撒。我叫朱小敏。胡同志，你刚才叫他姜同志吧？听你们说话，你们好像是姐妹。唉，我跟他算是姐妹，但俗话说得好，有了后妈就有后爸。我爸自从娶了他妈之后，对我那可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也有句话叫有了后爸就有后妈，我妈嫁给你爸后，对你可比对我好。你看我的衣服、鞋子，全是捡你不要的穿。家里我干的活最多，吃的最少，劝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立灰姑娘人设卖惨，不然我会让你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。这里就是知青点，院里有3间屋子，你们自己协调着住，一会儿我把你们的口粮送过来。姜同志，自行车和你的东西都给放这里了，我走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们好，我叫赵大火，我们住哪里？我叫马德比，你们2个男同志一个住这边，另外一个和杜志远他们睡那边的屋子。说完看向姜文婉他们3人。你们3个就跟他们2个挤一间，吃饭大家各自拿出口粮轮流做饭，咱们条件有限，就一口过，如果做不下，你们就等着我们吃完，你们下一锅做吧。这自行车是你的？是我的。说完姜文婉就拎着包裹往他们的屋里去了。这床也太小了吧，这屋子都小得很，怎么住啊？果然跟原身的记忆一样。你这女知青干嘛进我们男知青的屋子？你们屋子这么大，我们女知青要跟你们换一下，我们那屋根本睡不了这么多人。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睡不下你们可以去找队长，去老乡家住，甭拿我们屋子的主意。原身记忆里后来他去老乡家住了，就是因为这6个男知青的衣服还要让女知青洗，结果原身搬去的那家被父子2个欺负，最后无奈下吊死了。你们去那边屋子睡，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，立刻搬出去。嘿，我告诉你，别打我们屋子的主意，滚出去！别以为你是女知青，我就不敢跟你动手，惹急了我，你看我会怎么对你？你敢打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不服，我今天可以打到你们服气为止。谁都想住的好点，但我们5个人根本住不下那小房间，现在就收拾搬出去，不然我不介意帮你们搬。我就不搬。志远，去把大队长找来，这接来的是个什么玩意？妈的，女知青有力气这么大的吗？还不要脸的想睡男知青的屋子，我看你这作风就有问题。大队长你可来了，你管管今天来的女知青，霸占我们的屋子不说，还动手打人。大队长，女知青的屋子根本住不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下呢？
还是说这屋子已经卖给了马德比？有房契就拿出来，没有就去那边的屋子住。我们先来的，我就不搬。就凭你们还欺负女知青，如今这是我们女知青的屋子，你敢闯一下，我就去告你耍流氓。马德比气得浑身颤抖，打不过，耍赖也耍不过，他就没有这么憋屈过。杜志远，你怎么说？关我啥子事吗？杜知青，你也是4省的？是吗？你也是。难得在这里还能遇到老乡，要不我跟你一起住，让马知青和刘知青一起住那屋子，这不就宽敞了？大家和和气气的多好。我们都是来建设新农村的，都是同志，不要闹成这个样子嘛。大队长连连点头。马知青，你也是老知青了，让这点新来的女知青不丢人。凭什么我要让他？我要住就住这间大屋，那小房间我是不会去住的。大队长，这件事情就不劳你分心了，我们自己解决就行。他若是不愿意去住，那就在外面打地铺好了。那行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马同志，让一让女同志不丢人。马哥，你这是咋了？马知青啊，看来你这次是踢到铁板了。那位江知青身手厉害，再看你这个样子，怕是被下药了。可恶，这个江知青肯定是怕我趁他离开的时候把屋子抢回来。不是下乡来给村里人当婆娘的。你这个女娃子倒是厉害得很，那个马知青背景可不简单，你去惹她干啥？队长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你不会真想让我们住到老乡家里去吧？我们是下乡来建设新农村的，不是下乡来给村里人当婆娘的。大队长只是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，毕竟之前确实有这种案例。这山里有不少野猪吧？我若是用山里的野猪来抵公分，大队长你看可行？那山上的野猪可不是好惹的，老猎户看着都要绕道走，你可别太逞能把命给丢了，都值得。下个月就要点豆子、种稻子，这些正经的农活不能缺席。谈话间，两人就来到大队长家里。这是才下乡的女知青吧？快到院里坐。婶子，我是来换几个鸡蛋的。行行，咋不行呢？我这就去给你拿，3分钱一个，我给你拿7个。王婶不一会就拿着鸡蛋出来了，温婉拿着就回去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了？你痛快的去小房间住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不然，呵呵。你去老乡家换鸡蛋了啊？对，自己吃好点，不吃亏。你这是花钱跟老乡家买的吧？多少钱一个鸡蛋？朱小敏同志，我和老乡的革命友谊怎么能是钱衡量的？3分一个。朱小敏一笑，我跟你说，你走这会儿那2个知青可是跟我们说了，那个马德比家里正儿八经有点实力，你知道他为啥叫马德比吗？为啥？因为他家当时想让他出国来着，本比倒过来念就是彼得，据说那可是洋人的名字。无语了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知道咱们这知青点可恶心了，他们男知青的衣服要女知青洗，还得给他们做饭，他们先吃剩下的，那2个女知青才能吃呢。反正我是不会给他们洗衣服的。我也不可能给他们洗衣服做饭，当我是他们妈呀。那以后咱们一起吃呗，你放心，我家里条件不差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和你一起搭伙吃饭是没有问题，但要带上胡清华我可不乐意。你要不乐意带，那就不带，就咱俩。刚才已经发了咱们的口粮，1人10斤地瓜，20斤糙米。菜的话，后院有自留的菜地可以自己种。你会种地？会了。你要不会，我来种。那我负责弄肉。我也要和你们一起，凭什么不带我？你说呢？胡清华弯腰，伸手就要去拿麦乳精。我说过，敢伸爪子，我打断你的手。还是你想让我现在就去报公安，说你是个偷东西的贼？不就是一罐麦乳精，你至于吗？要不是你把家里的东西都拿走，我会没钱买东西吗？谁说是我搬走的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没钱那是你的事。你姓胡，我姓江，我们本来也不熟。江问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讲理？你勾引我未婚夫的时候也没跟我讲过道理。对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未婚夫，我们退婚了，你们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。就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城，他又会不会等你呢？温婉一转身就看到马德比还坐在院子里。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坐在这儿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信不信我去卫生站告你？我可什么都没对你做，你自己没力气怪我了，还去卫生站？那你去吧。关进，走你背着我去卫生站，到时候检查出有人用东西害人，我看谁能的好。去吧，看这天也马上就要下雨了，说不定你们还没到卫生站，这雨就能把你们给洗个透，直接不用洗衣服了。哦对了，告诉你们，以后你们男知青的衣服自己洗，敢让我们给你洗，我就把你们的衣服扔到厕所里。江知青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马德比，我看真的快下雨了，要不咱们还是将东西搬进小屋吧？不搬，我凭什么要去住小房间？你不住小房间，那之前的女知青怎么就能住？
你还让我们5个人挤呢，这会儿轮到你了，就2人都不能住。马知青，你可真娇贵，你这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做派？你不是也没住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没力气了？我可什么都没对你做，你自己虚怪我了。水烧好了。好。等姜温婉装好水出来，已经看见刘冠军把他们的行李都给收拾进那小屋。你们也拿碗过来，我给你们1人挖2勺。今天我们第1天过来，也是个意思。谢谢你们啊。我也谢谢你们。我叫谭玉苗，姜知青，你家里人对你可真好，还给你带好几罐麦乳精来。谭玉苗说完，看了一眼一旁的胡清华。姜问婉，我忍你很久了，麦乳精拿来，凭什么不给我喝？我这里有，我给你挖2勺。来，你走开，不要拉倒，好心当了驴肝肺。姜问婉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？都是你害我的，你的都是我的，我凭什么不能吃？原身之前还不是下乡了，甚至还死在了乡下。他倒好搂着原身的未婚夫，用着原身爹的抚恤金，还做着原身的工作。闹够了就闭嘴，我的话已经不想再说第2遍。你敢动我的东西，我就打断你的手。不能挣公分就不能换口粮，我看你日后要怎么在这里活下去。下雨了，太好了，今天下午不用上工，可以歇息一下午了。我们竟然还能睡上大屋，也要感谢姜知青。不过你以后凡事上点心，马知青跟孙书记家闺女孙菜花走得近。我知道了，咱们这几天都干什么活？就收拾地里，准备着春天种玉米，明天应该要去把玉米垛子都给搬回来当柴火烧，放不下的就直接在地里烧了。下午没上工，晚上几人吃了地瓜就睡下了。第2天几人早早的就来到地里。这是咱们大队的孙书记，那个是王会计。昨天下了点雨，今天的活不好干，但是有困难我们也要迎难而上。今天这苞米杆子都是湿的，你们要把这些都给从地里清理出来，咱们也好把地给翻翻。孙书记的女儿孙菜花要为他的马德比哥哥出头了。这就是今年新来的知青吧？来了3个呀，那小屋里能挤得下吗？小屋肯定住不下，我们这会儿都住在大屋里呢。姜知青她叫孙菜花，是孙书记的女儿。什么？你们住到大屋里去了？那马知青他们住哪里？他们住小屋啊。孙菜花同志，你就不能怪姜同志，是我们那小屋太小，挤不下5个人。如今跟马知青换个屋睡也挺好的，我们那小屋睡2个人还挺宽裕的。宽裕什么？那小屋那么挤，你们住不下，不会到老乡家住啊？凭什么把马知青他们给赶出去？姜文婉一听这还是帮马德比出头的，就笑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住不下或者不想住，可以去老乡家住。我觉得马知青去你们家住就挺好的。孙书记又是咱们大队的书记，住在孙书记家肯定能够感受一下文化知识的熏陶。不知道这孙菜花想到了什么，脸竟然红了。姜同志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姜文婉没有理会他，就去干活了。这活不难，就是把地里的苞米杆子往地头送，然后有人拉回村里，来回几趟，原身的身体就干不动了。一直忙到晚上，其他几个也没干完。回到家，而马德比身上软筋散药效早就过了。哟，姜知青这会儿怎么没有昨天的横劲儿了？累蔫了吧？告诉你们，赶紧把那屋给我让出来。马知青，找我干嘛？马知青，我爸知道你们知青点住的紧巴巴，我家还有一间空屋子。他说了，只要你们愿意过去住，每天交个口粮就行，平时就跟我们一块儿吃。马知青，以后你的衣服我也可以帮你洗。姜文婉和朱小敏对视一眼，饭可以等一会再做，反正一个锅也做不下这么多。坐在墙根看女追男的戏码。回去跟你爸说我谢谢他，但是不用了，我就住这小房间挺好，就我和冠军2人也能住。马知青，你真不用为难你自己，这小房间这么小，你们哪里住得惯啊？我说能住就能住，之前那2个女知青不也能住？你家要是空房间多，你把他们给弄你家住去，我看见他们就烦。马知青，我家还有没结婚的兄长，他们去不合适，要不你和刘冠军一起住我家呗？不去，赶紧走，不然我揍你。我还不是想让你住得好点，你凶什么凶？滚！姜文婉见没戏可看了，就来到厨房。胡清华看见姜文婉手里的面条，你那些都是从家里拿的，凭什么不分给我？跟你不说。姜文婉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家里写信，看你妈说不说你。你妈可是说了，她会给我邮钱和票过来的。关我什么事？你不是喜欢显摆吗？等寄过来，我拿过来不就好了？姜文婉吃完饭就回到房间。你干什么？姜文婉，你干什么？人吓人要吓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干什么？明明是你想要偷我的东西，你还问我？你胡说，谁要偷你东西了？谁稀罕你的东西？我又不是没有钱，我自己不会买啊。看样子是应该打个柜子，把自己的东西都给锁进去，省得整日防贼惦记。
我要是发现少了什么物品，到时候就把你手打断。你看吧，我又没拿你的物品。江文婉查看后没有什么物品丢失，第二天就来到大队长家请假，看见胡清华也才离开。你也是来请假的？江文婉见有个小男孩，便从兜里拿出一把大白兔，拿着吧，我这次也没带多少，就这些，你不拿，回头我吃完了，你想吃我都没有了。拿着吧。谢谢江知青。是啊，队长，我想要去买些东西，另外我还想问问村里有没有木匠，我想打个柜子，知青点人多眼杂，我还是自己管理好自己的东西，不给大队长你添麻烦。葛老二他们家就打柜子，让我孙子带你去。江知青姐姐，我叫蒜苗，我知道葛二爷爷家在哪里，我带江姐姐去。那行，走，你带路。蒜苗，你说你们这边的山上有没有野鸡、兔子之类的？有啊，我之前还见过我爷拿着猎枪去山上打猎呢。我爷爷的枪法可准了，一瞄一个，砰的一声，那狍子和野猪就倒地了。那打的野猪怎么处理？是拿去卖掉吗？鸡和兔子这些，我爷说了，谁能弄到算谁的。野猪这种大家伙，打了都算是村里的，要家家户户平分的。不过除了我爷爷，还有赵四爷爷家有一把猎枪之外，我们村里就再没有人有猎枪了。江温婉没想到几颗大白兔这小蒜苗巴拉巴拉把他知道的都说了。江姐姐，你问这么多关于山上的事儿，是不是想要上山啊？你会打野猪吗？我就是听说咱们这山的那头就是长白山，我这不是想着进去挖棒槌吗？可我又怕遇到野猪啊，我就想先跟你这个小猴精打听一下呗。咱们村里就有挖棒槌的，只是去年挖棒槌的赵老大遇到了狼群，听说那狼可厉害了，村里就再也没有人上山找棒槌了。你爷爷不是有枪吗？没有上山上去把那些狼都给收拾了？我爷爷说了，现在不打仗了，上面是不给发子弹的，用一颗就少一颗。说话间，两人来到葛老二家。葛二叔，我带江姐姐来打柜子。哎呦，江知青啊，赶紧屋里坐。葛二叔，不用麻烦，我就来说一声，您就看着给我打个柜子就行。我身上没有多少票，您看给您钱行不？那咋不行呢？行的，我家里现在就有现成的，你看看，前天下雨我闲着没事就给刷了遍油，这会儿干了就能用。您这里有锁头吗？有啊，你要是要，我就直接给你把锁头给你钉上。那我要3把锁，您这有吗？这新来的知青防备心挺重啊，一个箱子要上3把锁。有的。江姐姐，你干嘛要用3把锁啊？因为我要防着我们同屋的胡知青啊。不一会，葛老二就拿着箱子出来了，然后给了6块钱，拿着箱子就回了知青点，然后骑车来到了县里。同志，给我这5个饭盒都给装满肉包子行吗？同志，你有票吗？有票的话，我可以给你都装满。江温婉递给老板5张饭票，没一会老板就把装好的饭盒拿了过来。同志，都给你装好了。谢谢，您这效率可真快。同志，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是知青吧？同志，你还真是好眼力。我姓江，的确是前天才来下面大队的知青。我们这里的可不兴一次就买5个盒子肉包子，这个我怕你吃不完会坏掉的。哈哈，没事的。对了，大姐，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刘，怎么了？我要是以后抓到了兔子，能不能也拿过来？你们这里收吗？收啊，咋不收？你以后要是真能弄到兔子拿过来，兔子2块钱一斤，飞龙4块钱一斤，野鸡1块钱一斤，狍子5毛钱一斤，鹿肉1块5一斤。哎，我说小刘，你得了哈，你也不看看人家姑娘可是城里来下乡的知青啊，她能抓个兔子都够呛，野鸡你都别想，还狍子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让您老哥给捡了个笑，我就当自己再背一遍成部。那是张三爷，他没有恶意，是咱们县里都有名的护林队长，打枪的一把好手。张三爷好，久仰久仰。哈哈，你别听小刘瞎说，我就会个下套子，大家伙从来不敢上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在干嘛，我跟你说，悠着点，不然纠察队可不是吃素的。温婉闲聊了几句就出了国营饭店，然后就去买挂面和其他物品，回到知青点把买来东西都给锁起来之后就出去了。江姐姐，你怎么这是要去上山吗？我今天休息，就想着去山上看看能不能抓住兔子野鸡的，好歹能吃个肉。江姐姐，你还真惦记着兔子呢。兔子跑得可快，我们都抓不住，而且山里还有猎人布下的捕兽夹子，可危险了，不能去的。那么危险啊？你放心，我就在山外面转转，不上山。江姐姐，山里真的危险，你要是想吃肉，我家里有腌的咸猪肉，1块钱一斤。江温婉被他给逗笑了，小家伙这就做起生意来了。行，我要是想吃咸猪肉，就去你家换。好嘞，姐姐，我家有大酱，也1块钱一斤。江温婉差点就笑喷了，大酱还1块钱一斤，这是纯抢了。
那你知道一个鸡蛋也就3分钱吗？1斤大酱怎么比鸡蛋还贵呢？那我家还有饥荒。你这小子当我不知道，饥荒就是欠款的意思。你家欠款还要我花钱买啊？小子你有前途，资本家听了都要落泪。嘿嘿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去一边玩去吧。姜文婉听说有捕猎的兽夹子，就格外小心，看地上有没有兔子的粑粑，如果有，就顺着粑粑的方向就能找到兔子。手已经拿出了以前他最常用的消音 AK28，只听见砰，小小的一声，兔子应声倒地。他手一动，将手里的枪和将弹壳都给收进空间里，然后用木棍在枪口的位置插了几下。哟，江之清，这还真让你打到兔子了。大婶，我这是运气好，有兔子当我是小嫩草，想上来啃一口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我可不能惯着它，一棍子就给戳死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兔子平时蹦跶的可快，你那小短腿儿，刚看见它就能窜出去，只剩个影子。可不是，它要不自己撞我脚上，我哪里有这个好运气啊？对了，各位婶子知不知道谁会剥皮子？我看这兔皮不错，攒下来冬天弄个毛围脖。我家男人就会削皮子，祖传的老手艺了。我家也会。最后姜文婉凭借原身的记忆找了家老实本分的，毕竟这是以后要长期合作的。不要你钱，给一只兔腿就行。那怎么行？咱们该多少就多少，兔腿算我格外送您的。日后我要是再打到兔子袍子的，不都要麻烦您帮忙？咱们算清楚，日后也好长期合作。这削制皮子也是个技术活，要用石灰水，还要清理干净，完了还要保持皮子的柔软和不破等。乔叔，你看这6毛钱可以不？那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行吧。2只兔子剥了皮后，姜文婉给他留了一条后腿，然后来到大队长家。蒜苗，我给你送兔肉来了。江姐姐，你真的打到兔子了？那可不，我没走远，就在山外围转悠，就有兔子自己送上门，可能是知道我馋肉了，就无私奉献呗。江姐姐可是这肉，给你就拿着，别人要我还不给呢。走了。婉婉，你这兔肉是哪里买的？我打的兔子皮让老乡给剥了，回头弄2个兔毛围脖，咱们1人1个。今晚先吃肉，你们几个今晚也一起吃兔肉吧。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吃？是啊，不过我可事先说好了，这是第1顿，也是最后1顿，以后我再弄到什么猎物，可不会这么大方了。能吃上1顿也是好的，江之清，谢谢你啊。对了，你们有土豆吗？有，我这里有，要不我来做吧？不用了，我在家里做惯了厨房里的活，做菜还是很拿手的。对了，我打算在咱们知青点再加盖1间屋子单独住，另外加盖1个小厨房。那我也要加盖1间，厨房就盖在咱们2人的屋子中间，垒上2个灶台，一个做饭，一个炒菜。你们真要自己花钱盖？盖好的屋子可不会属于你们，万一哪一天咱们回城了，这屋子就是村里的，这样你们也愿意？那盖1间加1个灶台要多少钱？砖头1毛钱1块，你们这屋子盖下来要个几张大团圆？婉婉，明天咱们去问问大队长，咱们就盖2间能睡觉的屋子，也不用多大，就那小房间那样的，应该不会太贵。行，明天就去问问。姜文婉说完这事后就去做饭了，几人吃完饭就早早的睡去了。盖屋子不是小事，1间屋子加1间灶台就要8张大团圆，你们自己考虑考虑。还有就是这屋子盖好之后，你们在这里，屋子就是你们的；你们不在这里，屋子就不是你们的。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，那就盖。行，你们既然答应了，我今天就给你们找人。哎，你看人家都能盖间屋子住，胡知青，你怎么不也单独盖1间屋子住啊？那可不一样，我那是后妈，她可是亲妈。她下乡的时候，她亲妈给了她3000多块钱呢，我身上就接到班补贴的50块钱，这能比吗？不然你以为她为什么打个柜子还要3把锁防着我们呢？3000块钱，天啊，这也太有钱了！好姐妹别坑我，她要是没钱，为什么柜子要加3把锁？天啊，3000块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土包子才3000块就把你激动的那个样子，你要是知道他身上最少有4000，你不得晕过去啊？什么时候能把他手上钱弄到自己手里来呢？胡清华，我看你的皮又紧了，我身上一共200块钱，你却说我有3000多块，你是安的什么心？再说那箱子上的锁就是防着你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身上怎么可能才200块？若真只有200块钱，你会舍得花将近100块钱来盖屋子？骗鬼呢！你再陷害我一次，我就打你一次。江之晴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打人。大队长，这事不是我先挑起的，我身上就200块钱，他非说我有3000多，这不是明摆着要害我吗？你们别信他，他身上真的有钱，至少有3000多，甚至4000块钱都有。让你胡说，让你胡说。
好了，你们好歹也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姐妹，不要整得像仇人一样。另外，胡知青你也别老惦记着人家身上的钱，那多少也不是你的。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？赶紧去干活，都不想挣工分了。你说那个江知青身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钱？我觉得要是没有的话，那个胡知青不能那么说吧。行了，都先下地干活儿。不过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谁再诬赖我身上有多少钱的，我可对他不客气。我就是有个180万的，那也不是你的，有本事自己去挣，别老惦记着人家碗里的肉，因为我连1块都不会施舍给你。大队长，他打我这事就这么算了吗？那你还污蔑我呢？谁让你污蔑我的？你活该。此时的大队长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算了，管不了。江知青，刚才胡知青的话，村里不少人都听见了，不管真假，你以后别单独往山上去，也别单独去县里，反正别落单了。知道了。婶子，你家那事儿咋样了？说给你听你也帮不上，你就记住了，以后找对象绝对不能找爱耍牌的。张婶子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你那当家的把你家春信送给人抵债了，那人说是来接人，还带着东西来呢。江知青，你先干，我先回去我的，等我回来再干。江温婉见其他知青都不干活，往张婶子家跑去了，她也不干活了，先去吃瓜。行了，她现在是我媳妇，我还要赶紧拉回去结婚呢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能这样将人带回去，你们这是犯法，我要去告你们。你去告啊！张春信他爹现在欠我500块钱，他说了把闺女嫁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他非要给。对，我这个当爹的非要把闺女嫁给你，我家春信也愿意。春信，你还不给我过来？春信不愿意，你们不能逼着她嫁人。李彪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个二流子，你能给春信什么幸福？怎么，我不能给春信幸福，你就能给了？你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城的知青，还是乖乖的赚你的工分，挣你的口粮，好好干你的活吧。你要是管得太快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永远留在这里？你威胁我，你信不信我去报公安？你去，我刚才可什么都没说，赶紧去吧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会对春信好。等我们3天后回门，我再给你们补上200的彩礼。爸，你以后就是我李彪的岳父，想耍牌了就来找我，我保证陪你。你要是敢找别人，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女婿。好，都说女婿就是半个，以后我耍牌就找你。春信还不赶快跟我这好女婿回去？等一下，你谁啊？凭什么站出来管我们的闲事儿？我是知青点新来的知青。原来是新来的知青，我当是谁呢？怎么着？你想替她嫁过来，我还看不上你呢。胡清华也没有生气，先办正事要紧。你少在这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没看见这姑娘不愿意吗？你这是违背妇女意愿，你这跟耍流氓也没什么区别。这事刚才我在旁边也听明白了，不就是他们家欠你钱吗？怎么着，你想替他还？对了，你们这些城里下来的知青，身上都是有点钱的，你要是愿意拿钱出来替张家还也行。我身上可没那么多钱，不过我的好姐姐江温婉，她身上可是有钱的。一旁的江温婉瞬间脸都黑了，这人怎么能这么贱？是你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这位胡知青是我妈给我找的后爸带来的拖油瓶，平时在家就喜欢抢我的东西。他下乡之前处的对象还都是我未婚夫，这不下乡了，见不着对象就有股邪火。江温婉，你胡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身上一共就200块钱，还要拿出小100盖屋子，你还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还给他们说我有3000、4000，你真是恨我不死。谎话张口就来，我还说你身上有8000呢。你本来就有，你有那么多钱，拿出500块钱帮张家还钱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他们又不会不还你，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么好的姑娘被他们抢走吗？江温婉，你真是太恶毒了。江知青，胡知青说的对，你身上要是有钱，就拿500块钱出来帮一下张家，这钱我会帮着张家一起还给你的。我说我没有，你们不信，他说我有你们就信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不用了，500块钱我们就是攒一辈子也攒不了那么多，更别提还了。是张狗剩欠你们的钱，你们要钱就把他带走，我不会卖我闺女的。闺女啊，你就帮我这一回，我以后一定再也不耍牌了。而且李彪还说了，还会给咱们家200块钱的聘礼，以后你2个弟弟娶媳妇的钱都有了。好闺女啊，爸求你了，爸给你磕头了。是他张狗剩欠你们的钱，你们要带就把他带走，我是不会卖闺女的。闺女啊，你就帮我这一回，我以后一定再也不耍牌。好闺女啊，爸求你了，爸给你磕头了。张狗剩你个丧门星，老娘今天跟你拼了，让你逼我闺女。
妈、爸，你们别打了，我嫁，我自愿嫁，你们别打了。只见此时的李彪两眼放光，直接就把人拉走了。姜温婉，你好狠的心，就让李彪把人带走了。让你胡说八道的害我，明明是你身上有2000块钱，还说我有，再敢诬陷我，我拍死你！你敢晕我就让村里汉子把你抱回去，到时候你名声坏了就只能嫁村里的汉子。拿钱出来是不可能的，李彪摆明了就是做局娶媳妇儿，他一次没有得手，就张狗剩那牌瘾，早晚还会欠债，到时候还是会将张春信给嫁过去。姜文婉见没瓜可吃了，就回到知青点。500块钱，我凭什么要借给你？人家就是没看上你，看上你直接就跟你滚一起了。我就不信李彪还能娶个破鞋。你身上有多少钱？我大概知道，500绝对是有的。我又不是不还，我把春信赎回来，我们2个结婚后可以一起赚工分还你。你别给我扯犊子，你们2个一起还，那可是500块钱，你们就是还到死都还不起。李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你跟他抢媳妇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包？我不管，我就问你借不借？不借，平时我当你是兄弟，每次进城吃饭都带着你，你等鼻子上脸是吧？行，就当我刘冠军看错了人，以后咱们兄弟都没得做了。不做就不做，给脸不要脸。刘冠军见在马德比拿不到钱，又来到姜温婉屋里。姜知青，我知道你有钱，能不能借我500，让我把春信给赎回来？如果我说我真没有呢？胡知青说你有，我还说他有呢，你怎么不去跟他借？刚才邮递员大哥拿包裹来，家里就只给胡知青寄了，而我就只有岛上的爷爷奶奶还记得我。此时已经看了好几遍那封信的胡清华也坐不住了。姜温婉，你明明就有，为什么不肯拿出来帮助刘知青？你找，能找出200块钱算我输。谭玉苗，你们也过来和他一起找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2000块钱。谭玉苗眼睛一亮，立刻上前和胡清华就去找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。怎么可能没有？只有150块钱，然后就是各种吃的用的。姜知青的确没有那么多钱。胡知青，你身上有没有？没有，烦死了。姜问婉，卖乳精还有那什么巧克力，你这些东西是谁给你寄的？我爷爷奶奶呀。还有胡知青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有钱你就应该借给刘知青，你不借就是不团结、不友善。胡清华，我真是不耻和你做姐妹，你太自私了。我说没钱就是没钱。胡清华心肠太歹毒了，分明是拿我当法子，引姜文婉上当。哼，真当我是大汉子吗？胡知青，下次有这种好事就别叫上我了，我无福消受。刘知青，你什么意思？别仗着自己有几分聪明就把别人当傻子，你们姐妹的事以后别扯上我。刘冠军随后又去找到杜志远，只见杜志远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，刘冠军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张春信这事结束后就这样平静的过了10几天，房子也建好了。马知青，这是我今天去接过来的一位知青，今后他就插队在咱们大队，你们看着安排一下吧。建国哥，你真的也下来了，太好了，竟然还给我们分到了一起。没想到把他们都分开了，这2人竟然还能在这里又聚在一起，这是沾了502啊。姜文婉，你看到我来是不是很高兴？我告诉你，咱们的婚事已经退了，我和你再没有可能，你就不要再白费力气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有病就去看病，觊觎我的美色，千里迢迢的追来的人是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了，咱俩没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姜文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建国哥是因为我才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下乡还真跟他有关系。姜文婉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帮我报名下乡的？王建国，你这话说的是对街道办的办事能力有质疑吗？如果谁都能随便帮人报名，那还不乱套了？你又不是我的谁，我怎么可能给你报名呢？你还狡辩，街道办的王干事几次3番去我家做工作，不是你又是谁？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还真是我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不忍心你跟胡清华你们分开吗？让你们下乡在一起，你真不用太感谢我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报名新兵的名额马上就要下来，结果我下乡插队当知青了，我的前程都让你给毁了。哎呀，这么惨啊，真可怜。谁让你在还是我未婚夫的时候勾搭我这个便宜妹妹了？姜文婉，你欺人太甚。姜文婉来的这段时间天天下地干活，身体早就不是原身那柔软的身体了。姜文婉，你怎么能打人？大队长，姜文婉，即便你用尽手段让我下乡，我也不会看上你的。姜文婉给了他一个看白痴的眼神。你怕是想多了，我可是有对象的人。只见姜文婉从口袋拿出信，信封上面写的是某某军区的字样。看见没？这就是我爷奶给我介绍的对象，当兵的，可比你强1万倍。此时王建国只感觉头上一片青青草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除非你给我看看。我的信凭什么给你看？哎呀，我得回去给人家回信了。婉婉，你家里人也太给力了，你都有当兵的对象了，
哪里还用得着在这里当知青啊？直接申请回去结婚啊！你别当真，我刚才只是弃难王建国的，我是下乡建设新农村的，怎么能半途而废？姜文婉同志，你的思想觉悟太高了，我要向你学习，敬礼。朱小敏同志，我们一起建设祖国新农村，努力加油！那你明天还上工部？上啊，我已经接下了打猪草的活，现在每天50斤猪草，3个公分，我会努力完成。打猪草我是认真的。那你明天还上工部？上啊，我已经接下了打猪草的活，现在每天50斤猪草，3个公分，我会努力完成。这个时候青黄不接，山上的野菜也都是嫩芽，你每天要去哪里找50斤的猪草啊？放心，山里很多猪草，而且我要是打到兔子和野鸡，到时候我还能每天拎兔子和野鸡回来给你吃。你还是先把50斤猪草给搞定再说，每天50斤猪草，一天才3个公分，太不划算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搞定的。你们回去小屋住去，我们男人住大屋。刚搬到新房的姜文婉和朱小敏就听见外面又因为住的屋子吵起来了。就小屋子炕那么小，我们3个大男人怎么住？江知青，你看看他们又欺负人，竟然要让我们回小屋住。别看我们屋里是住不下，你们自己分配。江知青，要不然你那新屋里带我一个，我跟你一起睡你那屋呗。不需要，我喜欢一个人睡一个屋子。朱知青，你那里？你要是想住得好点，自己掏钱盖间屋子不就好了？反正知青点的地方大，还够盖个4、5间的。盖屋子可是要好多钱的，我哪里有那么多钱？没钱还想住得好，你倒是挺会想。再说江知青不是都给你们争取到大屋了？不，胡知青，你不会舍得王知青跟我们挤那小屋吧？我看不如咱们直接换一换，你们回小屋，我们回大屋。那不行，我不搬。冯春早你怎么说？我听你的。走去换屋子，我看谁来帮你们，就不信你们还比江知青能打。你敢动手，我就去告你流氓罪。你去，知青典里的人都能给做主，谁信你的？你说是就是了，我还说你非礼我呢。姜文婉和朱小敏对视一眼，知道这屋子怕是换定了，没有理会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姜文婉吃过早饭，就背着背篓上山去打猪草。江知青，你要上山打猪草吗？你一个人太不安全了，你看山上还有野猪呢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吧？上一世欺负原身的这对父子，我一直没去找他们的麻烦，你们倒好先送上门来了。你让开！江知青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怕你有危险。你在这里就是我最大的危险，你给我让开！那我要是就不让呢？不让我就去告你耍流氓。听说你身上有3、4。孙大叔，你打野猪回来了！哇，好大的野猪啊！孙大叔，你们好厉害啊！还好，这野猪有300多斤，正好给村里大家伙改善一下伙食。太好了，有肉吃了！江姐姐太好了，咱们今天可以分肉吃。你这是要去打猪草吗？我们知道哪里有猪草，我带你去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就先放过你。大江知青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咱们的事之后再说。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蒜苗他们也是村里的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看他们主动找我说话，还吓了我一跳。他们是咱们村的猎户，刚才那个是孙大叔，另外一个是他儿子，我们都叫他孙赖子。他们打猎可厉害了，也经常能够抓到野鸡野兔。没想到今天打了个大家伙。看你们那馋样，等会儿进山了，我给你们打几只兔子回去。江姐姐，我妈说你上次是瞎猫撞了死耗子才打到的。那等会你们可得帮姐姐做个见证，你们走路的时候小心别遇到捕兽夹子。江姐姐不会的，我爷爷说了，这里都是不允许放捕兽夹的，要往里走，那树上都有红布条，看到红布条就是有捕兽夹了。哇，兔子！姜文婉瞬间丢出泡过药酒的石子，朝着野兔逃跑的方向就打过去。江姐姐你好厉害，你真的打到兔子了。江姐姐你就用石子，就这么一扔就打到兔子了，太厉害了！我要回去告诉我妈，江姐姐你不是瞎猫撞了死耗子。好了，现在兔子也打了。说好的帮我打猪草，猪草呢？赶紧行动起来，我再给你们打一只兔子去。江姐姐你好厉害，野鸡都被你吓死了。我要是能把野猪吓死，那才叫厉害。好了，你们继续打猪草，我继续去打兔子。姜文婉上午打了2只野鸡、兔子、2只野兔后，就带着2个娃娃下山了。交了猪草后，把兔子和野鸡给他们分了，然后就回知青点。那不是我的28大杠吗？岂有此理！竟然敢骑我的车！建国哥，你快点骑！我看到姜温婉追上来了，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你别催！谁让你骑我的自行车的？姜嬷嬷，你这自行车放在知青点，反正也没人骑，我骑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你的车又没锁。这自行车是我的，我就是不骑，放在那里也不给你骑，哪里来的逼脸骑我的自行车？滚！
啊，我的腿好疼，我的腿断了。建国哥哥，你还好吧？啊，我的腿断了，快喊人来。姜文婉，你站住！你打了人就想走，没门！闪开！姜文婉，你太过分了，活该！谁叫你们乱动我东西的？婉婉，你手里拎着的是野鸡吗？好漂亮啊！是野鸡，我打算下午拿去国营饭店卖了。上次我听说要收的。江知青，你这野鸡毛给我几根呗？不给，下午要拿去卖，破坏了品相不好卖。哎，刚才怎么是你推着自行车回来的？我记得你的自行车好像是被胡知青和王知青骑去了呀，他们人呢？被我给打断腿扔在路上了。啊！你真把他们腿打断了？当然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骑我的自行车，我不打断他们的腿，还留着过年吗？不就骑了一下你的自行车，你怎么能给人家腿打断？你这也太不讲理了！骑我的自行车还要跟我讲理？讲什么理？以后谁再擅自骑我的自行车，就跟王建国的下场一样，别怪我打断他的腿。姜文婉，你太过分了！活该！谁叫你们乱动我东西的？接上集，大队长，姜文婉太不讲道理了。我不就是骑了一下他的自行车，他至于故意打断王知青的腿吗？江知青，是你打断的王知青的腿吗？对啊，你们听听，这还是人说的话吗？他既然还有脸承认。江知青，你大队长，小偷偷了我的东西，我打小偷对不对？他们就是偷骑我自行车的贼，我动手不是很合理吗？你这么说好像是很合理，可是大队长，你可不能听他胡说。我们从小就认识的，我还和他有婚约。我承认解除婚姻是我父母的意思，可是他也不能爱而不得，一爱生恨，就这么对我吧。不就是自行车，我们骑一下怎么了？没经过我同意，你们就是偷。哎呀，我记得偷东西是要坐牢的吧？要不这样我去报公安。王建国此时也犹豫了，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大队长，我这腿受伤了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我这怕是2-3个月都不能下地挣工分了，您说怎么办？大队长，应该让姜文婉把这段时间赚的工分给建国哥。不给，你们别做梦了，我就没听说过小偷偷了钱后被打，还要倒赔小偷钱的。大队长，您说这像话吗？我不是小偷，以前在城里我也没少骑你家的自行车，怎么到了这里就不行？王建国呀，王建国，你还有脸提以前？以前是以前，懒得和你掰扯。大队长，你看看他这是什么态度？这分明就是不把您放在眼里。江知青不把我放眼里，今天中午还炖的江知青送的兔肉呢。王知青啊，江知青说的也有道理，他对你下重手是他不对，你骑他的车也不对，但你这腿不能下地干活，我明天会给你另外安排个简单的活，剁猪草什么的，你坐着干活也不影响。那他呢？他打我，他就没有错？那就罚他把他今天的工分给你，就这么定了。王建国要是知道姜文婉今天就1个工分，不知道会不会气晕过去。王知青这腿可真金贵，就值我今天工分呢。哎呀，上午累了，下午我不上工。姜文婉，您。随后姜文婉来到国营饭店。刘姐，您帮我看看这野鸡和兔子值多少钱？钱我给你过秤，保证给你高高的。说着就在身后秤上，当着姜文婉的面称起来。兔子2斤，野鸡2斤，一起给你6块钱。行，谢谢刘姐。谢啥？你以后要是再有野鸡野兔就往我这里送就行了。江知青，你这是怎么打到的？怎么品相都这么完好？张三爷，我用框扣的，不然咋能还这么好？不错，你这小知青挺机灵的嘛。多谢张三爷夸奖。张三爷不好了，你外甥李彪让人给捅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那小子可是他们村里的一霸，谁敢捅他？是靠山村知青点的一个男知青。姜文婉微微愣了一下，不会是刘冠军吧？姜文婉收了钱后就回到知青点，没想到公安竟然来到了这里。公安同志，这也是知青点里的知青江知青，这个月才来。江知青你好，我们是来了解一下你们知青点里的刘冠军今天把李彪给捅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竟然还真是刘冠军，这事我知道。我今天在国营饭店遇到了张三爷，然后有人跑来给张三爷报信，说他侄子被人捅了，只是不知道捅人的是我们知青点的刘冠军。那人死了吗？捅偏了，人没死，但是这个性质很恶劣，所以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个刘冠军平时是什么样的。我来的晚，还真不太清楚，就话不多，干活勤快吧。好的，感谢江知青配合我们。公安同志，刘知青是为什么要捅伤人的？都是刘知青的吗？对了，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？我们村吗？听他一下问这么多，对面的公安也愣了下。
江知青，你还真提醒我了，倒是李彪的这件事，我们会好好调查，严肃处理的。第二天，姜文婉又去打猪草了，准确的说是去打猎了，打了1只野鸡、4只兔子和去了乔家，花了1块2，让乔大叔给兔子剥皮，野鸡1锅炖了。哎呦，1只野鸡你们2个都吃了啊？你们可真能吃！下午分肉，我们打算给腌起来，你们也出点盐吧。不用了，给我们切点肉就行，我们就不参与腌肉了。对，就给我们切点，我们晚上炒个萝卜干，下面条吃。你就多余问，人家吃的可比咱们好，哪里像是咱们萝卜都不舍得吃，要腌成萝卜干吃，有点肉还要腌制起来碗吃一点，人家多能耐啊，一吃就是1整只鸡。柠檬成了精，还是得了眼红病？我吃我自己打的肉，你是眼红怪啊！这是分给你们知青点的猪肉，你们谁来拿一下？谢谢。只见赵大勇一直看着冯春藻，那个冯知青啦，我有点事要请教你，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？赵大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个给你，你快吃了吧。只见赵大勇拿着用油纸包着的煮熟的野猪肉递给冯春藻，你吃吧，我特地从家里给你带出来的。你今年是不是还要换粮食？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等明天我去县里一趟。谢谢赵大哥。冯知青，你咋了？你是不是在知青点受欺负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出头。不是就好，你快吃啊。我没事，你之前说的还算数吗？啥事？结婚的事。算啊，咋不算？不是，你答应了。咋个回事？龟儿子欺负你了撒？我去找大队长。赵大勇欺负你了，你不用怕，我们知青点里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你受欺负了？不用，他没欺负我，他给我拿猪肉，我收了。你咋就收了？这几年都熬过来了，再熬一熬，说不定哪天就能回城。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呜，我熬不下去了，我熬不下去了啊！可能就只有他们这些新来的，不能体会老知青的痛苦。你们男知青还好，我们女知青熬到这个岁数了，还怎么熬？不熬就嫁人呗，反正早晚不都是要嫁人。是的，我答应他了。也许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当时的辛酸吧。我没有去找你麻烦，你去要来送人头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下吧。第二天，姜文婉又继续上山打猪草了。江知青，你这是去打猪草啊？我帮你一起吧。居然你这么着急送人头，那就成全你。好啊，昨天赵四叔他们在山里遇到了野猪，我还挺怕的。怕什么？有我在呢。听说你们知青点的冯知青跟赵大勇要结婚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别的打算？有啊，我的打算是怎么弄死你。此时的孙赖子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之前睡的都是些寡妇，他们怕名声坏了，都是不敢声张。这个江知青他还是童子鸡，听说他泼辣的很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降服。孙赖子这么想着，就继续跟着姜文婉往山里走。江知青，你不是打猪草吗？往这里边来做什么？今天不打猪草，我想打猎。听说你爹是厉害的猎人，去年也是护林队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爹厉害呢？那当然是儿子更比老子强，就是今天我没带毛刀来，要不等明天我带了家伙事儿，咱们一起来这里打野猪，我还能给你多打几只兔子呢。此时姜文婉的手里从空间里拿出手帕，手帕上有麻痹精神的药物。不用了。江知青，你看这里没人，要不咱们做点别的事呗？呀，孙同志，你想做什么？孙赖子此时上下猥琐地打量姜文婉，目光定格在他身前。要做到天衣无缝，就不能让人查出任何不妥。孙同志，看你都出汗了，给你擦擦汗吧。孙赖子，你身后有熊哎！孙赖子一惊，赶紧回头去看，见身后什么都没有。江知青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我还有话没说完。江知青，你别再跑了，前面可是很危险的。此时的姜文婉在不远处看着，孙赖子那叫一个惨啊！熊2巴掌下去，身上就没有好肉，紧接着无数巴掌打在孙赖子身上。原身的仇我一点点都会帮忙报的。随后姜文婉飞快地跑下山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熊瞎子杀人了！江知青，您慢慢说，到底咋回事？我刚才打猪草的时候，想先用弹弓打兔子的，然后就看到孙赖子进山了，他说要打野猪，结果没多久就听到熊吼声，吓得我一个机灵就往回跑，结果回来的半路上就听到孙赖子的喊声。上次打野猪就听到有熊瞎子吼，当时没去打，到底还是让他伤人了。走，喊人进山。随后大队长就带着几人上山去了。江知青，你快说说，你看见那熊了吗？没看见。江知青，哎呦，那你看见我孙子了吗？我没看到，我就是听到喊声就跑下来，希望孙赖子同志没事没事。你这知青看见我孙子有事，都不知道去帮帮他吗？黄大仙保佑我家乖孙平安无事。这老太太还信奉黄大仙儿，这可真有意思。山里打枪了，今天可有熊肉分了。
江之清那熊能有多大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听到熊吼，没敢去看，就往山下跑。实在是那熊吼声太吓人了。你这还算是好的，若是换做其他人，早就被熊吼给吓尿裤子。可不是，那年赶山，那山上就冲下来一头熊瞎子，那时候可伤了不少人。我远远看着就腿软，当时坐在地上起都起不来。江之清还能跑下山来喊人，已经很好了。孙婆子，要是这次因为江之清跑下山及时喊人救了你孙子，你可得报答人家江之清。报答，报答，一定报答，我孙子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只见大队长一行人面色沉重地走了回来，姜文婉一看这架势，心里就有数了。原生的仇人死了一个，现在还剩下一个孙赖子的爹孙老大。我的个孙儿啊，你怎么就比我早走了？赖子啊，你这是要了奶的命啊！日后你们去山里注意这些。刚才我们打熊瞎子的时候，还听到了狼吼，我这就回去打报告，为村里再添2把枪，保护大家。我的孙儿子死得惨啊！大队长，多添置的2把枪里，给我们家留1把吧。放心，3你加1把。姜文婉见没自己的事儿，便回了知青点，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请了假来到国营饭店。江知青来了，今天吃点什么？有熊掌。刘姐，熊掌是我们村大队长他们送过来卖的吧？刘姐一愣，反应过来，看我这记性，你可不就也在靠山村插队当知青？差点忘了，可不就是你们村大队长送来的？听说那熊还咬死了你们村的孙赖子。可不是，老吓人了。村长说要往上面打报告，还说要买2把枪呢。我也想买1把枪。一旁的张三爷闻言，想买猎枪啊？想。丫头心挺野，不过你遇到我算是你造化了，正好我这儿就有，而且还有证。姜文婉闻言眼睛一亮，价格呢？张三爷您可给个实惠价，小知青也是想赚点钱，你差不多得了。400块钱。400块钱不贵，关键有持枪证。张三爷我要了。咱们这边可真没有女人摸这东西的，就算是那些小知青，也没你这丫头胆子大。咱们可先说好了，你可不能用这东西伤人，伤人了我可不承担连带责任。张三爷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可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就是想要用这东西打飞龙。你也想打飞龙？张三爷也有这个想法。你别看飞龙跟野鸡体型差不多，可是难打着呢。那东西警觉，看见人就跑。那看来果然不好打。咱们说正事儿吧，这个我给你现钱。不在这里，咱们换个地儿。张三爷，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国营饭店是不是？里面有包间，你们去里面验不就行了？那行，咱们就去包间来看看这东西。新肯定不可能是新的，但绝对是好的。子弹我给你50发，你看够用不？不够用可以找我买。你知道我住哪里不？只见姜文婉摇了摇头。你不知道我住哪里，你就敢跟我买枪？你可真够虎的！38大队瞎堂子，我是那里的护林队长。你要是没子弹了，直接去找我就行。得嘞，这是400大团圆，你数数。钱货2清后，姜文婉就回知青点了。大队长，王会计，你们这是买枪回来了呀？巧了，我遇到以前的同学，说想买枪，他给我也弄了把。这以后我可是能够安心打猪草了。江知青，你这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！你是打猪草还是打猎呢？姜文婉笑了笑，这不是听说山上还有狼，万一我打猪草的时候遇到狼群，我也能防身不是？哎，你们这些小知青不愧是高知识分子，咋说咋有理。江知青，那天我家赖子跟你说他是上山打野猪的吗？对啊。那他身上怎么没有带毛？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难道还有余粮来养狗？看来孙赖子他爹还是不相信我呀。江知青，那天我家赖子跟你说他是上山打野猪的吗？怎么身上没有带毛刀呢？姜文婉一听他这话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这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没带吗？我还以为他能上山打野猪，肯定是有所准备的。难道他是上山挖棒槌的，怕我知道跟着去，所以才说是打野猪的？孙老大，你还别说，你家赖子那天还真有可能是去挖棒槌的，不过挖棒槌应该带捆红绳啊。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。行了，那咱们回村。孙老大看着面前的女知青，心里有个猜测，不过现在也没有证据，只好作罢。婉婉，你真弄了把枪回来啊？来，拿给我看2眼。我这可是上了膛的，别走火了。被他这么一说，众人都不敢上前去摸了。婉婉，你买猎枪回来该不会是想去打猎吧？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去打猎？就我这小身板，我就是怕打猪草的时候遇到野猪。众人齐齐的给了他一个白眼。姜文婉，你那东西能借我用用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当然不能，就你个身无2两肉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后坐力都能把你弹飞。你想过手瘾，
自己跟老乡家借去。江温婉，我知道你身上有钱，咱们退婚。你在我家拿了500，你又把你的工作也卖了，还有你家给你的3000块钱，你身上有钱，所以才能眼都不眨的买上一把猎枪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是我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江温婉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了？我今的心情好，别惹我生气，不然的话，另外一条腿也给你打断。反正你现在的活也不用站着，就是不知道你坐久了还能不能站得起来。江温婉，你建国哥，你别生气，我饭做好了，快去吃饭吧。对了，江温婉，昨天你妈写信过来，还给我借了50块钱，可惜太少了，跟你比不了啊。米，咱们知青典里是不是养狗了？怎么我总听见有狗对我乱吠呢？江温婉，你骂谁是狗呢？我又没骂你，我只是在骂狗。你要不要点闭脸了？一天到晚在我面前刷存在，你说我妈怎么不疼我偏疼你？该不会你是我妈和你爸偷偷生的吧？你胡说！我看你还真是随了你爸，你爸惦记我爸女人，你惦记我男人，如今你爸和你都得逞了，尾巴都翘上天了吧？我可提醒你们，这还没领证呢，别到时候弄个孩子出来，老娘今天就是不动手也能骂死你！江温婉，你个贱人，死丫头！我要去告诉大队长您侮辱我，我和建国哥哥清清白白，你说这些话就是对我们的羞辱，我不活了！清华，你别这样，江温婉，快点给清华道歉！想让我道歉？做梦吧！少在我这里寻死觅活的，要死早点去死，死了正好。江温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咋这么喜欢找存在感呢？那你最好也去陪他一起死。孙赖子家的哭丧棒不知道用完了没有，到时候可以借来用一下。就是可惜没有人给你们摔盆、带孝、送终，到时候怕是要埋在这山里了。江温婉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我不是人，难道我还是什么？这话就恶毒了，有本事别在我面前晃悠啊！我还有更恶毒的话，你要不要听听？好，江温婉，你给我记着，咱们走着瞧。第二天，江温婉上山打猪草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她想去打猎。江姐姐，我们上山帮你打猪草。上次你给的兔肉，我娘说太贵重了，要我们帮你打10次猪草才行。行啊，走。蒜苗，你们说这山连着长白山，就没有人进山挖棒槌吗？江姐姐，你买猎枪是不是就是为了进山挖棒槌？你这小聪明，这都让你看出来了。当然，我可是我们班里最聪明的，不过放山要等7、8月才行，现在还早着呢。到时候村里的男人都会拉帮结派的一起进山找棒槌，还要有人带着枪，防止遇到野兽，这些我都可懂了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进山找棒槌，卖钱娶媳妇，然后生一窝娃。你才几岁就知道要攒钱娶媳妇？江姐姐，我8岁了，那你要好好学习，学习好了也能娶媳妇。就是不知道等你们长大会不会赶上计划生育，还想生一窝，想得美。好了，你们去打草，姐姐去打猎。今天还有2个小家伙帮打猪草，江温婉也特地去打了2只野鸡，中午把2只都给烤了，却发现2个小家伙要走。站住！你们2个今天要是敢走，以后我都不理你们，也不跟你们好了。我娘说不让占你便宜，不让再要你的东西，说你们知青也不容易。这是第1次打猪草，还有9次，要是吃你的鸡肉，那不是还要加10次，就是19次了。哟呵，你们数学算得挺明白啊！过来吃吧，吃完帮把背篓猪草给打满就可以了。最后2个小家伙在烤鸡的香味攻击下就认怂了，给你们2个吃1只，姐姐吃1只。野鸡不比家鸡个头不大，几人不一会就吃完了。江姐姐，为什么你烤的野鸡这么好吃？因为姐姐我是厨神啊！江姐姐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树上有没有飞龙。只见几人一起仰头看着树上，这时张卫国走了过来。你们在看什么呢？江姐姐在看有没有飞龙。飞龙？你们在看什么？江姐姐在看有没有飞龙。打中了，打中了！哟，江姐姐打到飞龙了。江知青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唰的一下，一颗石子飞过去就打中了，哪里还用得着买枪啊？当然要买，有了这个，我到时候才好跟着村里人一起放山找棒槌啊。是我单纯了，原来你是想要去找棒槌。张卫国同志，你上山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他们回家吃饭的，差点忘了。小叔，我们已经吃过了，你自己回去吃吧，我们还要帮江姐姐打猪草。那好，你们注意安全。下午江温婉继续打猎，2个小家伙继续打猪草，打了2只兔后子就没再打到其他了。交完猪草就回知青点去了。婉婉，你回来了，今天还打到飞龙了啊？运气好不错，打了1只，打算明天拿去卖了。我跟你说，
冯春早婚期定在后天，这倒是挺快的。挨着冯春早家非但没有给他结婚的钱，还说要让他一次往家里寄100斤糙米，那可都得冯春早一点点省下来。你说怎么有这样的爸妈？不是所有人都配为人父母的。气死我了！我越想越气，他爸妈就跟我外婆一样，重男轻女根深蒂固的老思想，想要改变难。哎，这也没办法，老一辈很多都是这个思想。不过好在赵家人不错，听说了100斤粮食，当下就表示他们帮忙想办法。你说这嫁给老乡好像也挺好的哈？怎么你心动了？我才没有，我可是有未婚夫的。他虽然不像你对象一样是当兵的，可也是大院里长大的，家里条件不错呢。你，我那只是笔友，你少骗我。江知青，你明天去县里吗？我想借你的自行车去县里一趟。行啊，正好我明天也要去县里，我骑车带你。好，那麻烦江知青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是真要去县里。第二天，姜文婉骑车带着冯春早去了县里。你忙完了就去国营饭店找我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好。随后姜文婉来到国营饭店，江知青来了。雍飞龙，张三爷啊，人家江知青是来卖给我的，您老可别想在我这里截胡。不能，我哪里能截胡你？这飞龙可是不好打，你这小丫头倒是挺厉害的。三爷你过奖了，刘姐给你飞龙，我给你过秤。飞龙刚1斤8两，刘姐给他算2斤，给了8块钱。谢谢刘姐。丫头，我给你说点事，你们那知青点的知青的事。只见张三爷走到姜文婉身边，小声说道：下次有飞龙卖给我，1针给你20块钱。你们知青点的那个刘知青啊，判了20年。20年。只见张三爷点了点头。这时冯春早办完事也来到饭店。刘姐，给我上2个菜，我们吃完再回去。我来付钱，我这里有钱。不用，我今天卖了飞龙，咱们简单吃点，算是我给你庆祝了。随后刘姐上一个白菜炒肉片和锅包肉，让姜文婉他们去包房里吃。新长出来的大葱，给你拿1根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惯。别看我来了这里好几年，大葱蘸酱我还是吃不惯。江知青，其实我挺羡慕你这性子的，我要是像你这样就好了。性格这点真勉强不来，我这人就是想得开，豁得出去，还有就是不被束缚。就算我能想得开，我能豁得出去，也会被亲情束缚。我知道他们重男轻女，可我就是想证明我自己也行。我不比我弟差，我甚至能比我弟对他们都好，可他们却只会一味的索取。哎，你家里的事我也听说了，之前是40斤大米，然后是50斤、70斤，现在直接要100斤。咱们每个月发的粮食我都没吃多少，你也知道，我给院里的知青做饭，他们给点口粮我也就能够吃，可他们咋一点不想想我的难处呢？要是我亲娘对自己那么不好，还想要大米，自己能让她吃泥，或者直接腿打断，给自己开2斤排骨票买排骨吃还差不多。姜文婉心这么想，可他没有发言，少管闲事保命。是不少。是啊。姜文婉吃完饭还给朱小敏也带了份，去了趟邮局，他又收到了周墩子的信。是你在部队当兵的对象给你写的吧？我要是你早就打报告回去结婚了，以后跟着随军，日子那才叫真的好。姜文婉笑笑，不急，人都没见到长啥样就结婚，扯犊子呢。爷爷奶奶介绍的，现在顶多是笔友。姜文婉随后带着冯春早回到知青点。婉婉，今天太吓人了。怎么了？山上有人听到狼吼了，有人说。朱小敏说到这里，看向旁边的冯春早，大勇哥上山了。只见朱小敏点了点头，冯春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呜呜的哭起来。米，给你打包的，我出去一趟。婉婉，你不能去，要真是狼群那可是要命的。姜文婉拿着枪往山上跑，半路就看到大队长。大队长，胡闹！你个女娃子去干啥子？开回去，这不是添乱吗？我有枪，没事。早就有人进山找人了。姜文婉顺着枪响的方向赶了过去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只？这是捅了狼窝了。只见此时姜文婉已经在一棵树上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一枪击中那头狼的头，爆头。狼群中头狼死了，狼群开始骚动。姜文婉瞄准一头狼，又是一枪爆头。是谁？不知道，我想不到是谁能进山救咱们。难道是上面派的公安来？只见此时的大队长也是一枪一个，剩下的那些狼见头狼一死就逃了。江知青，怎么是你？当然是我，我爹就是当兵的，我从小就跟着我爹练习准头，可惜他现在，唉。之前就知道你是烈士遗孤，没想到你的枪法竟然也这么准。
好孩子，多谢你这次上山来救我们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们赶紧下山。没想到江知青原来你那么厉害。只见此时孙老大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向姜温婉，见姜温婉没有理会他，又说道：对了，一会儿我们是不是要让村里人上山把这些狼给抬回去？就怕上来的时候再遇到狼群，那些狼不要也罢。大队长，我身上可没有棉花票，冬天可就指望做件狼皮衣服了，要不我让知青点的人来抬回去。那等会儿让村民过来抬回去，赵老哥把枪给你家红兵，我让我家老大拿着我的枪跟着一起进山。好。随后几人就回村了，很快就来到冯春早新婚这天。知青典礼，每人都在准备新婚贺礼。姜温婉准备的是3尺的布票。姜温婉，你那么多皮子，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一张皮子来给冯知青做嫁妆呢。是啊，江知青，你有那么多张皮子，拿出来一张给冯知青做嫁妆，那可是倍儿有面的。你俩今天是不是吃大饭了？不然嘴怎么这么臭？你们脸皮那么厚，不会是想要揭下来一层脸皮给冯知青当嫁妆吧？让我出狼皮，你们出脸皮是吗？姜温婉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胡清华这几天一直听村里人说姜温婉怎么好，还打了狼被奖励了20个公分，让他的心里十分的不平衡。大喜的日子别逼我动手，见血就不好了。你敢？姜温婉，我告诉你，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就去找大队长，大队长不管我就去报公安，我看你敢打我一下试试。胡清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婉婉只是拍了个巴掌，你就吓成那个样子，真怂！我看你就是又怂又爱挑衅，真是服了你了。我说王建国，你不管他，就他这段位还敢去招惹江知青，活腻歪了吧？姜温婉，其实清华说的也没错，你那么多皮子，我倒是不介意把你的皮给扒下来，什么皮也没有你的皮金贵啊，我看有你的皮就不错。胡知青，你就别说话了，你眼红也没用，要不你让你家里给你有点钱，你也买把猎枪，自己进山打呗。买把猎枪要400-500，家里2个月能我给进50块钱已经是极限了，而且这钱还是给我用半年的，我都不怎么舍得花钱，早晚把姜温婉身上的钱都给弄过来。谭知青，你说的也对，等回头我也弄一把。这个时候迎亲的马车过来了，冯春早带着行李上了马车，知青点的人今天都不上工，要跟在马车去赵大勇家。婉婉，你看那边几人有端着鸡屎过来，还有端着锅底灰的，他们这是要闹婚了？闹婚是吧？来姐陪你们闹。马德比、杜知青，我们陪他们闹。那端着一簸箕鸡屎的人被马德比一踹，姜温婉直接把鸡屎倒在他的头上。哎呦，大喜的日子热闹热闹，不许生气啊！太你们热闹新郎，你们热闹我干什么？是这样吗？我们家那边不是啊。哎呀，大喜的日子你们也不能生气，多闹闹也热闹不是？只见杜志远那边也将一个养着锅底灰的青年给干倒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这是整的，大喜的日子都不许生气啊！姜温婉给他竖起个大拇指。可不是，大喜的日子就应该热闹，都不能生气。哼，你个臭脑门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哎呀，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说完又把鸡屎往他的头上倒了倒。热闹啊，多热闹！江知青那个差不多就得了，是他们不懂事，回头我收拾他们。赵二叔，你这话说的是他们要热闹，我这不是让他们热闹吗？你个臭脑门儿！只见鸡屎男抓起一把鸡屎就冲着姜温婉扔来，姜温婉一侧身躲开，鸡屎就扔了赵老二一脸，姜温婉还一脚将人给踹倒。赵二叔，他们闹婚呢，你别生气啊！让你闹新人，没让你闹我们。闹谁不是闹？不就图个热闹？我们就觉得这样挺热闹。你要是不够，我就再去拿鸡屎来。你。大队长这时走了过来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这是新来的2个男知青，正好赶上今日村里有人结婚，我就顺便带过来了。这2个男知青不是上次在火车站那2个吗？马知青，新来的知青行李已经放在你们知青点了，回头你们看着安排吧。同志们好，老乡好，我们是新来的知青，我叫周云婷，我叫吴卫国。烦死了，怎么又来了2个？马德比，你那屋子那么大，难道还睡不下？马德比现在也怕姜温婉，睡得下睡得下。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，刚才那鸡屎男去洗了把脸，脸上表情转换后就朝着他们来了。大喜的日子这事儿整的，来喝酒，听说你们知青点的知青都特别能喝，我跟你们喝一个。来，哥几个尽尽地主之谊，咱们今天必须喝好了。好，今天我和你们喝，不给你们喝好了，我就跟你姓。不能对女知青出手，那就只能对男知青出手了。来，今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，咱们今天必须酒喝好了。周云婷是吧？看你这个头比我都高，酒量有吗？周云婷瞬间就明白马德比意思，然后说道：来，我来陪你们喝。就你们看不起谁啊？我们这里随便一个都能喝怕你们，你们是个什么东西？鸡屎男现在不能对姜温婉出手，
就只能先找知青点的南知青麻烦。你一边待着去，这里没有你们两个新来的事儿，我今天就找他们喝酒。怎么事儿，兄弟？不给个面子是不是？你算老几？我凭什么要给你面子？好，今天我和你们喝，不给你们喝好了，我就跟你姓。这时马德比就开始跟他们拼酒。江知青，你那部队当兵的对象上次是不是又给你写信了？江温婉白了他一眼，没搭理他。江知青，你觉得新来的周知青和你对象比怎么样？什么？你看上马德比了？只见谭玉苗的脸一下就红了。江知青，你可别瞎说，我没有。你不会真的喜欢马德比吧？要不然怎么脸还红了？不过马德比中分头汉奸相，和你倒也挺般配的。江知青，我也是关心你才问你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时杜志远走了过来。马德比说他要坚持不住了哟，问你有啥子办法吗？江温婉拿出2颗药递给他，解酒的。杜志远眼睛一亮，拿着药给了马德比吃了，脑子瞬间清明，觉得自己又行了，一直喝到下午，把那2个青年给喝趴下了，他才罢休。江知青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周知青，你们见过面吗？周云婷笑了笑。胡知青，我想单独和江知青了解一下咱们知青典礼的情况，你能走开一下吗？我这可是为你们好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们孤男寡女走在一起，很容易引起别人闲话的。只要你不巴巴，没人说闲话。难道你和王建国干什么被人看到了，所以有经验？现在离我远点，不然……你瞪死什么？你可别忘了你是有对象的，管好你自己。哼！你想说什么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嘴巴很紧的，不会乱说什么。周云婷一想就知道他说是之前看见他穿军装的事。谢谢你帮我们保密，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一个事。那是什么事？那个，我就是周墩子。哦，江温婉愣了3秒才反应过来。呵呵，你是不是觉得耍人很好玩？江温婉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。如果是个我不认识的人，开这种玩笑我还不会生气，这人就是有预谋的，他这就是存心欺骗。什么周墩子？呵呵，哼！江知青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用小名是有原因的，我没有提起那日的事，是怕给你惹上麻烦。小名？对，我小名就叫墩子，爸妈希望我敦实一些。江知青，我这也不算骗你吧？希望江同志能够给我从宽处理。一会儿正经说话，一笑又有点痞的样子，这会儿一脸认真，真不是在故意勾引我？185的大高个儿，你是挺敦实的。多谢江知青夸奖。那江知青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江知青，你还没回去，正好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？说吧。我是来提醒你们一声，今天你们知青点关趴下的那个端着鸡屎的那个叫宋青山，是38大队虾塘子村大队长的儿子。哦，那又怎么了？那小子平时挺嘚瑟的，而且睚眦必报。你们知青点今天得罪了他，我怕他会找你麻烦。你要去县里的话，最好多几个人一起，要不你叫上我也行，他应该会给我点面子。行，这事我知道了，回头我要再去县里的时候会小心的。江知青，要不我送你回去？你看我是需要人送的吗？不用，我正好跟这个新来的知青介绍一下我们知青点。张卫国被拒绝也不纠缠，走时看了一眼周云婷。江知青，他是谁？大队长家的小儿子，小伙子很淳朴。我其实也挺淳朴的。江温婉上下打量他一眼，没看出来，倒是看出一股高干子弟的感觉。江知青，你觉得我哪里需要改一下吗？换张脸。说完，江温婉就回知青点了。江知青，你可是有对象的，最好和其他男同志保持距离，省得发生什么不该有的生活作风问题。韩玉苗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没事别来招惹我，我不想理你。这时孙菜花来到知青点。那个新来的知青，我爸是大队书记，看你们才来的知青点不过住，问你要不要去我家住？不用了，我们在这知青点能住得下。对了，这里写信是要送去县里邮寄，还是怎么邮寄？我想给我对象写信报平安。哼！只见江温婉白了他一眼。此时胡清华幸灾乐祸道：“你先写好，明天就有邮递员过来，到时候你给他就行了。”好的。说完，江温婉和周云婷就各自回屋了。你不去看看马知青，他今天可是喝了不少酒。他喝了多少酒关我什么事？我就是来帮我爸传个话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婉婉，可惜了，那位周知青竟然有对象了。怎么，你也有想法？我才没有呢，我可是有未婚夫的。那个谭玉苗，听说他之前还追求过马德比，后来被拒绝就歇了那个心思。那又怎么了？听说他对杜志远也挺那个的，我还看到他要主动帮杜志远洗背心。现在又看上那新来的周知青，嘿嘿，可有好戏看了。哎，你说周知青长那么好看，阳刚俊朗的，他对象得长什么样啊？可能长得国色天香，闭月羞花，上辈子拯救了国家吧。世界上真有那么好看的人吗？应该有吧。你看我好看不？好看啊。第二天，江温婉和周云婷就一起下地干活。今天是种玉米的日子，
江之清，你慢慢干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周云婷说完，快速刨坑，一下一个坑，一下一个坑。周知青，你也不用下死力气干的那么快，看看别人干的速度差不多就行了。江之清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谁说我原谅你了？我就问你，你是真的见到我爷奶了吗？我真的是争取了他们的同意才给你写信的。哦，所以你在车站的时候对我是见色起意，还是一见钟情？等一下，你还调查我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什么人？还有爷奶在哪里？周云婷傻眼了，怎么刚才就说漏嘴了？刚想解释，王建国和胡清华就走了过来。江之清，以前也没见你干活干得这么快，别是欺负人家新来的周知青吗？我就知道这王建国的腿不是真的断了，看吧，这么快就好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我平时打猪草也没少一击，到了你嘴里就变味了，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就你这样的还参军，你应该去土岐当知青。姜文王，我可忍你好久了，别以为你能打猎就了不起。王知青，你这是在欺负女知青吗？我欺负她？周知青，你别被她的外表给骗了，分明就是她在骂我们。王建国，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对号入座，再逼逼赖赖的，信不信我真打断你的腿？今天算你走运，我好男不跟女斗。说完，王建国就继续刨他的地去了。上午忙完王会计就来记工分了。很好，看来周知青很不错，这可是江知青来咱们大队后第一次干活，一上午能得4个工分的一次好好干，相信你们下午还能再得4个工分不是问题。王会计，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给我挖坑？不敢不敢，你可是女英雄，大队长已经网上报了你上山救人这个事，估摸着上面能给你表扬。真的呀，哈哈，那我不是可以多请几天假了？周知青，你竟然能让江知青一上午拿4个工分，我佩服你啊！马德比，你这是说我懒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想说周知青厉害，嘿嘿。姜温婉给他个白眼。回知青点的路上，马德比凑到姜温婉身边。江知青，你身上那解酒的药哪里弄的？县里卫生所弄的。你想干嘛？哦，对了，这几天你就别去县里国营饭店打牙祭了，听说那个宋青山可能会找麻烦，就是那个鸡屎男。马德比，你认为我会怕他吗？你不怕他，关键那小子不是个东西，他们那里的女知青有2个都被他给活过，为此去年还逼死了一个。那他们大队没人管吗？整个大队的人都帮忙隐瞒，他们就说是自己掉水里淹死的，公安拿鞭查，整个村子的人都抱团帮忙隐瞒，就也不了了之了。那他跟赵大勇是什么关系？赵大勇的爸死了妈改嫁，嫁给了那小子他爸呗。不过后妈不好当，赵大勇他妈也管不住他。那些知青呢？他们可都是知识分子，出了这种事总会站出来的吧？嗨，哪个多管这个事儿啊？之前有男知青站出来和他对上，最后还不是被折腾的只剩下半条命。姜温婉看了周云婷一眼，他应该不会是为了这事过来的吧？马德比，那你不怕吗？只要不去县里，他们可管不到咱们这里，就是不能经常去国营饭店吃肉了。要不你回头打了兔子，肉直接卖给我得了。钱到位，一切都好说。中午吃完饭，下午继续干活。这时马德比又走了过来。江知青，你什么时候上山打兔子？这种苞米可要好几天，完了还要种豆子，这段时间是最忙最累的，我们都想吃好点。明天就去。太好了。明天你要上山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你能不生我气了吗？不生气了，但你最好记住了咱俩的关系。现在他们就是普通知青之间的关系。周云婷乐了，她理解为姜温婉是原谅他了，并且也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对象关系。哟，周知青，你这是乐什么呢？这里婶子好，我在想回头写信给家里，顺便告诉我对象，我在这里很好，知青点的人都很好，老乡们也都很好。哎呦，周知青，你有对象了呀？怪可惜的。下午忙完王会计就来记工分，下午只有3个工分，也很好了。江知青，今天你可赚了2天的工分。是啊，所以明天我要请假休息1天，打算去山上一趟。王会计一阵无语。第2天姜温婉请假就上山了。大队长，这是干啥呢？张三爷，你们来了。虾塘子的护林队接到上级只是来帮清理一下山里的野兽。刚才我听到枪响，是谁在山里打枪？还能是谁？江知青呗。你们知青点有几个江知青？就一个。小姑娘性子比较野，不过人挺好，估计是看村里人这段时间都挺累，进山给村里人打点肉吃。巧了，我也认识一个你们知青点里的江知青，他还从我这里买了把枪。原来江知青的枪在你那里买的。走吧，咱们进山去看看。只见此时的姜温婉打了野猪，还是一公一母。张三爷，今儿个没去国营饭店，咋来我们村了？你这女娃不错啊，打了2头野猪。三爷，我可小看你了。我也就是运气好。打枪这种事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江知青是好样的，你去喊人过来把这2头野猪都抬回去吧。
他们护林队要进山清理上次的狼群，那些畜生留着始终是个隐患。江温婉看了看地上的一只兔子，2只野鸡也够了。好的，大队长。江温婉下山让人把野猪抬下来，就回到了知青点，把野鸡和兔子都做好了。这时马德比也回来了。江知青，你打兔子回来了，哈哈哈，还给做好了啊！哎呀，这都不好意思。钱多少？5块。啥？你咋不去抢？在70年代吃一盆兔肉要多少钱？5块。啥？你咋不去抢？你爱吃不吃？马德比闻着味儿太香了，最终还是没忍住。给，你这可比国营饭店贵多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张三爷他们护林队去山上了。怎么了？那你这兔肉不应该收我的钱，我打算用这个招待张三爷，让他做个和事佬，跟他们屯子的大队长说一下，省得以后咱们去县里饭店吃饭提心吊胆的。你这是这么办没毛病，甚至我都应该说你一声仗义，人情世故玩得明白。那你怎么还收我的钱？你办你的事，别带上我。为啥？当时不是咱们3个人一起的吗？但你也别以为你是女的就没事，那王八犊子可不管你是不是女的，你是女的说不定还更吃亏。你的好意我收下了，我的事你别管了。那兔肉我先放你这里放着，等下午我请张三爷吃饭。行。晚上吃饭时，马德比带着张三爷一起过来。丫头过来一起做，没想到你们还是热心肠。你们和宋青山那小子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回头我去跟大队长说一下。那小子别人的话不听，他爹的话还是听的。听说小宋同志在村里可是一霸，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知青，这事儿可真要劳烦张三爷了。没事。吃过晚饭，江温婉就在等周云婷。周云婷今天也请假去了县里。婉婉，天都要黑了，你怎么还不进屋？我之前在院子里看到过一只小黄鼠狼，我想等着看还能不能再看到。黄鼠狼啊，我都没见过黄鼠狼长得什么样子。听说那东西喜欢偷鸡吃，今天咱们还吃剩了一只野鸡，它会不会来偷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会儿了没见到它，不管了，走回屋睡觉。江温婉刚回屋就听见外面有动静，赶紧的走了出去。怎么是你？你又来做什么？难道还想吃鸡肉吗？江知青，你在院子里跟谁说话呢？我在跟黄鼠狼说话呀，我问问他是不是来偷鸡的。那你和黄鼠狼慢慢聊，我先睡了。你这小家伙跑什么？江温婉现在也睡不着，就跟着出去了。刚出知青点，江温婉就闻到了血腥气，赶紧跑上前查看。周云婷，你怎么样了？周云婷猛然睁开眼，是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是追着偷我鸡的黄鼠狼出来，然后就看到了你。你怎么样？怎么会晕在这里？我腿中弹了，一路避开众人走回来，本想潜伏起来，等着晚上再回去，没想到竟然晕了过去。多亏你过来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回去一趟。我那里有去藤片和土霉素，我再拿瓶酒过来遮掩血腥气。江温婉回到院子，跟着他回来的还有小黄鼠狼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来偷鸡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江温婉嘴上这样说着，回到屋里拿药，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鸡腿，把鸡腿扔给黄鼠狼。刚才还拿了把毛刀，他想着毛刀的头是尖的，比较方便挖子弹。你忍着点，我帮你把子弹挖出来。江知青，你能行吗？我打野猪后，野猪身上的子弹都是我自己挖出来的。周云婷一阵无语。那你来吧。今天马德比招待张三爷，正好买了不少酒，你灌一口，然后往伤口上倒点，再往衣服上倒点。江温婉一手按着他大腿内侧，一只手手起刀落，那么一挖，一枚子弹就被他给挖了出来，赶紧往伤口倒酒杀菌，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。没想到这小子这么能忍，居然一声都没吭。我们先回去，我想办法帮你遮掩。对，小偷，敢到我们知青点偷东西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你快喊啊！啊，我的腿断了！吴卫国终于听到周云婷的声音，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。江知青，这是周知青，不是小偷。大晚上才回来，还喝得一身酒气熏天的。我在抓黄鼠狼呢，他突然出现，吓我一大跳。我能不把他当成小偷吗？我打断他的腿都算轻的。吴卫国蹲下身来扶周云婷，两人小声交流了下，吴卫国就知道了情况。江温婉，你大晚干什么？烦死了，还不让人睡觉了？江温婉，你是不是就会打断别人的腿？我这腿刚好，你又把人家新来的周知青的腿打断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火啊？我打断你的腿是因为你偷骑我的自行车，我打断他的腿是因为我以为他是小偷，大晚上的喝酒晚归，害我认错，是我的原因吗？吴卫国也赶紧做戏做全套。江知青，你打断了周知青腿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明天我们一定会找大队长说道的。随便你们，反正我又不是故意的。
说完，姜文婉就回屋了。大队长，你给评评理。我承认我昨晚去县里遇到老同学，喝酒喝得多了点，回来晚了点，可也不至于被打断腿啊。江知青啊，你要我怎么说你这是第二个了？你说说，你要怎么解释？大队长，这也不能全是我的责任。我昨晚做了卤鸡，有黄鼠狼来偷鸡，我就抓呀。结果我刚出去就见一个人影，黑灯瞎火的，我以为是小偷，那我就打断小偷的腿，不也是很正常吗？周云婷坐在炕上，眼中闪过笑意。可我不是小偷啊！你当时又没说你不是小偷。那我这腿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大队长，我这几天肯定不能上工了。大队长，这次必须要让江之星多赔公分才行。还有，我听说您向上汇报表扬他了，就他这样哪里值得表扬了？表扬我，那是因为我打狼我救人了。那你还打人了呢？你再说信不信我还打你？你敢？好了，这件事我了解了。江知青，你打人有错，撇周知青10个公分。那我吃饭问题也不好解决，要不让他也带上我的饭？行，我会让队里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活。正好江知青打猪草，你就负责坐在那里剁猪草吧。好了，周知青，你赶紧去卫生所看看。这个女知青太狠了，一脚下去，直接把别人的腿给踩断了。江知青，你这一脚可真够厉害的。周知青的腿骨折了，费了好大的功夫，医生才接好。哦，周知青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？你别是诓骗我，你把裤子脱了，我看看你的腿。说完，姜文婉就要去脱周云婷的裤子。嗨，江知青，你在干什么？报告大队长，我想确认周知青的腿上还有没有别的伤，我怀疑他是故意讹我的。大队长的脸都黑了。你把人家腿打断了，你还怀疑人家讹你？你可真行啊！人家没有讹你，那你的态度呢？那我下午请假去山上打几只野鸡，不，还是兔子吧。兔子蹦跶的欢实，吃了对腿肯定好。周知青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别你用嘴巴说，行还是不行？行。大队长您看，他都说行了，不是大事儿。你老今天这是咱们公社的康领导，听了我的汇报要来考察一下。说是考察，其实就是上面觉得一个女娃打枪准，挺好奇的，就让康领导下来看一下。康领导好。江知青好啊，听你们大队长说你枪法厉害，上次很惊险，多亏了有你。你下午要上山打兔子，算我一个，我也去看看你的枪法怎么样。是，保证不给大队长丢脸。那就说定了，下午一起上山，你们忙。江知青，下午你们上山要不要人帮忙拎东西？我可以啊。不用你。不用我，你用谁？姜文婉看了一眼孙良胜，我用孙知青，看人家就比你斯文多了。斯文多败类啊！你看他那样子就没有我能干活，你让他去。孙良胜一听这话就不愿意了。马知青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这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。我是学文好，我光荣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变成了斯文败类？滚犊子！别给我上纲上线的，信不信我削你？你怎么能这么野蛮？他就那个样子，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和他一般见识你就掉价。他扯起把子来啥都能说得出来，何必和他计较？婉婉，饭做好了，你去给周知青送饭过去。哦对，我忘了。你给人家周知青多盛点肉。姜文婉盛好饭就来到周云婷屋里，是19大队的。周云婷点了点头，姜文婉就明白了。吃完饭，姜文婉就去大队长家里。康领导好，这是我们知青点的孙知青，他看咱们要上山，主动请缨要上山帮忙拎兔子和野鸡。我一想也对，就答应让他跟着来了。那行，那咱们这就上山吧。几人刚上山没走多远，就有一只兔子。好，打得漂亮！看来江知青你这枪法是真不错呀。你这枪法是跟谁学的？报告康领导，我的枪法是从7岁就跟我父亲学的。我的父亲是一名伟大的军人，只是后来光荣牺牲了。你是烈士家属，又下来做知青支持农村建设，这很好。来，再打几只。姜文婉一笑，看到一只野鸡。这次没有打中，没关系，你要是能100发100中，那还成神枪手了呢。说完，几人就继续往山里走。快看袍子！好，江知青打得不错。谢谢康领导夸奖，我不打这只袍子，你还不得继续在山里转。大队长，这是公社下来的康领导，你这是打了只黄鼠狼。康领导好。我妈养了2只鸡，这黄鼠狼到我家肯定是偷鸡的，让我给逮着。我寻思送到乔老大家，让他给我把皮子削制了。你们这是打到袍子啊？是。姜文婉怎么看这小黄鼠狼都眼熟。孙大叔，你这黄鼠狼匀给我呗，正好我想要这么一张皮子过冬。回头你想要什么跟我说，我到山上给你弄来。孙老大看了看手里的黄鼠狼，你想要？你知道我最恨熊瞎子了，你能给我弄来？行，回头要是遇到了熊瞎子，我给你打一头回来。当着康领导的面，
孙老大也不好说什么。熊瞎子可不是你个女知青能打得了的，我也就那么一说。这黄鼠狼，你想要就拿去吧。谢谢啊，孙大叔，回头有事你喊我一声，我指定帮忙。孙老大也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。姜文婉他们又去打了几只兔子野鸡就下山了。你真要用它的皮子做衣服，不觉得膈应啊？不觉得呀。孙知青，你先回知青点。江知青，你去哪？咱们不去下地吗？你去吧，我去乔老大家，让他帮我把这只黄鼠狼的皮子给削一下。你这小家伙怎么还能让人给逮住？你别动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小黄鼠狼好像真的听懂了一样，趴着一动不动。看你这小腿都受伤了，孙老大打的。你说你没事去招惹他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替你父母报仇？正好我跟他也有仇，你这个仇回头我帮你报了，你以后自己小心这些。你跑什么？你是要我跟你走吗？姜文婉这下好奇了，跟在他后面就往山里走。小家伙，你带我来这里是做什么？该不会你住在这里吧？你要请我到你家做客？小黄鼠狼跑到一棵绿色的小苗前，伸出前爪指了指那小绿苗。这是什么？你要我啊？民国以后不准动物成精，可这只黄鼠狼一样带我上山去挖棒槌。这是什么？你要我啊？姜文婉明白了小黄鼠狼意思，撸起袖子就开挖。棒槌不对，是人参，这是你给我的谢礼。你竟然是吃人参长大的，难怪你都要成精了。这一片5、6颗，我挖2颗走行不行？姜文婉见小黄鼠狼同意了，又走到另棵人参前开挖，把这棵人参也完整的挖出来，收进空间。和小黄鼠狼告别后，就回知青点了。孙良胜呢？没看见啊，江知青，你这日子真过得不要太好啊！回来就看见你们厨房门口有只兔子，这会儿你就拎着2只野鸡回来，你这是打算卖了还是都吃？要不卖你1只，做好的5块钱1只，野鸡1块钱1斤，这一只能有个3斤的样子，什么手工费要2块钱？不吃拉倒，我自己吃，给周知青1只，补一补他的腿。太阳什么时候打西边出来了？你咋突然这么好了？滚！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昨天兔子做的那么好吃的份上，这野鸡我也买了，给我红烧吧。婉婉，厨房的兔子也要做吗？做，这是康书记让拿回来给咱们知青典里的知青补身体的，肯定要做给大家吃。兔子就做红烧兔。江知青，你就不能厚道点？你要是早告诉我有兔子，我还买你的鸡做什么？对呀，我要是早告诉你有红烧兔肉，你还能买鸡吗？哎呀，不要生气了，你把这鸡放着明天再吃不也行吗？马德比闻言也只能这样。众人吃过晚饭，早早的就睡觉了。米米，你给我说说，你和你那未婚夫是怎么谈恋爱的呗？怎么你想学？不过这谈恋爱的见面不见面就写信的话，你也不知道他长啥样，要不你让他邮张照片过来看看呗。人都过来了，还有啥照片？你也知道他在部队，照片肯定不能随便邮，而且他最近出任务了，我的心里还挺担心他的。你说我是不是恋爱了？你这可能并不算是恋爱，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习惯。你看他之前经常给你写信，你也给他写信，忽然他不给你写信了，所以你就心里才会惦记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要是谈恋爱了，要怎么推进？朱小敏小声说道。亲嘴啊，好好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和你对象亲过嘴儿？哎呀，羞死了，我才没有呢，我们连手都没牵过。我听说拉手是会怀孕的，我们还没结婚，万一有孩子了怎么办？谁跟你说拉个手就会怀孕的？那一定是骗你的，笑死我了！你说我问你干啥？好了，睡觉了。当晚姜文婉就做了个亲嘴儿的梦，只是眼看就要亲到。江知青，江知青，你在吗？这谁家闺女睡到这个时候都不起呀？也不知道宋队长咋想的，让我来说亲。江知青，江知青，开门啊！哎，我说你谁呀？大清早的就来拍我们知青年女知青的门。这位婶子，不要擅自来敲女知青的门。你这小知青少管闲事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位婶子，你谁呀？哎呀，这女知青长得可真好看，难怪宋大队长让我来说亲。我是38大队下堂子团的李婶子。之前你和咱们的小宋同志不是有点矛盾吗？这位婶子你先听我说完。张三爷回去把你一顿夸。咱们宋大队长觉得江知青你是个好姑娘，他家那小子就得你来治，这不就让婶子我来说亲？你要是同意了，这事咱们就定下来，过2天就让那小子来接亲。这时姜文婉黑着脸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婶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才是你说的江知青。回去告诉你们宋大队长，这是我不同意。再说我已经有对象了，是当兵的，难道他还想挖军人墙角，破坏人民团结？李婶子瞳孔一缩，周云婷也补充道：江知青，如果他们在纠缠，你就给部队当兵的对象写信，相信他们部队领导会帮您处理这件事。知道了。李婶子也害怕了，
看这事闹的，那我回去跟宋队长说一声，他可能之前也不知道这个事。你说下堂子屯那大队长怎么想的？你揍了他儿子，他还要让他儿子娶你，这不是有病吗？谁知道呢？欠揍呗。姜文婉说完就上山打猪草了。江之谦，我爸是不是让人来跟你说咱俩的婚事？嘿嘿，我这才发现你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答应，我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。所以你是来警告我不要答应的，有点意思。你放心，我还看不上你。呸！你不就是个臭知青吗？仗着城里来的有点文化，你就看不起谁呀？我告诉你，不是你看不上我们青山哥，是我们青山哥看不上你。好了，别跟他说些废话。就他这样，我要是娶回去一天打9顿，让我白睡还差不多。想跟我结婚，你想得美！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呀？你是从哪里来的优越感？呵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城里来的知青又怎么样？还不一样种地。你要是吃不了苦，我倒是可以让你干点不吃苦受力的活。青山哥，要我看他还没有咱们村里的老娘们能吃苦，屁股也不大，一看就不是生儿子的料，就是不知道。这是张坤在宋青山耳边小声说道。青山哥，你说咱们今儿个来都来了，不如今天出门是没看黄历吗？这事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答应跟你结婚的。我要去打猪草，你们别妨碍我干活，不然我要喊村里人过来了。说着，姜文婉低着头就往山上走了。难道这次演得不好，他们怎么没跟上来？我听说他在三大爷那里买了猎枪，这会儿看他身上没有，肯定是没带。咱要不趁这个时候下手，回头他要是把枪带在身上，咱就没机会了。咱要不趁这个时候下手，他现在身上没带猎枪，要是以后咱就没机会了。你确定咱们动了他？你三大爷那边没事儿？放心吧，你还不知道我那三大爷，他看上的是国营饭店的那位，这个他肯定没兴趣。那好，他现在上山，走，咱们跟上。我看他比咱们知青点的那几个知青都白净，长得也好看。你要是那啥，这个就给我，我先来。你可悠着点，上次那个跳河的，咱们屯子里已经有人不满了。怕什么？他们这种女知青，你吓唬几句，他们自己也要名声，也不敢说的。再说了，这大山里面咱们干点什么，谁知道？我看上次大勇结婚的时候，这小娘们儿身手不错，不知道干起来带不带劲儿。妈的，这小娘们儿不就打个猪草，怎么一直往山里走？她是不是发现了我们，想要躲开？不管了，咱们赶紧追上去。我还不相信2个还能弄不过他一个。你们俩怎么还跟我进山了？小娘们儿，你跑得挺远了，这里是深山，你就不怕有猛兽？连你们2个我都不怕，我还怕猛兽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跟着我进山？孤男寡女在山里，你说我们想干啥？我想不出来，难道你们是想欺负我吗？不怕我去告你们流氓罪，让你们吃花生米吗？你若是识相，今儿个就把我们伺候好了；你若是不识相，还要去告我们，那你看我们今天让不让你离开这里？爹，这山里可是有野兽的，就算你发生点什么，那也是被这山里的野兽咬死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哦，懂了，你们这个办法好。你找死！你个臭娘们，你还敢打我？废话，打都打了，你还问？今天我就替你们爸妈教教你们，他们不舍得打，我来替他们打。欠揍的玩意，喊我不要肖想嫁给你，你敢娶我，3天给你打9顿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错了，本来就没有娶你。说，你们知青点那个跳河的女知青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她自己要死的。对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她自己想不开，这不能怪我们啊。说你们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？我们没做什么。没有，那看来我不仅要继续打你们，还应该把你们绑到树上喂狼，说不说实话？这一声狼吼叫得好。说，我们不就是睡了他2次，谁让他穿的花里胡哨，那么辣，不就勾引男人吗？谁知道他还会跳河自杀？你们2个都欺负他了。女孩子打扮的好看点就是勾引吗？你们畜生不如，那就喂畜生。不要，救命啊！接下来的事姜文婉就不管了，打完猪草就回去了。哎呦，周知青，你这一笑可怪好看的，这要对着村里的姑娘一笑，准能迷倒一片。蓝婶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今儿个来铲猪粪啊，正好周知青来剁猪草，你快帮人家周知青多干点活吧。好个小伙儿，要是腿瘸了，他对象不要他，你可是有责任的。婶子，这你放心，就算他腿断了，他对象也不会不要他。
嘿嘿，江知青，你打一上午猪草也累了，你坐着休息吧。哎呦，看小周知青多会关心人。只见江温婉看了一眼周云婷，哎，江知青，听说虾塘子屯的大队长还让人过来给你说亲，真的假的？来的是不是李婆子？婶子，你认识那李婆子啊？她一早上来跟我说这个事儿，我可是有对象的人，我对象还是军人，他这道德品质就有问题。那可不，咱可不能破坏军人家庭。好了，不和你说了，我也赶紧做完好回家做午饭了。周知青，你中午想吃什么？只要你做的，什么都行。江温婉帮周云婷这边忙完就回知青点了。胡知青，有你的信。谢谢邮递员大哥。江知青，这还有一封你的。谢谢。江温婉打开信封一看，是原生亲妈写的，意思是家里没钱了，希望他往家里邮200块钱。之前用张翠芬写，在空间实验室中验过 DNA， 检验结果是原生亲妈，只能说这张翠芬也是一个奇葩。胡知青，你爸妈对你也太好了，又给你邮了30块钱。哎，我爸妈早就不给我邮钱了，就过年的时候能想起来给我邮个20块钱就够好的。哼，江温婉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到头来你妈还不是把钱都给了我，气死你！哎呀，都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还好我爹疼我，没让后娘搓磨我，不然我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去。婉婉，快看我妈给我邮寄了好多吃的，有蜜麻花、麦乳精、红糖、驴打滚，还有其他的。朱知青，没想到你才是咱们知青里条件最好的。之前江知青的外国巧克力被你这些东西一比，根本不够看啊！江知青，你对象这次没给你写信啊？江温婉真心觉得谭玉苗这姑娘挺好，每次说话都要顺带挑拨一下。谭知青，你打听我对象干啥？他可是当兵的军人哦，你打听军人动向，你该不会是有问题吧？你可别瞎说，我就是顺口问问，我可是好人。谭玉苗吓得转身就走。婉婉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要不中午别做饭了，就吃这些。我能跟你吃这个，可还有个人的饭得给他做上吧？江知青，要不你也把我腿打断得了，只要你管饭。滚！建国哥，你腿断的时候也没见他管饭啊？你好意思吗？一个是误伤，一个是偷骑了我的自行车，自己什么性质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说起这个，王建国的脸黑了下，生口闷气。胡清华还想说话，被王建国拦住了。下午江温婉打完猪草又去打猎了，运气不错，没多久就打了2只野鸡和飞龙，后就回知青点了。江知青，你的表彰下来了，上面决定给你一个3等功的奖励，这是你的3等功荣誉证书，另外还有50块钱的奖金。谢谢大队长，以后我一定会做更多对人民有利的事。这事儿本来应该召集村子里的人集体对你进行表扬，但是咱们现在生产队现在任务是多种地，多产粮食，打猎偶尔一起进1次2次山就行。大队长放心，我心里明白了。孙良胜这时也走了回来。孙知青，你下午没上工啊？孙良胜愣了下。啊，是去看了个老乡。哎，你明天也去县里吗？去，你也去吗？去啊，我打了野鸡和飞龙，打算去国营饭店卖了，然后去供销社买点东西。江知青，明天去国营饭店的时候，你叫上我，咱们一起呗。我也好久没去国营饭店吃饭了。好啊。晚饭时，江温婉给周云婷送饭。他明天要跟我去国营饭店，你要小心，明天随机应变，注意安全。放心。第二天，结果知青点的人都请了假，说要去县里泡澡。我看这一路上也平安无事。马知青，你也太小心过头了吧？难道你还怕虾塘子屯那2小子？小心无大错，那也是你们惹出来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滚！就冲着你这话，明天就给我搬走，滚出知青点。王知青只是抱怨一句而已，说的也没错，是你们得罪的虾塘子屯的人，又不是我们。江知青，你们女知青你不管？我管得着吗？那胡清华，你也跟他一起滚出知青点。凭什么我要离开知青点？知青点也不是你的一言堂，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想走就不要说那些破坏团结的话。这话让王建国和胡清华都闭了嘴。到了县里，下了马车，车钱是马德比付的，来县里澡堂子是他提议的。你们先去洗，我送周知青去卫生所后就过去。好，那我和江知青一起去一趟国营饭店，你们不用等我。早上不是才吃过，你这就又要去国营饭店吃饭？哎，无所谓，反正县里也安全，你们爱干嘛干嘛。和众人道别后，江温婉和孙良胜往国营饭店的方向去。孙知青，你去国营饭店做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之前那位老乡喜欢吃国营饭店的锅包肉，知道我今天要来，就让我给买点。江温婉知道肯定不是这么简单，随便点了点头。张三爷，为什么我每次来都能见到你？哈哈，我这不是习惯了来这儿吃饭吗？昨天弄到飞龙了，
是的，这是给您的。这时刘姐也从后厨走了出来。江知青过来了，哟，今天有飞龙。刘姐，您就别惦记我的飞龙了，飞龙今天我答应给三爷了。这是江知青给我的，感谢我帮他办事的。你要是稀罕，我送你。嘿，你给的我才不要，要是江知青给我的，我指定收。最后2只野鸡卖给了刘姐。出了国营饭店，孙良胜还真的买了锅包肉。哎呦，江知青，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？这就要开始表演了。孙知青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送你去卫生所看看？不用去卫生所，我可能是早上吃坏肚子了。我记得这不远处有一个厕所，我就去趟便所就好。江知青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拎着这个去不方便。你一起拎进去再拎出来，这锅包肉就多一种味道。江知青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对了，一会儿我老乡要是过来找我，你直接把这个给他就行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又不认识你老乡，他有什么特征你给我说说，万一我给错人怎么办？哎，你看前面那个就是。哎，不行，你把东西给他，我先去厕所，快忍不住了。孙知青，你等一会儿，万一他不认识我，不要你的肉怎么办？江知青，你把东西给他就行，我真快忍不住了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要给他带回去吗？怎么他也来县里了？孙良胜收到风声，最近有人在查他，就想到让姜文婉在这里把东西给出去，这样他就不在场。江知青，快把东西给他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在19大队的知青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人听突然问他叫什么，愣了一下，看孙良胜。江知青，就让你帮我递个东西，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我这不就是好奇，我忽然也想吃锅包肉，要不这个给我，我再进去给你们买一份。一听这话，孙良胜瞬间就慌了。你想吃自己去买，我还有事，你把东西给我。哎，哥们，你有啥急事？也不急于这一时，咱们去喝一杯。还好这时吴卫国带着纠察队赶了过来，把他们带回去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干，我是陪着江知青过来的。我是你想用就用，想甩锅就甩锅的吗？公安同志，这个是他让我交给这人的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给你们了。谢谢你了，为党和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，说什么谢？你这知青觉悟很高啊！行，那人我们就带走了。江知青，周知青还在卫生所，你帮我去跟他说一声一切顺利。放心，周知青有我照顾，保证不会有事。吴知青说他要晚点回去，让我来接你。你的腿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我的腿不疼，这点伤对我说不算什么，个把月就能养好。你对我是一见钟情，还是见色起意？接上集。周知青，你的腿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我的腿不疼，这点伤对我说不算什么，个把月就能养好。那你是不是要走了？其实姜文婉很舍不得他，因为人还没看够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，嘴都还没亲上呢。没有那么快，他们背后还有人在往梆子国传情报。你别说了，我不听太多，就刚才那一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些我不懂，也不掺和。周云平这时没有说话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江知青，等我回去了，咱们就打报告结婚吧。我想和你升级一下革命友谊，你愿意吗？只见此时姜文婉脸微微一红，愿意吧。不过暂时对于你这个人，我觉得了解还不是很透彻，至少我都不知道你家里有什么人，他们的性格都怎么样，还有他们会不会喜欢我。你放心，他们都会喜欢你的。等一下，你之前的问题还没回答我。什么问题？我家里有什么人吗？不是，就是你对我是见色起意，还是一见钟情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也奶，还调查我？我承认我是见色起意，一见钟情，蓄谋良久，处心积虑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我也要跟你坦白。你就不能一次坦白个彻底？该不会是你有未婚妻，或者青梅竹马了吧？不是，是你。快让开，我媳妇怀孕了。周云婷还想说的话就被这李彪给打断了。江知青，医生怎么没在这里？不知道。这个李彪不就是媳妇怀孕了，他用得着那么着急吗？你认识他们？认识，那人叫李彪，是虾塘子屯的，他抱着的媳妇儿是张婶子的闺女，他们上个月结婚的，那个时候你还没来，没想到这才1个多月就怀上，这速度可真快。你要是羡慕的话，咱们结婚后我会努力的。我要举报，这里有人耍流氓，我都还没答应，你自己努力去吧。见姜温婉害羞的跑开了，不过没一会又跑了回来。现在你的腿脚不方便，我可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不管。姜温婉刚走到卫生所门口，他的腿是被你打断的，下手够狠的。姜温婉尴尬的笑了笑，拿捏得很好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学医啊？当然有兴趣，这样我的医术就有了光明正大展示的机会了。老师好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以后老师就是我亲爸。张老被他给逗乐了。你亲爸呢？牺牲了。
行了，你以后每个星期过来个2-3天，我教你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怎么使用。另外，你什么学历？高中毕业。行，我先给你拿几本书，你回去看，有不懂的到时候来问我。谢谢老师。告别了张老，姜文婉就来到汇合点，马德比他们已经等着了。就你们2个，吴知庆和孙知庆呢？他俩有事可能要晚些回去，咱们先走吧。姜文婉随便找了个借口。那行，我们就先回去。坐着马车上，胡清华看看姜文婉，又看看周云婷。有些人别是看着人家长得好看就想往上贴吧，别忘了你们可都是有对象的。你可真是眼里是屎，看什么都是屎。刚才我在路口遇到吴知青和周知青，吴知青有事让我帮着照看这些周知青，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。你那嘴是粪坑吗？什么纯洁的革命友谊到你嘴里都能变了味。我是好心提醒你们，不领情就算了。呵，那你人还怪好嘞。第二天见孙良胜还没有回来，杜志远这个知青点的点长就向大队长汇报了。行，这个事我知道，我会向上面反映的。他要是回来，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一声。大队长了解完情况就离开了。胡知庆，把院子里扫一下。为什么让我扫？轮到你了呗，别废话，赶紧扫，要不就让王建国扫，扫不干净，明天还是你们继续扫。我要抗议，这不合理。哟呵，怎么不合理了？扫院子都是大家轮着扫的，又不是就让你一个人扫。胡清华见没人帮他说话，只能认命的妥协了。下午，姜文婉拿着背篓背上猎枪去打猪草，路过了大队长家。大队长，这姑娘是干什么的？我记得你们这护林队不是解散了吗？她是知青点的知青，上山打猪草呢。不得了啊！你们这上山打猪草的都配上枪了。城里来的小知青就图个新鲜。哦，对了，他就是你爸让人来给你弟说亲的，只是人家有对象，还是部队里的，你们就别动那个心思了。原来他就是那个江知青嘛！我爸知道后就打消了那个心思，就是我弟只有2天不着家，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就让我出来找找。他不会又去县里了吧？那谁知道呢？要我说他身上的钱花完了，自然就会回家。就我爸瞎操心，还让我出来找。哎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对了，我听说上次三叔带人来你们这边的山上打了几头狼，我也打算从你们这边进山瞅瞅。去呗，不过你们得小心，上次打了几头，还有几头狼没找到，你们自己小心，出事了我可不管。得嘞，那我们这就上山。江知青，打猪草呢？你们这是要进山啊？出来找人，顺便来你们这里放2枪，看你身上也背着枪，要不要一起进去打2枪？我就不拖你们后腿了，我还是打我的猪草，等有野猪下来，我自然有机会。对了，我弟有没有来找过你？见姜温婉一脸的疑惑，我弟宋青山那小子混不吝，要是找你麻烦，你能揍就揍。另外，我爸也知道你有对象，那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前2天是来找过我，警告我不要答应婚事，我告诉他我有对象，他就走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们进山了。我怎么觉得咱俩这样像是偷情一样刺激？姜温婉没有上山，打了猪草就来到周云婷这里。蓝婶子今天不在，又有机会单独相处了，我怎么觉得咱俩这样像是偷情一样刺激？周云婷被他的话给逗笑了。我明天还要去一趟县里，之前有件事我一直没有给你坦白，就是我之前在火车站见到你之后，我就让人调查了你。这会儿听到他这么说，姜温婉倒也没有生气，毕竟自己底子干净，不怕他调查，而且他们是军人，谨慎些也是对的。你要坦白的就是这个事？不是，是当年。哎，江知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说到一半又被孙菜花给打断了。我来送猪草，我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你过来做什么？我来帮蓝婶子喂猪。这猪圈都成香饽饽了，你这么献殷勤，别是看上蓝翔同志了吧？蓝翔是蓝婶子的儿子。我没有，你别瞎说，我就是今天刚好手里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才想着过来看看。孙菜花说话时一直看向周云婷，姜温婉就明白了。外面有枪声，是怎么回事？下塘子屯的人从咱们村这边上山，还打了2头野猪。今晚就给你做猪腿补补腿，不然让你对象知道我把你给打伤，可要心疼了。对，我对象人可好，他要是知道我受伤，指定会心疼我。江知青，你说你们女同志都喜欢什么东西？我回头要给他买点东西寄回去。孙同志，你看周同志对他对象多好。孙菜花尴尬的笑了笑，是挺好的。江知青，你不也有对象吗？我对象对我自然也是好的呀，我们以后可是要结成革命伴侣的。哎，孙同志，你还没有对象，所以你不懂我们这些有对象人的心情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孙菜花气得喘着粗气，他来周云婷这里本来是想要来争取一下。你这下乡做知青，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去呢？等你回去，说不定你对象已经看上别人了呢。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对象说了都会等我的，而且等他升职，
我们就打报告结婚，到时候我就跟着他去随军。不过我对象长得可俊了，比周知青还俊呢。还有比周知青长得更俊的，这个江知青肯定是吹牛。哼，就让你们俩在那互夸对象吧，烦死了。江知青出事了，上山的3个瞎堂子屯的人，有一个被野兽给咬死了，另外一个身受重伤。我爸让你也过去说一下情况。好，周知青，你腿不好，别到处走，我去看看。婉婉，你过来了。这山里的野兽也太凶残了，咱们村里上山去接应的人都有2个受伤的。那畜生打死了吗？好像是没有，我听他们说，等哪天要上山报仇。大队长，你看，这是我家老二的衣服，前天他就是穿着衣服出来的，他这次又2天没回去，我这心里就慌。结果老大他们上山就发现了这个我家老二跟张坤的尸体。说话这人是瞎堂子屯的大队长，就是宋青书和宋青山的爹，就是被那畜生给咬死的。今天张乾也被咬死了，这可咋跟张老二交代啊？哎，爸，张三叔，你们一定要进山把那猞猁给打了，为我弟和张家兄弟报仇。你放心，我让人送你去县里卫生所，我们这就带枪进山，非得杀了那个畜生不可。我这就回去把护林队的全拉来，下午就进山。这个是我们支持你，正好打了2头野猪，中午就炖了，大伙吃1头，下午我们上山。姜文婉见没他的事了，就回知青点了。我要是有枪就好了，那我就也能上山去打猎。你不是有钱，买一把呗，反正也没人管。说的也是。马德比暗自算了一下他的家底儿。江知青，你的枪在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一把。说话时，马德比的眼睛去看这锅里的锅包肉。江知青，你这锅包肉好吃吗？不好吃。我不信，你给我吃1块尝尝，我就信。马知青不信没关系，我来帮你尝尝。周云婷夹起一块偏金黄色的，放进嘴里。外表汤汁酸甜适口，口感脆香，外焦里嫩，人间美味，好吃，很好吃。马知青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哦，买枪啊，跟张三爷买就行。此时的马德比可没想买枪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2块钱，我分你6片。2块钱就6片？江知青啊，做人不能太黑心，10片、7片，再墨迹就没有。成交，我自己挑，要大块的，用公筷。知道，咱也是讲究人儿。我也要2块钱的，我就不信你做的锅包肉能有多好吃。这时在屋外的王建国也走了进来。这个时候物资匮乏，吃肉都不容易。没有，剩下这些刚好够我们吃，没有多余的匀给你。姜文婉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难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？就算我们不能做夫妻，难道连朋友都不能做了吗？大中午的还要吃饭呢，能不能别来恶心我？王知青，你是不是想故意惹怒江知青，让他把你的腿打断，然后好管你饭？王建国听他说这话，就感觉自己腿还疼呢。哎，我说你别想了，不如我2块钱卖你3块。这话真把姜文婉给逗笑了，好一个中间商赚差价。马知青，你觉得我长得像冤大头吗？你不像，你就是。这玩意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但我跟你说，江知青现做的这锅包肉是真好吃，不吃后悔一辈子。这有什么？下午村里分了猪肉，我们也可以做，凭什么要花这冤枉钱从他那里买？王建国一想，也对。吃完午饭，姜文婉就上山打猪草，打完就快速下山，给蓝翔称完计工分，就去了猪圈。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今天下午他们在山上打猎，我就早点回来了。对了，之前一直没有说完的事，趁着这会儿没人，我接着全说吧。对不起，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，上次就说要坦白。别墨迹，赶紧说。好，我那日在火车站见到你，听说你姓江，我才调查的你，因为我家有一个恩人也姓江，大概10年前是你爸救的我爸和我。我懂了，所以你接近我是来报恩的，呵呵。周云婷赶紧着急地解释道：不是，我当时在车站见到你的时候，并不知道是你就是江叔叔的女儿，我也是后来调查了才知道。然后呢？你就以报恩为目的接近我，还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了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大可不必。当年你家给了5000块钱，这恩情你们也算还上，用不着你牺牲色相，就知道这小子当初接近我没安好心。什么狗屁对象，他当我是白蛇呢？自己可不是许仙，竟然还报恩。不是，婉婉，你听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周知青，你做什么？你敢耍流氓？你敢欺负江知青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他没欺负我，刚才就是个意外。真的？真的，刚才他没站稳，我去扶，结果我没扶好，他摔倒才压倒的我，就这么回事儿，赶巧就让你看见。那刚才是我冤枉他了，我道歉。你不用道歉，谁让他自己没站好的。对了，张卫国同志，
你是来找我吗？我是去送猪台，看你没在知青点，就猜你应该在这里。谢谢你给我送来。不用谢我。对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这就准备回去了。好，那个张三爷他们到时候可能会打不少东西回来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跟我说一声，到时候分肉了我再去给你送。行，我看有需要给你说。说完，姜文婉就离开了。张卫国见姜文婉走了，周知青，你和姜知青都是有对象的人，你以后离他远一点。我自然知道，刚才是意外，倒是你，她是女知青，我以为她受欺负，我帮忙不是应该的吗？总之你以后离姜知青远着点。说完，张卫国就离开了。周云婷忙完就回了知青点。姜知青，我帮你烧火。不用，你笑什么笑？我原谅你了吗？好，那我不笑。走开，别在这里妨碍我干活。我帮你烧火。周云婷坐下看着火光，就开始解释道：10年前我和我妈当时去部队探亲，当时很危险，是你爸帮我爸挡了致命一枪，又把我护在怀里，我这才能平安无事。我爸虽然也中了枪，但并不是要害，只是那一次我妈没有躲过。见周云婷如此真诚，姜文婉也动容了。此时周云婷继续说道：我是真的很感谢姜叔叔，那之后我爸还让人给你们家寄过东西，只是我调查得到的情况，我很不明白。张翠芬几乎不让原生去接触这些东西，甚至这些事原生都不知道。记得有一次他肚子疼，中午回家，你看看你胡叔给家里买这么多好东西，你胡叔对咱们多好，你干点活怎么了？当那些东西用在胡清华身上，那都是你胡叔买的，清华是他亲闺女，他用不是应该的吗？姜知青，你还在生气？要不你打我几下，打到你不生气为止。没事，我不是生你的气。我爸在那种时候选择了救人，他是英雄，值得尊敬。我不会因为我爸的选择而埋怨你。难道我看起来像那么不讲理的人吗？不像，只要你不生气就好。那等我回去，我能尽快打结婚报告吗？姜文婉犹豫了30秒，每一秒都让周云婷度日如年。可以。那我一定尽快完成任务。你可别因此冒进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我的命属于国家，也属于你。此话一出，姜文婉的脸上竟出现了一抹红晕。这话说的还怪好听。姜文婉做好饭后就来到屋外，看朱小敏回来了没。我这一进院子就闻到了煮肉的香味。姜知青，你怎么又在煮肉？马知青，咱们晚上也吃锅包肉，不用看他的。我记得你手里这块肉是队长说给咱们知青点知青的，那也包括我和婉婉的。总共就这么点肉，你们好意思要吗？再说你们都天天吃肉了，还差这一点？差不差？那也有我们的份儿。要不你就把这肉称一下多少斤，然后除以知青点的人数，看看一人该分多少。这话说的对，我们不占你们便宜，你们也别想让我们吃亏。大队长分肉的时候应该说了多少斤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就那点肉，赶紧把他们3个人的份分出来。姜知青，你们晚上吃什么？马知青，你能不能长点出息，不要老想着人家锅里的东西。什么叫我想着他锅里的东西？我可是花钱换的，又不是白吃他的，是吧，姜知青？在这方面你做的不错，只是今晚锅里的东西你就别瞎想了。我炖的猪腿。猪腿啊，那不错，能带我一份不？姜文婉无语了，这人还自动送上门被宰。1块钱一份。1块钱那么贵？不过是你做的，那就值这个价。姜文婉也没有继续和他们掰扯，吃过晚饭就休息了。第二天，大队长，我要请假去县里一趟，我这腿昨晚疼得很。行。大队长，我今天也要请假去县里一趟。你也要请假？怎么这么巧？行吧。大队长，既然周知青也要请假去县里，那我骑车带他一程吧。谁让他的腿是我误伤的？还是我带他去吧，你是女知青不方便，万一有什么流言蜚语的对你不好。大队长，既然周知青也要请假去县里，那我骑车带他一程吧。谁让他的腿是我误伤的？还是我带他去吧，你是女知青不方便，万一有什么流言蜚语的对你不好。没事，谁敢说我闲话，我打烂他的嘴。张卫国依然不放心地说道：我家也有自行车，正好今天我也去县里，我顺路。这小子今天是怎么了？之前没听他说也要去，你要去县里？对吧？我今天去县里一趟，我带周知青去。姜文婉见张卫国这么坚持，也只好作罢，和他一起骑车来到卫生所。张知青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回去我和你一起。我中午还要给孙老做饭，然后下午还要去供销社。你回去吧，不用管我。张卫国听他这么说，也只能同意了。那个我下午来接周知青回去，周知青你就不用管了。行，周知青，你先进去，我出去一会。好，你注意安全。老爷子，这护心镜怎么卖？2块。行，我要了。张老师，我来学习了。好，先等我一会。给，刚才在路边捡的，我觉得你应该能用得上。周云婷接过铜片，这个是护心镜。当然，给你戴着护胸口的，不过你要护下面也行。丫头胡说什么？
虽然很有道理，但是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。你这个丫头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老师，你这是要处理伤口了吗？我也跟着学学。他这腿恢复的还不错，到底是年轻人恢复能力就是强。那他这腿多久可以好呢？这个还要继续养个8月，伤筋动骨100天，他总要等蛋伤好了，骨折才能跟着好。张老处理完伤口，让姜温婉给周云婷的腿包扎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，婉婉长得是真的好看，尤其是认真的时候，虽然人没有了平日里的活跃。这腿真长，还硬邦邦的，肌肉紧实，一看平时就是没少锻炼。姜温婉包扎好伤口，你今天什么时候回去？我带你一起。我今天不能回去，明天吴卫国会用这个借口来看我，我们可能会暂时请假2天。危险吗？我给你的护心镜一定要带上。好，对了，这个是江叔叔临死之前给我的，当时他就说给我，我想着可能是要给我和你定亲什么的，谁知道我一忙起来就忘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吃苦了。姜温婉从脖子上取下他那半枚玉佩，将2枚玉佩对在一起，严丝合缝。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，看来我们早就注定了。这枚玉佩是我从现代带过来的，原身是没有的，没想到这玉佩的另外一半竟然会在这个时空的周云婷身上。姜温婉惊讶之余发现，在2个玉佩合在一起之后，她原本的空间瞬间扩大，外面竟然多了土地。什么事让你在那里傻乐？是太高兴，太意外，总之就是很高兴。这玉佩你带着，或许它也能救你的命呢。姜温婉忽然想到什么，拿出银针，在周云婷的手指上扎了下，把周云婷手指按到玉佩上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这时周云婷忽然惊讶地看着姜温婉，姜温婉的脑海中听到一个声音：叮，玉佩子空间开启，子空间10平方米，只有滴血之人可自由进入，空间禁止可储物，不能放活物。周云婷消化了一下，然后拿起一旁纱布在手上，下一刻就见那纱布从她手中消失。这太神奇了，你也和我一样有这样一个10平方米的空间，对不对？那我能进去吗？对，很神奇，可以，不过只能你一个人进去。对，这也太神奇了，这个地方要是我能带其他人就好了。姜温婉也觉得很神奇，就想问问刚才脑海里的那道声音，可不可以让我带人进空间？叮，不能的主人，主人自己的空间也只主人自己能进出。你是谁？我是空间玉佩之灵，我要继续沉睡了，我100年后再唤醒我。姜温婉无语了，你就别想了，用来储物放个东西什么的，关键时候你还可以躲进去，有这2大功能就已经很好了，不要奢望太多。婉婉，谢谢你。这时张老走了进来，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周小子你该出去做事了，丫头该跟着我学习医术，搂搂抱抱的成什么样子？嘿嘿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一切小心。行了，人都走了，别看了。老师，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帅小伙，现在也是个帅大叔。别净给我整些没用的，我给你的医书都看了没有？有什么不懂的赶紧问。老师，你给我的2本书，我已经看完了1本，已经可以全部背下来了。我不听你背书，死记硬背没有活学活用来的稳妥。现在我来考考你。姜温婉通过了张老考试，下午学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医疗器械，就回去了。婉婉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件事，别人我谁都没敢告诉。哦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到孙老大和王寡妇从小树林里一前一后的出来，王寡妇衣服还系错了扣子，你说他们是不是？孙婆子知道王寡妇跟孙赖子的事，这要是再让她知道王寡妇又跟孙赖子他爸搞在一起，就绝对是一出大戏。你以后看见他们绕道走，那俩人都是属狗的。怎么周知青又请假了？难道他的腿又严重了吗？不知道。好了，睡了。第二天姜温婉上山就遇到了小黄鼠狼。最近孙老大和王寡妇是不是经常来山里？是你就点1下头，不是就点2下头。你帮我看着他们什么时候再进山，你来给我报信，到时候有他们好看的。这时小黄鼠狼转身伸出一只爪子指向一个方向。我去，你真的成精了，智商至少有200。走，你带路。你这小寡妇可真骚，这才隔了1晚上你又痒了。我操！姜温婉赶紧蹲下身子。那个江知青你打算怎么办？都好几天了，赖子那个时候想把他给弄到手，图他身上那几千块钱，结果没2天就死了，你就不给你儿子报仇？你说是他，你又没证据，你是不是看上他身上的几千块钱了？他们知青典礼的人不都说了吗？他身上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都是那个胡知青胡咧咧。但你说赖子的死跟他有关，这事我得调查清楚。你就说你到底要怎么对付他？要不咱俩再来一次？死鬼说正事呢。回头你把人给骗上山来，我把他给办了。
人和钱不是全都是我们的了吗？接着就听见吭哧吭哧的声音，姜文婉对小黄鼠狼小声说道：“小家伙，我们现在先走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回头我再想办法收拾他。你还是想现在就教训他？你这小家伙真拿你没办法。”姜文婉想了一下，从空间里拿出来一种药，他拿的是一种让那个东西增大数倍的药。没想到这种药也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上一世不是经常看电视上有人拔不出来被送医院吗？这种药也不知道是哪个不正经的研究人员配的。小家伙，这个药要是散剂，这边正好有风往那边吹，能不能成就看天意了。喝完药粉，姜文婉就赶紧跑下山去。婶子们，我找到2个兔子窝，来几个婶子帮我一起给堵一下。几个婶子一听堵兔子，就来了兴趣，跟着姜文婉就上山。各位婶子们，待会咱们小点声，别惊动了那些兔子。你放心吧，咱们懂。回头一看，回话的竟然是孙婆子，姜文婉就笑了。来，婶子你们俩从那边去，我们来个包抄。好。哎妈呀，这水啊，大白天的在树林里干这种事，要不要脸了？这时刚好张三爷也上山经过。哟，孙老大你可以呀，这野外的地儿选的不错呀。孙老大这个时候想起来，卡住了，出不来就起不来。现在他和王寡妇只能干着急，这咋还不愿意起来呢？这是出不来了吧？哎呦，这可真是没见过这样的。这咋还能出不来呢？孙婆子扑过去，想要把他们2人分开，就听到孙老大嗷嗷喊疼，最后无赖让张三爷他们把人给抬了下去。这是把那头猞猁给打着了，没听到枪响啊？枪响不响不知道，反正现在枪是拔不出来了。啥意思？枪坏了？七七，是你们村孙老大的枪坏了，这不我们给他抬下来了，赶紧找大队长来看看怎么办，送卫生所还是咋弄？王婆子，你快来看，你家这儿媳妇这可是要出大名啊！听到这话，王婆子就跑了过来，再一看那担架上的人，脑瓜子嗡嗡的。王婆子，都是你家这个骚烂货勾引我儿子，我儿子那里要是坏了，我跟你家没完。我儿子早死了，他自己守不住寡，关我王家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孙婆子，这人回头你得给娶回去，我王家不要了。孙婆子一听让把这王寡妇娶回家，那哪行？闹什么闹？怎么回事？张大队长你自己看吧。大队长，今年评选不上先进大队，可不能赖我们知青了。这个时候你来添什么乱？没看大队长的脸已经黑成锅底了吗？江知青，这可够劲爆的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能有这种事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干你的活去，我要去山上打猪草了。哎，我今早跟张三爷说了买枪的事，等枪买了，你带我去山上打野猪。不对，咱还是先打兔子，等我的枪法准了，咱们再去打野猪。开始对这马德比没好印象，但是仗义多是土狗辈，就冲那天赵大勇结婚，他跟我一样对那几个人动手了，自己教他打2枪也不是不行。你要跟我学？对，我现在特别崇拜你，当然你要是能管饭那就更好了。滚，别蹬鼻子上脸，想让我教你，你得拜师。行，日后我保证尊师重道。你还知道尊师重道呢，真难得。等你有了枪再说。姜文婉在山上又遇到小黄鼠狼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小家伙指指山里，你想让我跟你去山里？姜文婉跟着他去了山里，一片人参地，6品叶的就有2株，都给我！你还真是个狼才，6品叶的2株，1株5品叶给我，我保证尽快解决了孙老大。姜文婉撸起袖子就开始挖，挖到傍晚才挖完回了知青点。你真要跟他学枪法？我看你不如直接跟张三爷学，我让我爸帮你引荐。赵四爷爷枪法也厉害的，也可以的，做什么要跟他学？我说你没完了是吗？离我远点，不知道我烦你吗？我不管，我看上你了，我爸是书记，你娶我还困吗？你看上我什么了？我改，我是真没看上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赵大勇结婚那天，你还过来勾搭周知青来着，可惜人家周知青有对象了，不惜的搭理你。马知青，我没有。我不管你有没有，你赶紧离我远点，不然我真削你，还要跟我结婚，你当我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啊？你是不是看上了江知青？江知青人家也是有对象的啊。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友谊，到了你嘴里都成别有用心的了，你赶紧离我远点。姜文婉不想理会这孙菜花就离开了，卡住了出不来就起不来，出来了之后就想着报复。接上集，姜文婉照常上山，正巧遇见王寡妇。江知青，哎呀，我老远就看见你上山了。那个什么，我有事找你。我还想找机会把孙老大弄进山里，结果那是之后孙老大10来天没见他出来走动，这回王寡妇找上我，怕是没安啥好心。哟，原来是王婶子呀，你找我有啥事？是这样的，我前几天在山里看到一只狍子，我一个人没敢打，这不寻思你成天背着枪上山，打猎挺厉害的，就跟你说一声。我还正愁找不到机会，这不机会就来了。王婶子，谢谢你告诉我，
那明天下午咱们上山，我告诉你那袍子在什么地方，你打了咱们一人一半，不带回村，直接拉外面去换钱，咋样？明天下午行啊。姜文婉又故意逗王寡妇说道：“其实我这会儿就没事，你看猪草都打完了，要不咱俩现在就进去把那袍子打了呗？”王寡妇一愣：“哎呀，现在不行，我还得回去干活呢。”哦，那行。交完猪草，姜温婉就回知青点了。马德比，明天下午我先去山上打猪草，你晚点进山带着枪，我教你打袍子。真的太好了，前2天张三爷就把枪给我了，这几天种稻子忙得很，每天累得跟死狗一样，我一直没机会上山上去转2圈，那我现在先去准备准备。周云婷见没人，就接着说道：“婉婉，我已经给上面打报告了，你别激动，我打报告是休假。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不和吴卫国一起回去，因为受伤，所以我要休养1个月。而休养的这1个月内，我还会继续留在知青点。刚才还真以为这人是打的结婚报告。你也别失望，等我腿伤好了，休1个月就归队，我就立刻打结婚报告。我可能要分到新的地方，我争取往海岛那边调，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爷奶他们了。没关系，咱们服从上面领导的调度。哦，你这话是说，不管我去哪，你都跟我去是吗？嘿嘿，婉婉可以吃饭了。吃过晚饭，姜温婉就早早睡去。第2天，江知青，下午我带多少子弹进山好？你一共买了多少发子弹？100发啊，是不是少了？我想买个1000发来着，毕竟我没有摸过枪，准头肯定不行，到时候多打几下练练手肯定是要的。姜温婉无语了，1000发不是可以去涂山？对了，你今天下午进山的时候，看着点孙老大，我记得你干活那片田离孙老大家不远。我看着他干啥？你看着他如果上山了，你就拿着枪也上山，再找上张卫国和村里赵四爷家的几个人，最好把大队长也给拉上。我就试试手，叫上这么多人围观不好吧？这时周云婷走了过来，要不我去县里把公安也喊上。啥？你喊公安干啥？不用吧，你要是喊了公安就显得太刻意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说呢？哦，你是说孙老大要对你不利，这狗日的不能轻饶了他，找公安，不然万一村里人集体包庇他怎么办？那下塘子屯的宋青山不就是村里人集体包庇的吗？今天我等一下就去县里，你一个人小心些。我下午跟婉婉一起上山，到时候就说他要对我们2个不利，2个总比1个更有说服力。马德比觉得这姑娘缺心眼，你是不是傻？哪里有一下对2个人不利的？怎么就没有？我说有就有，你少见多怪。我少见多怪？我是男人好吗？我是站在一个男人的立场上来说，仔细分析的，本来就没有同时对2个人下手的。他又不是傻，这动机都说不过去。你懂什么？你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。我懂什么？我懂的可比你多了。姜温婉眼见2人要拌起嘴，沙拉破，你们2个都给我闭嘴，怕别人不知道这事儿啊！明明你真不用跟我上山，不安全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跟你上山。姜温婉想了一下，我有办法了，你们可以先埋伏起来，到时候你们听我枪声，枪声一响就是暗号。婉婉，让马得比去埋伏我，还是和你一起？唉，那行吧。随后姜温婉就带朱小敏进山了。王寡妇见姜温婉身边还带着1个人，脸色就不好了。江知青，你怎么还带着1个人？放心，他不分袍子，他是来帮我拿袍子的。王寡妇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，分就分呗，能咋的？走走，我这就带你们去我发现的袍子的那处地方。王婶子，这里可是越走越深了，我听说这里有人参，有野鸡哦，还有各种野菜，即便是上山上挖野菜，或者直接改嫁，也比你那样好吧？孙老大答应娶你了吗？你这样没名没分的跟着他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等孙老大把你弄到手，你的钱都是他的了，我们再弄死你，那个时候我再嫁给他也不迟。更何况孙婆子那个死老太婆一直都不同意我过门。你不是寡妇带着孩子，你不懂。哎，再往前走一会儿就是了。哎呦，我崴脚了。朱知青，你扶着我些。朱小敏伸手就去扶，只是，哎呦，你捏疼我了。你这样的人还会怕疼吗？你怕是不疼不舒服吧？哎，我真好奇你们那次去卫生所，人家大夫是怎么把你们给分开的？你一个小姑娘家的问这个做什么？别是也想知道被男人干是个什么滋味吧？哎呦，看见你那个样子，我现在看见男人都离得远远的，太可怕了。笑吧，现在你们笑，一会儿就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哎呦，我的脚崴了，不能再走了。江知青，你就往里走一下就能看见。朱知青，你在这里陪我吧，我一个人还怪害怕的。那不行，你不去怎么行？这时姜温婉走到王寡妇身后，打在她后颈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不用管他，咱们继续往里走。你倒是警觉，只是即便你身边跟着1个人又能怎么样？你今天注定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婉婉，我怎么觉得他不像好人啊？孙老大出手了，
接上集。你倒是警觉，只是即便你身边跟着一个人又能怎么样？你今天注定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孙大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做什么？婉婉，我怎么觉得他不像好人啊？他当然不是好人，好人不会在山里堵我们。孙大叔，我警告你不要再过来了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啊！打，你别往天上打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要死。来啊，杀我啊！老子就知道你不敢。说着，孙老大上前，一把抢过姜文婉手里的枪。你说我敢不敢对你开枪？你不敢，我们是2个人，你要杀就要杀2个人，到时候你也同样要死。那你说还有别的办法没？好啊，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女知青不简单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简单，竟然能够预判我子弹的轨迹，你可真是厉害。懒得跟你废话。婉婉，你把人打晕了，这不对啊！等下马知青他们就上山了，你得把人给弄醒，快点。没事，马知青他们上来还要等一会儿，我先用它来练练卫生所张老教我的银针刺穴，你去给我放风。好吧，用它练手也是应该的。这时小黄鼠狼也跑了过来，抬起爪子就在孙老大身上抓。你就拉倒吧，就你这么小的杀伤力，对他造成不了多少伤害。交给我来，你去一旁看着。不过我才得到上面嘉奖的，不能再擅自弄死这些人，我把他交上面，他就会被杀掉，懂吗？你不同意？只见小黄鼠狼跑到孙老大脖子处，比划了2下。你要我现在就杀了他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样吧，我给他服用一种毒素，可以加剧他心率增快，导致他直接猝死，别人还检查不出来。这样你总应该放心了吧？婉婉，你小心啊！姜文婉听朱小敏这么一喊，就明白了，赶紧让小黄鼠狼撤退，给孙老大喂一颗药，再扎了一针，让他处于半清醒的状态，然后往孙老大身下一倒。米米，快！朱小敏想了想，跑过来也躺地上了，然后扯开自己衣服的2个扣子，装作晕了过去。孙大叔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这时马德比就冲了上来，对着孙老大就是一脚把人踢了下去。畜生不如的东西个，你还脱裤子！混蛋，我打死你！竟然敢对我们知青点的知青下手！大队长，你们可不能包庇他，他这个行为必须要吃枪子。公安同志，你们正好在这里，你们说这件事怎么办？米米啊，你没事吧？太可怕了，没想到村里竟然有这样的人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米米啊，米米，你醒醒啊！婉婉，我们太惨了，响应号召来下乡，没想到村里竟然有人趁机欺负我们女知青，我要写信举报，我要给京城写信举报，我就不信没有人给我们做主。朱知青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孙老大他敢做出这种事，我们一定会严厉对待。公安同志，你们将人带走后一定要严肃处理。姜文婉这时想到了王寡妇，还有王寡妇，是他让我们上山说有袍子，还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他们就是一伙的。对，他们是团伙作案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。随后众人就下山了。到了村里，孙婆子看到儿子被抓，就冲了上来。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？你们放了我儿子，不然我今天就死在你们面前。好了，孙婆子，你不要闹，是你儿子他和王寡妇合伙，想要害姜知青和朱知青。大队长，老大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他不会干这种事，一定是王寡妇在他耳边吹的耳边风。我家老大肯定是冤枉的。我们都亲眼看到，哪里就冤枉他了？我们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人给打晕了一个，还想要欺负另外一个，这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孙婆子愣了下，就跑到姜文婉和朱小敏面前。我老婆子给你们磕头了，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吧，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。孙老大是可恨，可孙婆子都这样跪着求你们了，你们要不就私了得了。违背妇女意愿，还想残害妇女，这个孙老大是罪有应得。如果不是我们恰好上山遇到2位女知青被他杀了抛尸山里，怕是都没有人知道吧？这样的人有一就有二，绝不能姑息。对，绝对不能轻饶，就应该赤花生米，不然不足平民愤。公安同志，请立刻将人带走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孙婆子这时赶紧开口道：姜知青、朱知青，我老婆子求求你们，我们孙家就剩下老大这一个了。如果真把老大带走吃枪子，那孙家可真是要绝户了。是啊，你们松口，关个几年也比死了强。你们也没怎么样，不如就算了吧。这件事我们是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这位老乡上嘴皮碰下嘴皮，说的倒是轻巧。如果你们的婆娘、你们的闺女要被人给玷污，你们是不是还能说的这么轻飘飘的放过对方呢？听到这话，这人就没有回话了，巴掌没有落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。你放屁，小骚蹄子，分明就是你勾引我儿子，我打死你！为老不尊，生而不教，你不把自己的儿子教导好，还反过来怪我这个受害者，
你少给我他妈的受害者有罪论，他有如今就是你害的，他死也是自己作死，活该。大队长给公安同志一个眼神，他们立刻带着垂头丧气的孙老大和王寡妇就走。姜文婉在县里做了笔录后，就去了国营饭店。孙老大吃花生米，王寡妇坐牢20年，就不能姑息那样的人，死不足惜。刘姐说完，看了一眼张三爷，你看我干啥？我为你守身如玉，洁身自好，从来不多看别的女人一眼。我看你是臭不要脸。不要脸你能点头也行，关键你不点头，我还要什么脸？我这里这么多人，你能不能收敛点？张三爷，你这是急了，心急可吃不到肉豆腐，你还得多点耐心啊。说完几人便离开国营饭店回到知青点。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我儿子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你儿子你应该自己去局里看看，花生米是吃定了，我要是你就干脆陪他一起去了，黄泉路上也不孤单。什么？我的儿子？你这个贱人怎么这么恶毒？老婆子，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反弹！不管孙婆子说什么，姜文婉就2个字：反弹。其他几人也是无语，反弹这2个字也可以这么用。第二天，姜文婉和周云婷一起去了卫生所。张老，我感觉我的腿已经好了。没病你就走2步。的确是已经没有问题了。张老拿出一封信，就知道你的腿好了，那我就放心把这封信交给你看看吧。周云婷接过信，从头到尾看一遍之后，严格服从上级命令。你放心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会帮你照看江之清的，毕竟他现在可是我的学生。谢谢张老，我想单独和他说会儿话。你要走了？是的，接到上级命令，我要立刻离开。既然都是上级命令了，那就走吧。军人的天职是无条件的服从和执行，我会为你感到骄傲。对不起，婉婉，没有陪你1个月的时间。不过你放心，回去之后只要安顿妥了，我会立刻打报告结婚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过去。姜文婉突然有点伤感。唉，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，所以我不难过。我等着你给我写信。好，等着我们再相聚。嗨，时间差不多了呀。张老也不想进来打扰他们，但是军令如山。听歌，走吧。婉婉，你这边还有没有什么不安全的隐患？我在临走之前帮你都给铲除了。姜文婉乐了，张老脸黑了。你这是一个军人该说的话吗？行了，别磨磨唧唧了，赶紧走吧。周云婷离开后，姜文婉就回知青点了。江之庆，你知道吗？吴卫国和周云婷都走了。天啊，我简直太羡慕他们，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回去？这才来了个把月吧。只要你好好努力，2年内你也有机会回去。2年啊，好久啊。姜文婉，你怎么知道咱们2年后有机会回去？我说你了吗？我说马德比他们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姜文婉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人类的悲欢各不相同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你觉得没有意思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姜文婉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行吗？再说你和胡清华怎么说也是姐妹，我和胡清华现在是对象关系，日后也得叫你一声姐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你这个样子，难道以后都不打算好好相处了吗？建国哥，姐姐不肯原谅我们就算了，日后我们再对姐姐好些，一定能够感化她的。这俩人是打算换路子走了吗？哟，要对我好，还要感化我，那正好，现在去给我打盆洗脚水，来感化我吧。姜文婉，你不要太过分，真奇怪，不是你们说要感化我吗？笑死人了！说你们到底是想感化人，还是想恶心人？你们真想感化人，连这么点诚意都拿不出来，难道光靠你们2个用嘴皮子说吗？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建国哥，我们走不理他们。江之庆，明天带我去打猎，我打的东西都给你，就当是我给你的学费。好啊，你明天请假跟我一起去打猪草，带上你的枪，我来教你打枪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正式开始练习打枪了。第二天，马德比拿着枪跟着姜文婉就上山了。你像我这样拿枪，先试着开一枪我看看。马德比学着姜文婉拿枪的姿势瞄准。你打什么？兔子啊。然后呢？兔子在你正前方30点，你的子弹在你左边20点，你就算是手再抖也不至于偏差的这么离谱吧？我不是不会吗？你看到前面那棵树没？就打那棵树，给你2天时间，你别告诉我2天时间你都还打不到。我觉得我能，但是我的子弹怕是不一定能够。看来我当初要买1000发子弹就是对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练习吧，我先去打猪草。姜文婉没多久猪草就打好了。蒜苗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江姐姐，我们来帮你打猪草。不用了，我去打几只野鸡，我们来烤着吃。以后这几天不要上山，山上不安全。我知道，是不是张三爷他们没有打到那只猞猁？我也知道，那猞猁可厉害了，可以各个山头流窜。我妈都嘱咐我不让往山里走，万一那只猞猁又回来，会把我给叼走的。你们说的都对，但是我不让你们进山，是因为这2天马志清在山上练习打枪。
他可是新手，没有准的，万一你们被误伤就不好了。好的，江姐姐，我们知道了。走，咱们去抓野鸡，我给你们烤着吃。姜文婉没一会就打了几只野鸡，烤好野鸡正准备去叫马德比，却看到了王寡妇的儿子。孩子是没有错的，但他妈是因为要害我进去的，不能保证这个孩子不恨我。只是这会儿看他在远处眼巴巴的看着怪可怜，抓的野鸡分他一只也行。拴住，你快过来。看到拴住犹豫的往这边走，二蛋就说道：江姐姐，你喊他做什么？他妈是个不要脸的大坏蛋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现在都不跟他玩了。二蛋，你这样想是不对的，他妈做的事是他妈做的，又不是他做的。人是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可以选择日后做什么样的人。人是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可以选择日后做什么样的人。栓主，来帮我带只野鸡给你奶奶可以吗？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要害你，我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没事，你妈只是被孙老大骗了才做错事，你以后凡事都要想好后果再去做，千万不要也被骗了。江姐姐，我奶也是这么说的，我知道的，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被骗去做坏事的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蒜苗和二蛋你们都听到了，日后咱们就看你表现。江姐姐，我知道了。栓主拿上野鸡就回去了。姜文婉去叫了马德比，吃了烤鸡，他就先回去了。你放开我，这不是栓住的声音吗？骚蹄子生的贱种，你娘是贱人，你个有爸生没爸养的兔崽子，还想吃野鸡？我呸！都是你妈那个骚娘们儿，今生就是克爷们儿的祸害精，害得我老孙家断子绝孙，你这小兔崽子凭啥活着？我让你吃！孙婆子，你给我住手！姜文婉见这孙婆子不仅打人，还抢了栓主野鸡，一把把孙婆子手里的野鸡抢了过来。你把野鸡还给我，我要送给我儿子吃，他都要被你们害死了，给他吃只野鸡怎么了？你个女知青真是丧了良心，坏透了。姜文婉白了他一眼，把野鸡递给栓主。栓主，你先回去，以后看见这疯婆子离他远着点，绕道走。江姐姐，我知道了。你要给你儿子送吃的跟我没关系，但不能动我送出去的东西。到底是谁坏透了？你自己儿子坏透了，马上就要吃枪子，还说我坏透了？你这个女知青，丧良心啊，就知道欺负我这老婆子，没天理啊！姜文婉不再理会孙婆子，就回知青点了。平静的过了小半个月后，这天姜文婉收到信。婉婉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我对象打结婚报告了。啊天啊，婉婉，你是不是也要回城了？天呀，我太羡慕你了。如果我对象也是，哎算了，他不可能。米米，你也不用灰心，你也用不了多久也可以回城的。这时胡清华走了过来。姜文婉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明天就要回城了。你要回城了？用的什么借口说来我听听？哼，我才不会告诉你呢，当我傻吗？姜文婉看了王建国一眼，怎么就你自己回去，你对象不回去吗？我听说过抛弃糟糠妻的，你这是要抛弃糟糠夫了。胡清华愣了下，刚才不可一世气势凌人的气焰一下就矮了些。要你管，你的小兵对象最近好像没有给你写信有东西，别是人家不要你了吧？听你这意思，你也想找个当兵的，那当初何必费尽心机的暗地里搞小动作呢？现在还不是要分开？有本事你带着王建国一起回去啊！带着王建国回去？那怎么可能？等我回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王建国申请调回城里的，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你就在这里继续种一辈子的地，打一辈子猪草，当个乡巴佬吧。你干什么？你还想动手不成？姜文婉白了他一眼，直接去厨房做饭了。清华，我相信你，等你回去了记得要给我写信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等我明天走后，我这里的东西都不要全部都给你。清华，你回去后一定要想办法帮我回去，不要忘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，姜文婉从山上下来，特地从大队长家路过。大队长好啊，在家呢。你不会也是来打探胡清华为啥回城的吧？嘿嘿，大队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和胡知青那可是姐妹，怎么会连他为什么回城的都不知道？我自然不是来打探这个事儿的，我就是恰好路过。好了，我是不会说出来的，去干活吧。姜文婉和大队长告别就离开了。江知青，刚才我去找大队长打听，胡知青为什么被调回城，你猜怎么着？别逼我删你。江知青，咱们的革命友谊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太让我伤心了。我本想告诉你我打听到的消息，现在你打听到的消息就是没消息吧？你也去找村长打听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大队长的嘴怎么这么紧，但是能让大队长嘴紧的，肯定不是一般的情况。大队长那边打听不到，你可以问王建国呀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真是守着宝山而不知。现在就去问问他。吃饭时，马德比跑了过来。今天的饭你得给我免费，我还真打听到了有用的消息。行，
坐下来细说。马德比坐下后接着说道：我打听到的消息，好像是胡知青的妈没死，然后现在很厉害的样子，就把她给弄回去了。胡清华的妈竟然还活着，这个消息可真不是个什么好消息。对了，你妈现在和胡清华他爸是两口子，那胡清华他妈没死的话又回来，那这算什么？你不是说胡清华他妈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吗？既然厉害，那你觉得胡清华他妈还会要那个废物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有这种可能。回头你想办法打听一下胡清华他那亲妈的身份，能从知青点把人给弄回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。不过我觉得胡知青走了以后，未必就还能再给王建国写信。若是真的写信过来，到时候我一定想办法打听一下。吃过晚饭，姜文婉就休息了。第二天，大队长过来了，这是上面派下来的新知青。烦死了，才一个人住单间没几天就要和人挤，烦死了，才一个人住单间没几天就要和人挤。你以为我还想和你一起住啊？说完，王桂花就看向姜文婉他们的屋子。这位知青，我能不能跟你一起住？我给房租都行，我不想和那人一起住。不行。那好吧，回头我问一下孙支书，村里有没有谁家的房子租吧。姜文婉心里想着事，就和他们随意的打了招呼就离开了。蒜苗，你在门口干嘛呢？姜姐姐，姐姐可以问你个事吗？姜姐姐，你说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。你知道胡清华是用的什么原因调回城的吗？姜姐姐，这个我还真知道。我看我爷那天拿的那张证明，上面写的是因为要军婚，对方还是个营长，所以调回城了。姜文婉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和蒜苗告别后骑车来到了县里。同志你好，我要往这信上的地址发电报。大电报站的同志看到他手上的信，肃然起敬，核对了地址之后，先联系了那边，这才让姜文婉发电报。同志你好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你要发送的内容了。把我们的结婚申请和政审报告加上结婚报告发一份过来，如果有调令最好也发一份到红旗公社18大队，署名姜文婉。电报发给周云婷。发电报的工作人员惊讶地看了姜文婉一眼，然后快速地开始发电报。此时另一边的周云婷看完电报后很是不解，结婚报告已经批下来了，原本还想着亲自去接完满的给他一个惊喜，后来要先去上任，我那后妈自告奋勇的去帮我接人，这会儿按照时间算，人应该已经回城了才对。当下周云婷又去准备了一份给姜文婉邮寄过去了。另一边的胡清华已经回到了市里。清华你瘦了黑了，翠芬你看看，清华都这个样子了，那个丫头还不知道什么样，叫回来不是丢人吗？张翠芬尴尬地笑了笑。再说她走之前，你又不是没看见她对咱们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她嫁过去能为了咱们好，你儿子还指望不指望人家提携了？好了，那快收拾收拾，咱们就去招待所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爸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就有个军婚的对象，还打了结婚报告？那建国哥哥怎么办？你就别惦记王家那小子了，他跟人家营长一比算个屁。另外你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姓姜，你就叫姜文婉，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？懂一下，营长还是个干部，那你们的意思是姜文婉他有个军婚的对象？等等，我想想，我知道了，之前在知青点他是说过他爷奶给他介绍了个不错的对象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可是他们之间有信件来往，我不是很容易就被拆穿。你这丫头下乡是不是干活把你累傻了？就算他们之间有写信有联系又怎么样？他妈已经来接人，你跟着去了之后就说你是姜文婉，反正他们没有见过。那倒也是。你还知道他们写信的事就更好办了，只要你们早点睡一起，之后他就是知道人认错了，可睡都睡了，他只能捏着鼻子和你过下去。那能不能让他妈帮忙把建国哥哥也给调回来，至少不要在乡下那么辛苦。对了，他不是营长，可以让他给建国哥哥安排到部队，就先从小兵做起也行啊。那不行，王建国算什么？凭什么给他调动工作？胡清华这个时候脑子转得可快了，直接眼睛一亮道：姜文婉原本就跟建国哥哥有婚约，这忽然嫁给他，这不就是毁约？那他给建国哥哥补偿不是应该的吗？不对，现在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是假的，你不说我们不说谁也不知道，难道乡下的那些人还能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吗？爸，闭嘴！如果你让人把王建国弄回来，那他不就知道你不是姜文婉那个死丫头了？你真是昏头了呀！别再跟我说王建国，你要是还惦记，你现在就回去，继续去乡下种地去。我不要去种地，那就赶紧去洗漱打扮的漂亮些，等会儿吃了饭就去招待所。好，我这就去洗漱打扮一下。胡清华洗漱好就跟着张淑芬去了招待所。妈，我们都在门外站了这么久了，我那未来嫂子没这么快来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再出去逛逛？不行，这次出来本就不应该带着你，
万一你走丢怎么办？再说我也不想出去逛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是看稀奇，我不想去。那我自己出去玩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自己出去，你要是丢了让我怎么活？我就下楼玩一会儿，我不会丢的。那我去找政委家的阿姨聊天。这小子叫周野，是周云婷同父异母的弟弟。说完就跑下楼去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谁家的孩子真没教养？你说谁没教养？你还不赶紧走，人家还等着呢。走走，清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叫温婉。对对，婉婉，走，咱们上楼，就在楼上房间。这就是江同志吧？是。沈美玲上下打量一番，虽然觉得胡清华长得和张翠芬不太像，也没多想的就连连点头，一脸的欣喜。好好，太好了，你既然已经回来，那你要不要收拾一下？我让人去买票，咱们明天就走，你看行不行？胡清华没想到这位营长的妈竟然是这么个态度，好像很好说话的样子，当下心中一喜。都听您的，这次劳烦您亲自来接我，您一路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墩子他调任去祁连山上任，本来说是亲自来接你的，可军令如山，他必须先去上任才行，我就自告奋勇的过来。你有什么需要都跟我说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跟我客气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胡清华见周野叫沈美玲妈，脸色一下就变了。70年代还可以冒名顶替嫁军婚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小野，快叫嫂子。嫂子好。还好只是个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你好。胡清华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，第二天就上了去祁连山的火车。清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清华，姐姐你叫清华吗？胡清华心里一惊，连忙解释道：当然不叫了，我叫温婉，你以后也可以叫我温婉姐姐或者婉姐姐。可那天我听到那个婶子叫你清华。你听错了，要不然就是她叫错了。两人说着话，沈美玲打了开水回来了。妈，我那天听到。婶子，你刚才打的水倒碟给我吧。好好，我给你倒水。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，你饿不饿？累不累？累了就躺床上休息一下。都听婶子的。对了，刚才周野弟弟可乖了，还说要帮你捶腿呢。沈美玲一听就乐了，他就嘴好，平时就跟皮猴子一样，长大可千万别像他的名字一样野。我就满足了，还是温婉你的人跟名字一样温婉娴静，我看着就喜欢。此时的胡清华笑得一脸亲和，看来这个未来婆婆是个好说话的软和人。婶子，咱们要去的祁连山那边什么样儿？您能给我说说吗？那边不复杂，你不用担心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政委的爱人驴婶子。驴婶子好。好好，听说你妈对你后爸的那个孩子特别好，没想到你还能性格这么好，果然是遗传了江同志的优秀品质。胡清华淡淡一笑，我妈也有我妈的难处，毕竟后妈难当。这句话一下就戳中了沈美玲，她也是后妈。是啊，要我说这后妈也有很多好的，比如沈大妹子，还有江同志的那个爱人。沈美玲点点头，几人继续聊着。此时另一边的江温婉却全然不知。江知青，最近怎么总见你往县里跑？我这不是最近跟卫生所的张老学习医术，遇到了很多医学上的知识难点。哎，这学医可真是不容易，太难了。那江知青你好好学，以后考个行医资格证，就能行医给村里人看病，那就不用干打猪草的活了。江温婉对这是只能无奈的笑了笑。江知青，你快去我家，我爸有大事儿跟你说。魏国同志，这是有什么大事儿？快去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江知青你去，猪圈这边我帮你。那麻烦你了。江知青你快点，出大事了。大队长您这么着急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哎呦，老夫的一世英名啊！哎，大队长说着就拿出电报给江温婉看。电报是周知青发来的，发给我的，意思就是他就是周云婷。当初当知青是有任务才隐瞒身份，现在跟你打的结婚报告已经批下来了，询问你回城了没有？江知青，你是跟周云婷要结婚的吧？是啊，大队长，这周云婷的报告里不是说得很明白，你们都知道我在部队有个对象吧？其实就是周同志，之前他还在我们这里当过知青，你也认识的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调遣证明上的名字咋能写错呢？我看调遣证明下面还有一行字，高度保密。后来你来打听就没给你说，这要不是周同志给我打电报，我还在严格执行高度保密。大队长，很显然这其中是有人搞小动作了。要不是周同志给我发电报询问，我真是的，哎，这可咋整啊？大队长，我已经让他寄信过来，
把我们的结婚报告再邮寄一份过来，到时候您只管给我开介绍信就行。这个事情很严重，不行，绝对不能姑息。咱们去找康书记，上次发3等功的表彰还是他批下来的，咱们去找他，公社那里有电话，咱们现在就去给祁连山军区那边打电话。大队长，这会儿周同志应该是正在往祁连山部队上任的路上，而胡清华是要回唐市，然后可能再去祁连山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都在路上，您就是打电话也找不到人。那不行，那这个事儿我也要去公社找康书记，这是政治思想上有问题，这些瘪犊子肯定是上面哪里出错了，等周同志的信寄过来那不得好几天。说完看向姜温婉，这种事你都能沉住气。大队长，周云婷的信走的是海路，用船速度更快，而胡清华出发要经过4个省，这路程都没有信快，相信过不久信就会过来，到时候我再从咱们这里出发直接杀过去。那你就这样等着，所以还要劳烦大队长先给发电报的那边发去个电报，就把这里的情况说一下，然后再说对方可能是潜伏的敌人，说我很快就会赶过去，让那边一定要做好防护，不要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。对方这么做，说不定就是潜伏的敌人，对此我也绝对不能姑息，我这就去发电报。江之晴，正义永远不会迟到，我们要相信邪不胜正，那些潜伏的坏分子早晚有一天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第二天，姜温婉去卫生所跟张老说了这个事。老师，这件事可是很严重的，对方这是有目的的潜入军方内部，这是想做什么？是想要瓦解我国军人的意志，还是想要以此来得到什么情报，都未可知啊。你说的对，对方底绝对是要好好查查，还有能干出换名字的事，绝对不能姑息。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，你们2个早就见过面，还感情很好，纸老虎一遇到水就沸。老师，关键我这口气咽不下。咽不下就不咽，呸他们一脸。姜温婉告别张老后就回到知青点。马哥哥，你干嘛躲着人家吗？你来干什么？70年代的这只小黄鼠狼成精了，带我去挖狗头金。接上集。你来干什么？马哥哥，我已经高中毕业了，我自然是来找你的。我警告你离我远点，烦死了！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大老远的你往这边跑，我都想回去回不去，你还想得下来？脑子被驴踢了啊！可人家想你吗？你一走这么多年都不给我写信，你都不知道我可想你了。你想我，我可不想你，烦死了！说完，马德比赶紧回屋去了。婉婉，马德比有啥好的？怎么那么多人都稀罕他？你这个问题可真是难为我了。第二天，姜温婉刚起床来到院子。江之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怎么感觉你最近越来越高冷了，周身都是冷气的感觉。姜温婉淡淡的看了一眼马德比，没事。马德比才不信他没有事儿呢，不过他不说就也不好继续追问。那今天赶山你去不去？姜温婉这几天在等信等的心里烦躁，赶山这是个放松的好机会。去，当然去。嘿嘿，我知道你会去。马哥哥，我也去，我才从城里过来，我都没上过山。你一个城里来的娇贵人儿，你上山能干点什么？不过按照我们往年的规矩，这赶山得到的东西都归自己，这个冬天好不好过，就全指望着赶山这次的收获。随后姜温婉一众人就上山了，姜温婉背了一个背篓，又拿了一个袋子。江之庆，你准备的可真够多的啊！要你管。哎，不过你真要跟那些老娘们一起捡山货呀，要不你跟咱们这些老爷们一起，咱们拿着枪去山里打那沙狍子什么的不挺好？说不定还能打到上次那只厉害的猞猁。这次我肯定不能跟你们一起冲在前面，你也说了我身上有枪，我可不得和妇女同志们在一起，也方便我保护妇女同志们。对，婉婉跟我们一起，有她在我们更安心。你觉悟怪高的嘞。这时前面的大队长发话了，今年的赶山还和往年一样，男人们在前面开路，咱们带着枪和家伙事儿，把危险的猛兽先给驱赶走，妇女同志们就负责在后面捡山货。老规矩，捡到的归你们自家。大队长这话一问，众人都嗷嗷的欢呼起来。大队长，咱们今年怎么提前了？这不是体谅你们家家户户都不宽裕吗？就想着提前半个月的上山。好了，老规矩，咱们集体赶山1年就这3天，你们自己悠着点，别受伤了。放心吧，保证不能受伤。大队长，放心，我们肯定会小心的。江之庆会议，你们受伤了不要紧，我们江之庆能帮你们治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，赶紧走吧。那江之庆，我就和大队长他们先给猛兽驱赶走，妇女同志们过一会再进山。他们开始打枪了，看来是遇到猎物了。正常，不用管那些老爷们儿，咱们也进山。乔婶子，这山里哪里有山葡萄吗？有，你往那边走，
那边有一棵山里红，山里红旁边就有一堆山葡萄。要我说，那山葡萄真酸，还没有那个山里红好吃。我多摘点山葡萄回去能做果酱，好吃不？好吃，必须好吃，就是有点费糖，差不多得放个1斤糖半斤葡萄吧。那我还不如直接冲糖水喝呢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去摘吧，就在那里边。婉婉，你刚才说用这个可以做果酱，我打算摘一些，到时候做了给我未婚夫邮过去。很，等他吃到这么甜的果酱，肯定会感动的。你高兴就好，不过我建议你先给自己多留点，给他寄1瓶就行。女人得先对自己好点。你放心，他可是说过会等我回去的，上次写信都写了的，我还是挺相信他的。既然他这么相信他的未婚夫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两人摘完葡萄之后，就继续往前面走。米，你继续跟着婶子赶山，我去那边一会。婉婉，你一个人小心点。姜温婉随后来找到小黄鼠狼。小家伙，我是来和你告别的，我要不了几天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怎么你还舍不得我？唉，没办法，我们始终是要分开的，我也不可能一直在这里。见小黄鼠狼小爪子在地上抓了抓，小家伙，这里也没人参啊。小黄鼠狼又在地上挖了挖。你要我挖？那好吧。姜温婉就快速的开挖，没一会就挖出一个金灿灿东西。狗头金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离别礼物。小家伙，谢谢你，你以后在山里要学聪明一点，不要再被别人给抓住了。好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姜温婉听见脚步声，赶紧把狗头金收入空间。姜温婉，你在藏什么东西？你想看？姜温婉见王建国一脸的犹豫，你把手伸出来，我拿给你看。姜温婉，你是不是有病？随身带着这种东西，要你管。随后姜温婉就离开了。接下来2天也有人找到人参的，就这样连续赶山2天。第3天，江知青，你的信。姜温婉打开仔细认真的看了一遍就笑了，然后就跑去大队长家。大队长信到了，拿来我看看。大队长将里面的几份证明看了又看。好，走，咱们这就去县里找康书记，给你开介绍信。当下姜温婉跟着大队长一起又去了县里，大队长就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下，然后把手里文件袋递给了康书记。好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上面确认。康书记，这件事先不急着往上面打电话，当心打草惊蛇。我怎么说？大队长已经给我对象回了电报，军区那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你要是一打电话确认，惊动了人，让对方知道暴露后改变了路线，那就不好了。康书记听他这么说，觉得也有道理，当下就点了头，给姜温婉开了介绍信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？明天吧，我还想回知青点一下。要不要村里人送你？你一个人上路真的可以吗？真不用，这次多谢大队长帮我跑前跑后。谢啥？以后好话的就行。婉婉，等你到了地方一定要给我写信。你妈太坏了，我把我妈分你一半，到时我让我妈给你邮好吃的。米，谢谢你，真羡慕你有个好妈妈。不过不用阿姨给我邮，祁连山太远，东西邮过去怕是都要坏了。以后你自己在知青点要好好的，有事可以去卫生所找张老，他人还是很好的。婉婉，我真舍不得你，还有你做的那些好吃的。米，以后有机会说不定还能再见面。姜温婉嘴上这样说，但心里清楚，再见面的机会渺茫，离别总是伤感的。2个好姐妹一直聊天到很晚，第2天姜温婉就踏上了千里寻夫之路。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赶紧给我坐好了！姜温婉看着对面的女人，在那孩子身上狠狠地掐了下。不许哭，再哭看我掐不掐死你！好一个严厉的母亲。姜温婉看了看手里的猪肉脯，看他想吃，我能给他吃吗？那妇人拿过肉脯，直接塞他自己嘴里了。不用给他吃，他就是好东西，吃多了惯的他。姜温婉白了他一眼，决定不再搭理。你给我坐好，我去上厕所。要是我回来看见你乱跑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那妇人离开后，姜温婉总觉得那孩子的眼睛在看自己，随后听见那小男孩用微弱的声音说道：救我，救我！这时中年男醒了过来，拿起水杯往里放一粒东西。这是晕药，来把这水给喝了。我不喝。这时火车到站了，这老娘们，火车都到站了，还去上什么厕所？走，下车了。姜温婉想了想，感觉事有蹊跷，也跟了上去。你们干什么？把我弟弟还给我！救命啊！有人贩子抢我弟弟了，赶紧报警找公安同志来！这里有人贩子抢我弟弟！滚开！中年男见姜温婉依然没有松手。这对夫妻是你爸妈吗？不是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姐姐救我！当家的你没事吧？我们一起上，就不信打不过这个死丫头。断老子财路，就如同杀老子父母，一起上！就你们还不够看！这位女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都是人贩子，抓到衙门那里审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小孩应该是他们拐卖的，
交给你们了，我还要赶火车。哎，同志，那可不行，你可不能走啊，请你先同我们回衙门把事情说清楚。随后一行人去了衙门，小男孩倒是小嘴巴巴的，把他被人贩子拐的事儿交代清楚了。江同志，你这算是见义勇为，是值得表扬的。你既然着急走，这样吧，我们局里给你开个表扬信，放到你的介绍信里，你带着一起上路。江温婉立刻道谢，做好这些，他就准备离开。孩子有衙门里的人帮忙送回他的父母手中。姐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你现在可以松手了吗？小男孩尴尬地笑了笑。姐姐，你要对象不？你救了我，我要好好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应该以身相许。但是我还太小了，不过我哥可以。江温婉莫名想到，老许，你要老婆不要？我不要对象，我有对象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找我对象。这姐姐好厉害，我好想带回家，可惜我太小，不能娶媳妇儿。姐姐，你对象有我哥厉害吗？呵呵，我对象可是当兵的。我哥也当兵的，我哥很高，我哥还是营长。我对象个子也很高，也是营长。我哥也跟我姓周。我对象也姓周。这话说完，江温婉就笑不出来了。我哥也超级厉害。你哥是哪个军区的？祁连山。哎呀，这个好像不能随便说的。我对象也在祁连山的驻军。你哥叫周什么？我哥叫周云婷，我对象也叫周云婷。那个江同志，我想你对象很有可能是这个孩子他哥。江温婉无语了。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江温婉。温婉啊，对了，姐姐，你知道一个叫清华的吗？我觉得他叫清华，他说他叫温婉，就是姐姐的名字。哼，他果然是个大坏蛋。江温婉想到这可能是周云婷的弟弟，听他还提到胡清华，好奇地问：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？你是被他给卖掉的？那倒不是，我和我妈还有政委的家的婶婶去接你，然后在换车的时候遇到好多人拥挤过来，我好像被谁推了下，然后就被挤开，再然后我就被人捂着嘴，然后我就晕倒，就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找不到我妈他们了。江温婉一猜测，推他的那只手有可能就是胡清华的手。不过一想也不对，胡清华冒充我，那么他对周家人应该想要讨好才对，这个小孩子最应该讨好的呀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算了，不想了。胡清华那种人，脑回路和正常人肯定不一样。江同志，我们将这事情给孩子父母说了，他们也很激动，只是他们现在还有任务走不开。既然你和他的目的地是一样的，而且你们有可能还是一家人，不如就一起过去吧。如果你信得过我，我就带着他过去。我这一路从吉省到这边，已经走了4个省，再有2个省就到了。那我将小周同志交给你，希望你能一路平安的到达祁连山驻地。多谢卢队长的信任，等我们到了驻地，我会打电话过来报平安的。姐姐，你是要带我一起走吗？姐姐，我很乖的。先说好了，你要是不乖，我可是会打人的。有件事还没跟你说，你妈不是去接你对象了吗？那不是我对象，她接错人了。我知道那不是你对象，她也不知道她接错了人，就连我也是在你老领导打电话过来之后才知道的。只是她带着你弟弟去，现在把你弟弟弄丢了。您要是派个人去接一下，或者直接派个专车去，就不会接错了人。现在还能把弟弟给弄丢？部队有部队的规定。行了，您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茫茫人海，上哪里去把人给找回来？你也不要激动，人已经找到了，现在应该正在回来的路上。找到了？没错，而且还是被江家那姑娘给救的。没想到我们周家2代人都欠江家的救命之恩，等那姑娘来了，你们就登记结婚，日后好好对人家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另外，那个姓胡的姑娘，她和你妈应该过2天就能到。人来了之后，暂时先稳住她，看看她到底想做什么，想尽办法来到咱们军区，就怕她背后的人。可是胡清华见过我，他来之后若是看到我，那不是……不要紧，他能来很有可能就是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咱们静观其变，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。次日，胡清华就被周副派人接了过来。你就是江同志吧？欢迎你来到这里。你好，我是江温婉。哎呀，原来你真的是小江啊！这一路累了吧？我让人带你去军属院休息。墩子出任务去了，还得2天才能回来，到时候你们就能见到面。好的，周叔叔。冯妹子，江同志刚来，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，你多照应着些。师长您放心吧，这一路来都是我照应着过来的，只是……这件事我知道。
我已经打电话给当地警方，让他们全力将人找回来。次日，胡清华就被带到了郑伟家安置。妈，你拿这个做什么？来，芳芳，妈给你介绍，这是你姐姐，姓江，以后你叫她江姐姐就行。你家姐姐刚来这里，我给她做一身衣服。江姐姐啊，我看江姐姐身上这衣服就挺好的呀，哪里还用得着重新做？婶子不用给我做新衣裳，我穿这身就行。那哪行？来，我给你量尺寸，正好家里有多余的布料，我给你做一套。妈，我还没新衣服呢。芳芳，哼！婶子，我还是不要这料子了。芳芳妹妹都生气了。不用管她，小姑娘家就这个性子。另外，你就先住在芳芳的屋子，等周营长回来，你们领了结婚证，再搬出去自己住。婶子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双芳芳上个月买的小皮鞋子，我看你俩的脚一样大，也给你换着穿。谢谢婶子，果然爸说的没错，有事找这个冯婶子，这个冯婶子一定会帮我，是真的。在火车上他就帮我说话，这会儿更是给我做衣服又送鞋子。谢啥呀？应该的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做饭去。不用劳烦婶子了，要不还是我去做吧。哪有让你做饭的道理？你就好好的休息。冯婶子刚出去，冯芳芳就进来了。这是我的鞋，怎么在你这里？这是冯婶子送给我的，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就不要了，还给你吧。冯芳芳打量了胡清华一眼。你真的是周营长的媳妇儿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见过周营长吗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？家里定下的婚事，我还没见过他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遵循那些封建糟粕？现在都是自由恋爱，我觉得周营长不一定就能看上你。他能不能看上我，也得他说的算，而不是你说的算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听说周营长才调过来1-2天，总不能看上你了吧？还是说你看上了周营长？你芳芳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能欺负人呢你？不是他推的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。快给江同志道歉，我真是把你惯坏了。妈，你让我给他道歉，凭什么？分明是他自己摔倒的，凭什么让我给他道歉？再说前天周营长来报道，我们见过面了，我想和他处对象。这个小姑娘出生就军区政委家的孩子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日子过得不知道比我好多少，竟然还来惦记我的对象，真是不要脸。不行，你跟周营长不合适，小江同志是周营长自己要娶的，都已经打了结婚报告，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赶紧把你那不该有的心思收一收。他就是个村姑，他有什么好的？我要去找周营长问问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他。你别介意，芳芳这孩子就是被我们给惯坏了。没事的，婶子。而此时的江温婉也刚下火车。江姐姐，这里我来过，我有印象。到了这里就离部队不远了。爷爷，我们快到家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走了？而江温婉看着前面有个人朝她跑过来了。江姐姐，是大哥。婉婉，你怎么会来接我们？我已经在这里等了4-5天，终于让我等到你。期间我还给张村长那边打过电报，知道你已经出发，看你还没到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我带你回驻地，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。好，江姐姐，江姐姐，还有我。你怎么又胖了？小周也看了一眼自家大哥。江姐姐，你看看我。江姐姐牵手，我好怕的。你牵着他，我帮你拿包袱。一路走过来累了吧？不累，难得有机会坐这么远的火车，可以看到那么多的风景，怎么会累？倒是你在这里等好几天，累不累？不累，看到你的瞬间什么都值得。对了，现在快中午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们先吃饭去。啊，我也饿了。江姐姐，我可怜的小肚肚也饿了，她想吃肉脯。江姐姐，我以后会长得比我哥更加高大，更好看的。江姐姐，江姐姐，你闭嘴，别逼我扇你。婉婉，待会和我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把结婚证领了。啊，这么突然的吗？反正结婚报告已经批下来，咱们这会儿又在省城，不如直接把证领了。不知道婉婉会不会答应？自己这样是不是太心急了？那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随后，江温婉和周云平去了民政局开了结婚证后，江温婉同志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愿和你一起奋斗，一起进步，共同进退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我们的绵薄之力。周云平同志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愿意和你共同努力，一起奋斗，一起进步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努力。随后两人就回去了。江姐姐，你去哪了？我都找不到你，我好害怕呀。好了，乖，吃糖吧。还是江姐姐好。这时候，一辆汽车开了过来。周营长，我亲自开车来接你们了。吕教导员，你这怎么还亲自开车过来？婉婉，这是我们营的吕教导员，吕铁炉同志。吕教导员，你好。这是？对，吕教导员，这是我爱人江温婉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江同志好。吕教导员好。
对了，周营长给你们的房子已经分下来了。谢谢吕教导员。婉婉，咱们先去团里报告，等报告完，咱们就搬去家属院。行，胡清华那边怎么解决？不会还要把他留在这里观察吧？如果那样，那可就太膈应人了。具体的我不清楚，但应该不会把他留下来，应该会把他送走。哪能这么轻易就送走啊？我们还没有查出他背后的人呢。到底谁那么大能耐，会在文书上面做手脚？这件事肯定和军区的人脱不了关系。小野，你们去接人的时候，是谁去办的文书？当时你在不在？有没有发现那些工作人员里有没有什么异常？不知道啊。你想一想，记不记得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位政委神子经常出去逛街，还有你们的文书，大部分也是他帮忙办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过冯婶子人可好了，这一路上多亏了他帮忙。婉婉，你是说？我只是合理的猜测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猜错了。如果不是这边出了问题，那就是地方上出了问题。放心，一切都会解决的。走，先回去。随后周云婷他们回到所在的驻地。冯婶婶，我回来了。冯姐姐，小野啊，你回来可真是太好了，快说说是谁救你回来的？哎呦，婶子可得好好感谢他。是江姐姐救的我，江姐姐可厉害了，她几下就把坏人打倒了。周营长，你出任务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还想去你们一团看看你回来没有。这位女同志，你是谁？那个是江姐姐。冯婶子，咱们接错人了，咱们接到的不是真的江姐姐，我就说当初那个姐姐看着怪怪的。哎呀，你才是江同志啊，那我们接到的这难道是个假的？我的天，这可不得了！我知道了，她不会就是你那个继妹吧？这当时可是你妈亲自送过来的，说她是你，这，你们快去跟师长说一声。好，那我们这就过去了。好，快去给师长报平安，也顺便给师长说说。周营长你好，我叫冯芳芳，我。周云婷头也没回的，直接带着江温婉往办公楼去了。妈都怪你，早知道我过年的时候就不回老家了。老家有什么好，还不如留在这里，说不定能早点认识周营长，还有那个江温婉，原来他是个冒牌货啊！哼，看我回去怎么羞辱他，不要脸竟然冒充别人。你不去一团了？哎呀，周营长都过来了，我还去一团干什么啊？那回去吧。对了，回去之后你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咱们还不知道这件事要怎么处理，你千万不要咋咋呼呼的，让那位假的江同志看出点什么来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小子怎么感觉又胖了？爸，我可想你了。周伯父好，我是江温婉。好，你长得跟你爸可真像。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帅小伙一个。来，快到这里坐。哎，这里不合适，走，跟我去家里坐。师长，冯政委，你来的正好，把那位胡同志带过来，我们等下和他对峙。是师长，我这就去。小野，走，我先带你回去见见你妈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的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不是做梦吧？我看看，瘦了，都瘦了，吃苦了，受罪了，都是妈不好，以后妈哪里也不去，就守在你身边。好了，孩子现在回来了，你就别哭了，还不赶紧谢谢江同志，是人家在火车上发现了不对，救下你儿子的。谢谢你，江同志，你也姓江啊。好了，儿子找回来你就别再哭了，我们还有事就先去忙了。我也去。儿啊，别去，你乖，让妈好好看看你。我要去，江姐姐带我去，我要去拆穿他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在这里老实待着，事不宜迟，直接找人对峙吧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冯婶子，也把他叫去，我觉得他也有嫌疑。行，那就将他们都给叫去。胡清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我。胡清华看向一旁的周云婷，让他想起来在知青点见过这人。我是来随军的，对，我是来随军的。你随军？你跟谁随军？我跟周墩子，我和他有结婚报告。胡清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胡清华心里一惊，我是来随军的，对，我是来随军的。呵呵，你随军？你跟谁随军？我跟周墩子，我和他有结婚报告。你凭什么打我？他周云婷，小名墩子，就是周营长，我男人。那结婚报告上是我们的名字，请问你哪里来的脸冒充我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不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整个军区的人都以为你是为了偷军事机密而来，很快你就会被抓起来吃枪子。你说你背后的人真的是为了你好，还是故意想要害你呢？胡清华听江温婉这么说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我看他就是为了军事机密而来，应该抓起来严加审问，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特殊手段。不，我不是的，我也不想的。我就是江温婉，我不是要来偷什么军事机密，我才是真的江温婉。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爸妈，他们可以作证。
胡清华呀，胡清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死鸭子嘴硬？周营长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才是真正的江温婉，我爸妈可以作证。对了，还有冯政委的爱人，他也可以作证。冯政委，你去看看大妹子来了没？是，师长。没用的，胡清华，你以为就他们给你作证就行了吗？要不要我马上给那边的公安打电话，让他们现在就去街道办走访，看看谁到底才是真的？不会的，他们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所以这个蠢主意到底是谁给你想出来的？是我爸想出来的。是你对他们太不好了，他们才不想让你来随军，说你来随军嫁给周营长不会给家里谋好处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。原来是你爸呀，我那个继父还真是能蹦跶。我记得我走之前已经给他们写过举报信，难道没有人去查他们？你那封举报信还是有些用的，再加上我也看着他们被撸下岗位，只是不知道谁那么大本事，又恢复了他们的岗位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让我顶替你来随军，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冯婶子可以证明你是我？是我爸说有事找他就行，他会帮我的。我不是来偷什么军事机密的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是被他们哄骗的。婉婉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现在就回知青点，我回去劳动，我会努力改造的。这时冯政委赶了回来，师长，我爱人他去县里买东西了，去县里了，务必要将他带回来。还有，你暂时先把手上的工作交出来。师长，这是怎么了？周父又把胡清华刚才交代的说了一遍。胡清华这时开口说道：“我要举报周野弟弟不是自己走丢的，是冯婶子推的。我看到他推了周野一把，然后周野就被人给挤走了。我又不知道这边的情况，所以才没有及时向领导反映。我知道错了，我要将功补过。既然当时你看到冯婶子推周野，那你为什么不出声制止？我不敢。冯婶子是政委媳妇儿，而且冯婶子对我也挺好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被敌人的糖衣炮弹给腐蚀了。我坦白从宽，请求宽大处理。你胡说，胡同志，你不要为了推卸责任就往我爱人身上栽赃，他绝不可能做出那种事。我和他一起生活了10几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再了解不过。好了，这件事情等调查清楚了再说。爸，冯政委的爱人和胡清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或者说冯政委的爱人和胡建邦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帮着他们呢？给县里打电话，让他们务必找到冯政委的爱人。是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傍晚，报告，县里那边说没有找到冯政委的爱人。难道人跑了？不可能，我爱人不会跑的。行了，先吃饭，等着去县里搜查的人回来再说。你们既然领证了，我先单独给你们安排个地方住吧，等到明天你们再回团里。行，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伯父，我希望你能严肃处理他们那一家人。他们这个行为，往大了说也大，往小了说也不小。我打算看看能不能将他们下放到最苦最累的农场去改造。行，咱们把这个意见提一下，看上面怎么安排吧。好了，别聊了，赶紧吃饭了。吃过晚饭，婉婉，水打来了，来，你先洗脸，洗完脸然后再洗脚，我再把水倒了。你出去一下，我这一路走来又是坐火车，这脚都不知道什么味道，别熏着你。我不怕，我当初在部队宿舍的时候，什么没闻过。你真不出去，等会儿熏晕了可别赖我。周云婷目光火热地看着江温婉，看来你是要我亲自给你洗脚。滚！还是我来帮你吧。江姐姐，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？我是来给江姐姐送被子的，我怕你欺负江姐姐，我要和江姐姐睡，你不同意我就去告诉爸爸，让你去捡马粪。把被子给我，下次再敢不敲门的闯进来，看我抽不抽你！还想和江姐姐睡，赶快回去。小周也只好无奈地离开。江温婉洗漱好后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睡吧。这么热的天，不用这么多被子吧？晚上会降温，不过你要是觉得冷的话，直接抱着我就行。江温婉见周云婷目光火热地看着自己，转开头看向床上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那个什么，我觉得第一次应该郑重一些，在这里不好吧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放心，我们等明天回到家属院，分给我们的房子，我们在。当然，如果你想，我也愿意舍命陪妻子。滚，你让开些。我不，我就抱着你什么都不干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才不信你，你过去些。我不，婉婉，我们我看我们这样都睡不着，我们各自回各自的空间里睡吧，早上早点起来。江温婉见周云婷一脸的犹豫，好了，乖。好吧。第二天一早，周云婷找到周父，
冯绳子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如今看来人肯定是跑了。他怎么会跑了？对，但我已经下令全力追查，务必要将人给抓回来。单单只是让甘省的公安追查还是不行，不如我带一队人亲自去追。你和你媳妇儿刚来这里，家属院都还没住进去，你就带人走，扔他一个人在这里？我没问题的。那也不行，我已经派了一队人去追了。你们还是先去骑兵团。云婷，你空降过去，肯定有人会对你心生不满，用你的本事去让他们心服口服。是，保证不给您丢脸。在上面没有下来文书之前，胡清华还要留在这里，我们会好好将他看管起来。小婉，另外你家那边也知道这个事了，要不了多久也会有结果了。谢谢伯父。不用谢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之前我去接人的时候，那位张同志跟我说家里困难，我还给他拿了200块钱。没事，你也不知道他是坏的，日后不要再跟那边联系了就行。不联系了，以后每年的年历我也不给他邮了。不用，海岛那边照旧。小婉，这些年我每年过年都会让往你家和海岛那边邮2份礼物。我听云婷说，你好像从来没有收到礼物和海岛那边的信。我那个妈是有点和别人的妈不一样，她更疼胡清华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清华是她生的。这件事我知道了，看来关于胡清华的身世，我也要让人好好查一查。而远在唐氏的胡家，胡建邦收到了下放农场的文书。王主任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我闺女可是嫁给了军区的营长去随军了，我们也相当于军人家属。我要给我女婿打电话，我要给周师长打电话，你这是假公济私。胡建邦，你做的丑事已经穿帮了。我跟你说，下放农场是最好的结果。看见我身后这2位公安同志了吗？等下他们会带你回去问话，你若是不如实交代，那你就等着蹲耗子吃枪子吧，你连下放农场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家祖上8辈贫农，我是光荣的工人阶级，我可什么坏事都没做。你没做亏心事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相信吗？篡改文书，历代逃江的不是你啊！现在真正的江同志已经去了祁连山，假的终究是会被拆穿。走吧，你们假造文书这个罪名可不小，说不定耗子都不用你蹲，直接吃枪子。不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我也没那么大的能耐篡改文件，这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是被逼的呀，公安同志，我真的是被逼的。我要举报，我举报祁连山军区的冯政委爱人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他为什么让你这么做？你最好把你知道的都交代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如实回答，我都说，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说。胡建邦把知道的事都交代了一遍。周副这边收到结果后，你看看这个。冯政委的爱人就是何春燕，是胡清华的亲妈。根据胡建邦交代，何春燕有个孪生的妹妹叫何春晓，这2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那何春晓呢？何春燕当年生孩子的时候，何春晓去她家照顾她。何春燕得知何春晓嫁给军区政委，可以随军，当时何春燕就动了歪心思。不会是被暗害了吧？你先听我说，何春燕打晕了何春晓，让胡建邦犯了生活作风上的问题，然后何春燕杀害了何春晓，顶替了何春晓跟着冯政委来随军。好恶毒！那何春晓就真的只是何春燕一个人杀的？胡建邦不是帮凶，我可不相信。胡建邦吃枪子是少不了的，不管当初人是谁杀的，他肯定是帮凶，这个逃不过。那我妈和那个弟弟呢？至于你妈和弟弟，上面决定将他们给下放到农场去改造，而胡清华会就近下放到这边的牧场。我们不确定何春燕到底会不会再跟他联系，你们先回去，之后有消息我再跟你们说。下午姜温婉他们就来到家属院。吕教导员，他们就是周师长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吧？对，这是周营长，那是周营长的爱人，姓姜。这位是咱们2团1营的王副营长的闺女，现在在文工团拉的一手好听的小提琴。你身后背着的也是小提琴吗？如果你会拉小提琴，我可以介绍你进入我们文工团，我们文工团正好缺人。谢谢王同志的好意，我这不是小提琴，也不是别的琴，文工团我就不去了。哼！王同志，他不喜欢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去。那我能看看你盒子里的是什么乐器吗？不能。是吗？那就算了，还以为你会拉小提琴，想着可以为文工团招个新人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说完，王金凤就离开了。吕教导员，他爸就是王副营长。那王副营长多大了？看这姑娘的年纪，应该17、18了吧？那个这事儿我不说，周营长你明天正式上任的时候也会知道。原本这次大家都以为会是王营长提干的，毕竟他的资历在那里。谁能想到你忽然过来，成了咱们2团1营的营长？可如果王副营长有什么情绪，你多担待。我明白，但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爱人。你放心，日后就让你媳妇儿跟着我媳妇儿，保证谁都不敢欺负她。好了，你们今天刚到，先熟悉熟悉环境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吕教导员，再见。婉婉，今晚。哎呦，
让嫂子看笑话了。我们下次一定注意，下次记得关上大门。这碗你拿着，外面还有些柴火。谢谢嫂子。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？我给你们拿。嫂子，我们暂时不缺，米面粮油我们都带着些，缺的明天再置办也行。那行，以后有什么缺的再给嫂子说。那我回去了，你们继续。嫂子再见。婉婉，今晚我们能不能补上洞房？你听这床的声音，绝对是命不长久，所以你今晚可要老实些，千万别折腾他。周云婷眼神炙热地看着江温婉。好，我不折腾他，我就折腾你。第二天，谁让你跟着过来的？我想我江姐姐呀，就来找她呀。等会我就送你回去，不许在这里过夜。还有以后不许叫她江姐姐，叫嫂子，别称呼错了，不然我听到一次揍你一次。我就不回去，我要和江姐姐。哇！叫什么？想好了再说。江，哇呀呀！嫂子，你快出来，我哥欺负我。好了，云婷，你去给那边打个电话，别让婆婆担心，她眼睛才消肿。好，婉婉，你不是要孵小鹅吗？那我顺便去买鹅蛋。好，嫂子，我好想你呀。好了，我待会带你去玩一会。好耶，还是嫂子好。嫂子，你看是小英的嫂子就可不好了，每天都让她干可多活。嫂子，你那里还有糖吗？给我2颗行不行？行，你以后听话行不行？行。小英，给你吃糖。小野这孩子还是很有爱心的。小野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小英你快回去吧，我去找我嫂子玩了。嫂子，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吧，我妈总是抱着我哭，我不想回去。你还知道啊？待会你哥回来了就赶紧回去，你妈这会儿找不到你肯定要哭，难道你舍得她伤心难过吗？我也不舍得，可是那好吧，等我说服了我妈，我可以过来住几天吗？以前咱们坐火车的时候，你都不这样对我的，有了大哥以后你就变了，你是不喜欢我了吗？小家伙，别对着我卖萌，没用的，除非得到你妈的同意，不然你当天来，我当天就给你送回去。好吧，我尽量。下午周云婷回来，把周爷给送了回去。晚上江温婉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写了下来，准备给朱小敏寄过去。这时周云婷也从外面回来了。我把胡清华和他妈的事给敏敏说了，这些都是能说的吧？不能说我再重新写一份。没事，只要不涉及军事上的事，都是可以的。那行，等什么时候你去县里，就把这信邮出去。不用，给我明天训练的时候让张顺帮忙寄出去就行。咱们早点吃饭，晚上还有正事。什么正事？见周云婷在江温婉耳边轻声低语了几句。去，明天你可是要训练的，也不怕到时候腿软让人家笑话你。腿软，来试试。你快放开我，门还没关呢。对，你等着我，我去关门。随后两人又忙到很晚。第二天周云婷一早就出去了。开门啊！我知道你们家里有人，快点开门，快开门！这一大早的是谁啊？才刚来2天，我只出了一趟院子，连这里的婶子们都不认识，能是哪位来找茬呢？开门，快开门！蒋大嫂，你这一大早的是干啥呀？就是人家周莹和他媳妇儿刚来，哪里招你惹你了？一大早的拍人家的门，你们知道什么？我家小英都快要被他害死了！哎呦我的天啊！哎呦我的腰啊！我不行了，这家属院儿新来的小媳妇儿怎么还打人呢？这位婶子你是谁啊？我前天刚来，昨天都没怎么出门，我可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。哎呦我的腰啊！我怎么了？你大早上的就来我家拍门，这不是怕你着急，我就赶紧把门打开，没想到开得急了，竟然还把你给撞倒了。你要不要说说，你这大清早的拍门干什么？是不是你们昨天给我家小姑子吃糖了？谁让你们给我家小姑子吃糖的？我昨天晚上逼着她吃了好几口猪油催吐。我家小姑子从来不吃外面的东西。这位大嫂，我给你家小姑子吃糖也有错了。谁知道你们给我小姑子吃的糖干净不干净？我告诉你，我家小姑子现在发烧了，我已经送去给军区医生看，医药费你们是必须出的，另外你们还要赔钱。江温婉抬头看了看天，是白天啊，你讹我。谁讹你了？分明是你给我家小姑子不知道吃了什么糖，我看那糖分明就是有问题。我家小姑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你就等着赔命吧你。蒋婶子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就说你这样的招数用了多少次了？
可不是，上次我煎小鱼给他家小姑子吃了一条，第二天他家小姑子就闹肚子了，要我赔钱。也不知道甘营长怎么娶了这么个脚家精，可不是一口一个从农村来的，农村来的就这样嘛。我也是从农村来的，我也没像他这样啊。我说那小英子能活到现在，可都是奇迹了，隔三差五的要被他折腾一顿。要你们管！开门啊，开门！别以为你是周营长的媳妇儿就能逃避责任，你要是不赔钱，我就去找周师长，让他看看你这个儿媳妇是个什么货色。走吧，你不是说你小姑子生病了吗？在军区医院是吧？我现在就去看看，正好给她做个全身检查。我也有行医资格证，走吧。走就走，反正我家小姑子现在发烧了，也做不了假。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糖给了小女孩，没想到转眼她嫂子就来要她赔偿。接上集，妹子，你真的会医呀？在当知青的时候跟一位老大夫学的，好心给人家孩子吃2块糖，还吃出事来了，我可不得去看看。这事别惊动我家周莹，他第一天来报道，应该跟战士们好好训练。行，也不知道咱们家属院怎么就多了这么颗老鼠屎。宋丹丹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我现在是受害者，我们家小姑子都被他害得发烧了，要是命没了，她不得赔命啊！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用小姑子讹钱的。宋嫂子，这位蒋婶子的公婆呢？据说他们家上个月发大水，二老都不在了，才把小姑子送来。结果上来没几天，他就用他家小姑子讹人。不管了，还是先去看看孩子。你们这么多人过来干什么？宋大夫，这位是周营长的爱人，姓姜，他也是医生。宋大夫，就是他昨天给我小姑子吃糖，害得我小姑子今天早上就发烧。这位蒋婶子，你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呀？还有宝根怎么了？我家小姑子被你害生病了，和我家宝根有什么关系？我怀疑英子得的可能是传染病，我建议把你家宝根带过来一起检查一下。你瞎说什么？我家宝根才不会得什么传染病呢！你别在这里瞎咧咧，我看你根本就没有那真本事。宋大夫，你好，我姓姜。这位蒋婶子说我给英子吃了2块大白兔奶糖，害得她逼着小姑娘吃了好几口猪油催吐，从而导致的发烧。这怎么可能？刚才我摸英子的脉，发现很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，所以我建议检查一下蒋婶子家的另外一个孩子。您觉得我的做法是否正确？没有错，不过没想到姜同志你还会中医，但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就按照你说的，还是将另外一个孩子带过来检查一下更保险。我刚才还看见他家宝根还和我家小子在一起玩呢。那劳烦宋嫂子去把他家宝根带过来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家宝根好好的，怎么可能和他一样？那可不好说，要检查过后才知道。哎，没想到昨天给孩子们分了几块糖吃，就发生这样的事。这孩子也是可怜，才经历过那样的事，就又遇到，哎。有的人啊，就是丧良心。上次我给他家小姑子吃小鱼，他就闹来这里，还让我赔了5块钱，是不是宋军医？那谁让你们给我小姑乱吃东西了？本来就是把她给吃坏了，让你们赔钱不是应该的。更何况宋军医也证明了我家小姑子确实是有不良反应。此时的宋军医嘴角抽了抽。蒋婶子，英子经历大水被送来，本来身心就受到重创，你又是抠喉咙，又是灌猪油的，她能不发烧就怪了。送来给我养，我不得对她负责啊！这万一随便吃东西吃坏了怎么办？你看看她现在不就又发烧了？都是这个周营长的媳妇儿乱给我家孩子东西吃造成的。姜文婉握紧拳头忍了，这不是村子里打架不好，不能动手。那这么说，你儿子之前是不是也从来不吃别人给的东西？我儿子怎么能一样？我家宝根身体才不像他这么弱呢。合着不是自己的孩子不知道疼是吧？宋军医，这会儿这小姑娘是真的发烧了，而且如果我没有检查错的话，应该是3日疟，潜伏期可长达18到40天。什么意思啊？那病可是会传染的，这不是要死人吗？听到3日疟，这蒋婶子一下慌了。我就说这个拖油瓶是个丧门星，为什么还要我养着？送到叔叔姊妹家不就行吗？送过来又要多一个人的口粮，还是个带病的，这个病还要人命，我真是欠了他们甘家的。这时宋嫂子带着宝根来了。我的儿呀，你可真是命苦啊！宝根，你昨天吃了几颗糖？3颗糖，糖可好吃了。你怎么会吃3颗呢？小周也昨天只给你们1人分了1颗呀。还有一个是我妈从他手上抢的，另外一个从他嘴里抠出来的。我妈说他才不配吃糖呢。本来就是你说的。蒋婶子，你这锅可不能再往我身上扣了吧？英子那颗糖才放进嘴，就被你抠出来了吧？你可真是恶心，竟然还能把从小姑子嘴里抠出来的糖塞你儿子嘴里。我才没有，你胡说。你没有，你还是摸摸你儿子，看他有没有发烧吧。
他若是发烧，那也是你害的。不讲卫生的我见多了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。随后见蒋婶子在宝根额头摸了一会，我儿子没有发烧，我儿子才不会发烧，更不会的什么3日虐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。我的好心不是让你讹的，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敢打我吗？宝根说完就要冲上来打姜温婉，姜温婉在他脖子上一敲就晕了过去。宋军医，立刻给他量体温，如果发烧就要及时打针吃药，还要隔离，不能让病情扩散出去。你的孩子是宝，别人的孩子也不是草。如果英子有事，你说你儿子会不会有事？还想让我赔钱？不如让你儿子先赔命好不好？宋嫂子，你去把他男人找来，我这就去部队里喊人。这时宋军医量完了体温，宝根没有发烧，现在没有发烧，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烧。等英子什么时候好了，再让他什么时候走，留在这里观察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还大夫，你这是草菅人命，我儿子绝对不能留在这里。草菅人命，你还知道这4个字儿？你对英子一个9岁孩子做的，不是草菅人命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肉只有割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好好的，谁让你来招惹我？我没有，我要去举报你。去，现在就去，到时候你虐待小姑子的名声也就能彻底传开，看看你男人会怎么看你。我要去举报你，你黑了良心，草菅人命。去，现在就去，到时候你虐待小姑子的名声也就能彻底传开，看看你男人会怎么看你。你别上纲上线的，我也是日子不好过，我也是有难处才这样的。你说你的日子不好过，你的男人是正营干部，1个月的钱不少，你都不好过，其他家属不是更不好过？看来你对团里很不满，怨恨团里没有给你们更好的生活是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一时间鬼迷了心窍，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没有说假话，你家小姑真的得了3日疟，本来潜伏期可长达40天，是你虐待她，让她提前发作出来，这种病是会传染的。宋军医，我没说错吧？如果真的是3日疟，那他说的都对。那我儿子这可怎么办啊？治疗3日疟的药我有，不过只有1片，所以我决定先给你家小姑吃。至于你儿子，你自求多福吧，谁让你之前那么对人家孩子呢？不，江妹子，不要啊！我求求你把药先给我家宝根吃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闪开！姜温婉把药给小英服下后，没一会人就清醒了。谢谢周爷嫂子。你看他也有软肋，虽然你以后要住在你哥家，可也不能随便让人欺负了。有困难找组织，组织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宝根啊，我的宝根啊，你快醒醒，我的宝根啊，娘的心头肉啊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这个时候，宋嫂子已经将甘营长也给喊了过来。孩子他爹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母子都要被人给欺负死了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到底怎么了？这时宝根也醒了。爸爸他打妈妈，他是坏人。这位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甘营长，我想这里应该是有些误会。今天早上你爱人把你妹妹送过来，说小姑娘昨晚就发烧了，这个事儿你知道吧？这件事我知道。那你知道她是怎么发烧的吗？这个还是让我来说吧。姜温婉把前面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这样的事情在小英来的这1个月里可不止1次，怎么你们家要靠她来创收吗？此时的甘营长低着头没有回答。现在她是真发烧，很可能就是3日疟。你知道这个病是会传染的吗？万一传染开，整个家属院的孩子都逃不掉。小英，都是大哥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，你嫂子做错了。要是以后她再这样，你跟大哥说，大哥给你做主。大哥。姜温婉无赖地摇了摇头，别人家的事也不好过多干预。姜同志，你刚才说的3日疟是不是真的？是3日疟，只是现在是轻微症状，只发烧、发冷和头痛。如果严重症状包括疲劳、意识模糊、癫痫发作和呼吸困难，目前看来他情况是轻微的。青蒿素这里有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有，所以暂时不用担心。那太感谢姜同志了。不过这种病的传播途径是疟原虫在蚊子体内进行一定的发育繁殖，再通过分泌的唾液叮咬其他人传染，然后就是患者唾液传播。所以我可真没有危言耸听。好的，我会尽快向上级报告。青蒿素到时在我那里来拿。青蒿素或者生姜2两、细茶2两、山楂2两、柴胡2两，用酒和
井水各1大碗，煎1碗，漏1宿，第2天早上温服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江同志你可真厉害，这是中医的方子吧？等一下，唾液传播的话，你是说？没错，他从英子嘴里掏出来给他儿子吃的糖，所以我真没说假话。我家里还有事，就不在这里多留了。好哈，江同志你是住在家属院吧？有其他的事我能去找你吗？不是性命攸关的事，不要来找我。说完，江温婉就离开了。妹子，你可真厉害！刚才你对付那个蒋嫂子可真是解气，看她以后还敢不敢那么对她小姑子。嘿嘿，我这也是气急了。再说我刚来不想让被当成软柿子捏，其实我这人还是很好说话的。哈哈，你跟我说这话，你就不怕我欺负你呀？好嫂子，你看我这么弱小无助又可怜，你舍得欺负我吗？得了吧，你可是一战成名，整个家属院儿以后可没有敢触你眉头的。嫂子，你可别这样说，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的好。不过那个蒋嫂子也是昏头了，她跟妇联主任关系好，平时讹人撒泼打滚一爷一个准儿，这回她是踢到了铁板，我看她以后能收敛点了。好了，嫂子不聊她了。行，妹子你会骑马吗？还行吧。听说你之前在东北当过知青。对啊。那你会打枪不？会，我打得可准了。我在东北当知青的时候还打过狼呢。宋嫂子，你这么问，是不是你打枪也可厉害了？那改天咱们一起去试试身手呗。那我可找到知音了。咱们家属院儿里，我之前还组织过打枪练习，不过嫂子们都不乐意，不是带娃的，就是准备生娃的，要不就是新婚小媳妇儿不想出门的。嫂子，你平时骑马都是在哪里弄的？想骑马，回去找你家周营。嫂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哈哈，你在想什么？周营长有自己的战马，让他给你报备一匹不就行了？到了晚上，周云婷一回到家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申请匹马？我想跟宋嫂子一起骑马去。骑马这个等晚上我教你，咱们可以好好练习一下。白天骑马，晚上骑你，你是不是想要累死我？还有，我说了我年纪还小，等再过几年再要孩子的事，你可是同意了的。同意，只要是你说的我都同意。好了，我们早点吃饭，早点休息。江同志，你在家吗？张顺，怎么是你？有什么事吗？走，快跟我去卫生院看看，宝根发烧了，还一直打摆子，是宋军医让我来找你的。那英子的烧退了吗？英子的烧退了，据说昨天半夜还发烧来着，是用了你给的青蒿素才好的。然后怎么了？那青蒿素被用完了？不是，青蒿素好像是没有用完，只是卫生站里不是只有宋军医，有一位从京城来的专家，他建议不使用青蒿素，所以宋军医就让我来找你。哟，还有京城来的专家呢，你们这一团可真是藏龙卧虎，可真是让人开了眼界。那个江同志，您还是先去看看吧。哎，那走吧。一个军嫂的话你也信？什么青蒿素，听都没听过。他这就是小孩子的感冒发烧，你给他吃半片安乃近就能退烧，多了量都算高的。吴同志，这开不得玩笑。江同志说了是3日疟，而且我看他的症状跟3日疟也是一样的。他这已经40度了，快不能再犹豫了，用江同志留下来的青蒿素吧。那就快点给孩子物理降温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纠结什么青蒿素？赶紧给扔了，土偏方信不得，你要相信科学呀。江温婉捡起青蒿素走到吴军医面前，你谁呀？走开，不要妨碍我抢救病人。我就是拿出青蒿素的人，你确定你是在抢救病人，不是在送他往鬼门关一程？你一个小军嫂，你懂什么？我是从京城医科大学调过来的教授，在这方面我是专家，你赶紧出去，不要在这里捣乱。江温婉转身就走，他最讨厌一种人，那就是专门给人建议的专家，而且还不顾人死活，坚持自己的判断。江同志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小英子发烧就是你的青蒿素治好的，只是吴专家不幸，他坚持自己的己见，这万一小宝根熬不过来，怎么说都是一条命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东西我拿出来了，你们不能怪我。至于宝根，听天由命吧。哎，江同志啊，你好好想想，那也是一条命啊，这样你真的忍心吗？妈的，烦死了！走吧。你这个无知的军嫂，你回来做什么？你不要仗着你有个小地方的行医证，你就自认为了不得。我告诉你，人命关天，我是京城医科大学毕业，有着丰富的临床。哎呦，你这个野蛮的军嫂，你怎么还打人啊你？江温婉没有理会他，直接走到一旁，拿上注射器，用酒精给青蒿素消毒，调好注射器。你要对那个孩子做什么？你这样会害死他的，我要去告你。让开，看着他，别让他过来。江温婉对张顺说完，就要给宝根注射。你真的能救好宝根吗？你不会故意害死我的宝根吧？我要是不想救他，刚才就转身走了。不过我劝你日后最好对英子好点，
不然你看老天会不会惩罚你，收回给你的孩子。我以后一定对英子好，菩萨保佑我家宝根平平安安的，千万不要有事。哇，好疼啊！你这个军嫂好大的胆子，你竟然敢私自给病人用药，你知不知道这样是会出人命的？我要去告你们草菅人命，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吴军医，3年前涂医生就在个海南岛开展青蒿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疗效试验，这个你都不知道，还自称是专家，你是来搞笑的专家吗？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手里的青蒿素又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研究的，你有意见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军区打电话，我要举报你滥用药物，导致一个生命的即将死去。让你诅咒我儿子，我儿子不会有事的。你们我一定要去给军区打电话，一个无知的军嫂都能随意用药，这种情况必须杜绝。姜文婉再次伸手给宝根把了脉，烧已经在渐渐退去，脉搏趋于平稳，以后要注意卫生，进过别人口中的东西就不要再抠出来给你家的孩子吃了，不然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。蒋婶子的脸色红了红，我知道了。没过多久，周父这边就头大了，听着电话里嗡嗡的刮噪声，挂断电话后，去把那个吴教授给拉走，送回制药厂去。师长，制药厂那边也是实在受不了这人，才故意让他以勘察的名义过去的，其实就是不想要。这会儿啊，够呛愿意揽人间。他们不想要，我就想要了。当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师长。过了10几天后，妹子，我和家属院的几个嫂子打算去县里，你去不？去啊，我来这么久了，还没出去逛逛呢。随后几人坐车来到县里。你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吗？你去买你自己的，别跟着我们。被这么直白的拒绝，蒋嫂子只能转身自己去买别的东西去了。宋嫂子，这会儿也中午了，咱们去国营饭店吃饭去。去啥？尝尝我烙的饼，里面加了葱花。咱们去那路边坐着吃，我这里还有水呢。国营饭店一顿饭好几块，不值当。我这里也有水，我也带了水壶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包子。还以为你会想去国营饭店，那你要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对，不去国营饭店，咱们就在路边啃个包子饼子就行。去国营饭店太费钱。宋嫂子，你可真省，你家老吕的工资不低，这又升了政委，工资又涨了才对。他家那边还有个弟弟才上高中，还有个妹子要出嫁，我家那边有个弟弟要结婚，哪儿都要钱。要不咱说你和周莹是真好。对了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没有了，我妈改嫁又生了个儿子，她不管我，也不用我管她。那你们这日子简直不要太好啊！是啊，俩人就在路边啃着饼子包子。姜文婉突然眼睛一眯，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。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啊？还要去国营饭店吃饭？你到底是谁呢？你就是下放农场改造的劳改犯，要不是我娶你，你现在还得干苦活累活。你就是下放农场改造的劳改犯，要不是我娶你，你现在还得干苦活累活。我今天同意带你来县里就不错了，还想去国营饭店吃饭，把你给美的。我就是想去吃点好的，怎么了？真是个又懒又馋的臭婆娘，要不是看你有点姿色，老子会娶你。赶紧走！啊，你干嘛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再磨叽，老子还揍你！姜文婉在旁边都愣住了。胡清华嫁人了。胡清华见姜文婉也是一惊，还不快走！妈的，你可真是个废物，路都走不动了吗？早知道就不应该带你来县里，赶紧给我起来！这男人怎么回事？这还是在大街上呢，这也太不尊重妇女同志了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宋嫂子，你可别去，赶紧坐下。那女人我认识。你认识？那你咋不去帮忙，还不让我去？姜文婉把之前发生的事给宋嫂子讲了一遍。所以事情就是这么个事儿，她想要顶替我嫁给我家周莹，可我家周莹当时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俩早就见过面，这才没让她给蒙混过去。所以她是被送到牧场改造的。我看她这样子，她应该是跟当地的牧民结婚了，就是那个人不咋地，竟然对她拳脚相加。那人的确是不咋地，再怎么也不能在大街上动手啊。不过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咱们先看看。哎，你这同志怎么回事？怎么能在街上这么对女同志呢？您几位是军嫂吧？不是，我要跟他动手，实在是气急了。放心，以后绝不会跟他动手。他胡说，我嫁给他才1个月，他都打我好几次了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位同志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就是这位男同志，你怎么能打这位女同志？就算她是你媳妇儿，你也不能随便动手。可不是，我家男人可从来没动过我一个指头。几位军嫂同志，我承认错误，是我不对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他了。这位女同志，她说以后再不打你了，她要是再打你，你就到我们军区家属院来，我们给你做主。此时的姜文婉嘴角抽了抽，怎么没看出来？这个蒋嫂子还是管闲事的一把好手。你别想太多，她也不是什么热心肠，她管闲事也是要收点好处的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。
那要是没好处给呢？没好处他才懒得管。这位嫂子怎么称呼？今天多亏了你帮我说话，以后他要是敢打我，我还得去找嫂子们帮我出头。胡清华说完，看了一眼姜温婉，见没有上来阻止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我姓姜，你称呼我一声蒋婶子就行。原来是蒋婶子，我姓胡。蒋婶子见胡清华的目光看向姜温婉，姜妹子，宋大妹子，你俩咋坐在路边？你俩这是搁着吃饭呢？饿了随便吃点。这是谁啊？这不是胡清华吗？怎么结婚了？哎，前几天王建国还给我写信，说想要调过来陪你一起吃苦，这一转眼你就结婚了。哎呦，他要是调过来，怕是得伤心了。姜温婉，你什么意思？王建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？我看你这不过得挺好的，把你下放农场是让你去改造去的，结果现在你还结婚了。这位同志可真是勇士啊，好眼光，你的眼光不错。谁规定我下放农场改造就不能结婚？再说结婚了，我也没不干活呀。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像你这种冒名顶替别人，抛弃自己未婚夫，想要跟别人未婚夫结婚的女人，你说你让我怎么盼着你好呢？姜温婉，你胡说，你少在这里污蔑我。我胡说？王建国真的没有给你写信吗？那他怎么那么深情的要过来陪你吃苦？胡清华气得咬牙，又是这个问题，看向自家男人，脸已经是锅底色了。蒋嫂子，你看他，就他这样还是你们军嫂呢？根本就是在给你们军嫂丢脸。蒋婶子现在可不敢招惹姜温婉。嘿嘿，姜妹子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那你有啥事就别来找我了，我可管不了。我看不如你直接找姜妹子帮忙更好。姜妹子，你看这大中午的，我们打算去国营饭店买点吃的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不用了，我们吃过了。啊，你们吃完了，那我先过去了。蒋婶子，姜温婉，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你现在都是军嫂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这话说的好严重啊！我怎么没放过你？你这不过得也挺好的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你妈逃走的事吧？现在军区和局里都下令通缉她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当通缉犯女儿的一天呢！胡清华听到这话都懵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妈早就死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大强，走，我们回去了，走。怎么回事？什么通缉犯？这位同志，你和他结婚还不知道他妈是通缉犯啊？他妈是顶替的别人替嫁被发现了，看来他们家是有这个血脉，喜欢顶替别人，抢别人的未婚夫。有这么回事吗？没有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同志，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儿看好了，不然谁知道他哪天会不会顶替别人的媳妇儿。姜温婉，你这样落井下石有意思吗？当然有意思，让他把你看紧了，你就没有机会出来作乱。宋嫂子，咱们走。你听我说，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，什么顶替，那都是我爸让我干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大强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才没他说的那么不堪。走回家再说。接上集，姜同志，我瞧着刚才那女的，在咱们离开前，用眼睛狠狠瞪你，不会要对你施展报复吧？宋嫂子，不是我狂，而是胡清华能有逃出来的本事再说，大不了再次碰到，我们比比拳头呗。你这自信的样子，也是随了你家老周了。咱们再去逛逛，顺便买点家用的东西。好。姜温婉没想到宋嫂子的嘴是开过光的，原以为自己与胡清华再次相见，怎么也得2-3年后，谁知距离上次见面仅过去了半个月。这天他独自上街办事，忽然被骑车的2人撞了一下，对方却先发制人。哎，我说你这人会不会走路？横冲直撞的，都不知道看着点的吗？我去，刀打一耙呀！我倒要领教一下他的胡搅蛮缠。嘴是用来说话的，不是用来喷粪的。是你从斜刺里冲出来，差点撞到走直行道的我。我没跟你理论，你竟先狗叫起来了。你这军嫂怎么还骂人呢？肯定是哪个乡下来的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你有素质，你有素质，你斜刺里冲出来，差点撞了人，还恶人先告状，咋的？想打架吗？坐在自行车后座私奔的胡清华不想惹是生非，赶紧拽了拽张奋斗的衣角，小声提醒：奋斗哥，别吵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，省得被人发现了。好男不跟女斗，今天本大爷有事，就先放过你，但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啧，我好怕怕呀，还大爷，我看你是怂蛋才是，有本事下车跟我比划。哎呦，这不是胡清华吗？谁是胡清华？你认错人了。奋斗哥，赶紧走吧，别耽搁时间。好，现在就走。胡清华，你就是华成辉，我也认识，这么着急逃走，看来是跟人要私奔啊！不愧是我继妹，一如既往的刷新我对你的认知。胡清华深知糊弄不过去，干脆也不躲，也不用手挡脸，
甩一下胳膊就看向姜文婉，眼里简直要冒火。姜文婉，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，走哪都能遇到你？我让他带我去县里买东西不行吗？什么私奔，你别说的那么难听。阴魂不散这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我可不敢抢。说来也奇怪，我只是赶个路，咱们都能碰见。说说吧，你这是要去哪？姜文婉，你审犯人呢？我想去哪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胡清华可不想因为姜文婉再次回到那个吃人的地方去。骂完后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展开给姜文婉看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批的条子，证明我可以去县里医院照顾我家男人。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还真是大队长批的条子，能把私奔弄得如此清新脱俗的，还得是你胡清华。赶紧走吧，省得脏了我的眼。你个娘们，嘴巴放干净点，管的事还不少。我们上哪还得用你批准吗？胡清华太害怕姜文婉忽然跳起来，给他们两帮帮两拳，赶紧催促张奋斗。奋斗哥，别说了，快走！要不是看在清华的面上，老子早就想揍你了。张奋斗也是典型的嘴上厉害，要真跟姜文婉面对面打一架，恐怕不出2下就趴地上哭爹叫娘了。两人骑车走了许久，张奋斗越想越气，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一定要给这娘们一点颜色看看。奋斗哥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姜文婉我能不了解吗？他就是个夜叉，厉害着呢，小心你把自己给搭进去。我会怕他？真是笑话。清华，你别怕，我有办法让他老实。我在姜温婉这边吃了不少亏，如今有人帮忙报仇也是好事，但我总觉得不踏实，不如先安顿好自己再说。奋斗哥，这是从长计议，咱们先离开这个破地方再说。我可是受够了天天挨打没饭吃的日子了。清华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把你先安顿好了，再去收拾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娘们。你可千万记得送我走，别的事我不想掺和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姜文婉没想到仅仅是次简单的碰撞，竟给自己招来了绑架之祸。他刚从国营饭店出来，就有一双阴沉诡谲的眼睛盯着自己，而那双眼睛的主人扭头询问张奋斗：“你让我盯的就是这个女人？”“就是她，这娘们仗着自己婆家位高权重，不把普通人放眼里。今早上我差点和她打了一架。虎哥，你之前不是说有人坏了你一桩大买卖？你的意思是那人就是她？前段日子黄金运送这边忽然被一群便衣抓获，光缴获黄金就有差不多1吨，这事还上了报纸。被嘉奖的是周云婷，那人就是她男人。”原来是这样，害老子损失了一批黄金不说，还搭进去了好些兄弟。刚想着找人算账，这不人就送上门来了，那就想办法把他抓了。虎哥，这抓起来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别为了你那点小恩怨坏了大事，把他当通关筹码才是正题。我看他现在要去邮政局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找机会请他坐下聊聊。那就听虎哥的，只要抓住了他，如何收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让你欺负清华。姜文婉从邮政局扛着一个大包裹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封信，这是他爷奶寄来的。信里除了简单的问候外，还装着500块钱。姜文婉心里暖暖的，忽然感觉身后似乎有人，回头看去，没有人，这很不对劲。我分明感受到了2束不怀好意的目光。既然要跟我玩跟踪，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咋又去国营饭店了？妈的，女人就是女人，狗屁倒灶的是一大堆，一会儿去邮局，一会儿去吃饭，烦死个人了。这娘们就算不是个好人，你也得忍忍。奋斗让咱们跟着他，盯着他出县里，到时候只要他出县里，我出县里就怎么了？难道他在外面布置了人，想要把我抓起来？那俩人听到身后响起的这道女声，一阵头皮发麻，慢慢扭头对视一眼，然后砰的一声站起来，就想跑，却被姜温婉抓住，把2个脑袋往起一撞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想跑也不看我答不答应。接上集，同志，你们可要好好审审这2个渣子，他们竟然追踪我这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女同志。你单手拎2个大男人的女同志，还柔弱不能自理，骗谁呢？这位同志放心，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但前提是把他们给弄醒。这个好办，瞧我的！啊，谁呀？敢用冷水浇我们？睁大眼睛瞧瞧，是你姑奶奶我！姜文婉看着抱在一起哆嗦的2人，心里呐喊道：妈耶，这女人怎么这么厉害？张奋斗可没跟我们说呀，好怕呀！嗨嗨，同志，我平常很温柔，今天忽然暴躁了，都是他们逼的。啊，对，你坐一边，他们2个交给我们就好。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不辛苦。姜文婉坐在一边时，不忘用拳头威胁2人。看见墙上的大字了吗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最好老实交代，为啥要监督我？顺便再回答带我出县城要做什么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可别冤枉我们。同志，他们到现在还在死鸭子嘴硬，可见平时没少干这事。希望你们好好审审，
同志，你的诉求我们记住了，麻烦你坐旁边等等。好。姜文婉乖巧坐下后，脑子快速运转，自己没招惹人，为什么被面临被抓？忽然，他眼前一亮。同志，我能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吗？同志，你要用我们的电话？对，我要给周师长打电话，我是他的儿媳妇儿，我可能发现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现在要立刻给那边打电话请求支援。这位同志，我们这里有5、6个人，就算你发现了什么情况，我们也能应对过来。我同事说的对，你要不将事情说清楚，我们就很难帮你打电话。姜文婉不知道他们身上有没有枪，应该是有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怀疑城外埋伏我的人，正是我们团找的在桃洼金人，那帮人身上藏着武器，要没充足的人贸然抓捕，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。这样啊，先打电话，我去找局长，申请增派人手，一定要将这些人抓捕归案。好。姜文婉反映的这个消息，最终惊动了吴局长，由他陪同给周师长打了电话。你没有轻举妄动，这一点就做得很好。我会让人给团里打电话，你这边也要适当在县门口晃晃，以身当饵料，钓着他们这条大鱼。是，坚决服从领导安排。姜文婉说完，把电话交给吴局长。吴局长和周副那边说了几句，挂断后道：现在敌人情况不明，我们决定先审一下那2个，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对方的人数和装备。都听您的。不管吴局长是一起审还是分开审，两人就是一口咬定城外只有2人。就2人？真的，我什么都招，外面就2人，就抓你一个女的，还要几个人？那2个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中年人，冗长脸小眼儿，扫把没蒜头鼻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我要是见过，我肯定如实招。我们一起的就2人，而且还都是年轻小伙。那你们为什么抓我？妈呀，这可把我给问住了，我咋编呀？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奋斗让我们看着你，要是你出了县里，就和他里应外合把你抓起来。哦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麦，不是，是。好啊，你们还涉嫌转授人，狗胆是相铁了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们就是挖点金子。很好，还私挖金矿，这可够判个10几年的，搞不好要吃花生米。不，我们没有私挖金矿，我们是挖墓。盗墓啊，那更严重了，那可是盗取国家文物。不，我没那个胆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是在挖煤，到现在挖了不到几百斤，还希望同志看在我主动交代的份上，从宽处理。姜文婉和同做笔录的公安同志对视一眼，两人摇了摇头。要真想从宽处理，就老老实实坦白，就算你不说，你另外一个同伴也被单独审讯了，他也会说的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再问也就那样，不如我来回答，只是我们抓你的奋斗是谁，行不行？到现在还在糊弄人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那你说说吧，那个你口中的奋斗到底是谁？多大？在哪个大队？是29大队的，叫张奋斗，今年21，单身，个子高高的，还有点小帅，单眼皮。姜文婉和旁边做笔录的公安对视一眼，脑海里想到一个人，他不太确定，只能继续求证。那你给我描述一下他今天穿的衣服吧。就粉色裤子、粉色外套、花衬衫。哦，对了，他是骑自行车来的，我把知道的都交代了。我现在能走了吗？放你走，闭上眼睛，梦里什么都有。这里有纸和笔，把你们发过金矿的地方全部标记出来。啊，这我哪里能记住？姜文婉给了他一个白眼。你记不住，那很有可能你的同伴会记住。反正谁画的最多，谁就会将功补过，减轻责罚。你自己想想吧。姜文婉说完，留下这人一个人在审讯室里拿着纸笔愣了半天，最后才咬牙开话。另外一边审讯出的结果和这边的大同小异。现在咱们要怎么办？等军区那边来人，还是咱们先出去调查一下那个叫张奋斗的人？暂且等等上面的，看看人手啥时候来。姜文婉看了看天色，此时天色已经不早，我得出去到大街上转悠转悠，万一那个张奋斗的人发现我不见了，肯定会起疑心，到时跑了就麻烦了。这样吧，我和你一起，顺便还能保护你。不行，他们之所以要引我出城，就是为了不惊动你们。再说，你们在这一块是熟面孔，跟我出现会打草惊蛇的。不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刚来这里不久，是生面孔。都别争了，我一个人去就行，只要对方没开坦克，不带几10个兄弟，我还是能应付的。要是条件允许，我还得出城一趟。你以身诱饵太危险，还是多派几个人暗中跟着你。无局，我主动上钩，才能弄清楚他们想要干什么。而且我当知青的时候，在50米外取过猎物首级。那行，你要小心点。姜文婉出去后就在县里闲逛，去买了些香料，然后慢悠悠出了城。要是能摸清楚对方的底，说不定直接反杀。
嘿嘿，白痴黑，我喜欢。这位同志，我怎么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你呢？说明咱们有缘，不如我送送。接上集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都是同志，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。兄弟们愣着干啥？还不帮帮这位女同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军嫂，你们动我一下试试。哟，军嫂了不起啊，那还真抱歉了。今天咱们还真要请你走一趟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这帮人胆子真大，竟然要带我去他们的据点。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笑着接受呗。过来，坐我的自行车后座。你不就是想抓我吗？我跟你们走就是，想让我跟你同骑自行车，你这是在羞辱我。小心我跟你们拼了！跟我们拼？你拿什么跟我们拼？赤手空拳吗？有本事你就开，让我跟你同骑一个自行车绝不可能。被他这倔强的态度激怒，张奋斗眼睛眯了眯，最后将目光转向他，手里的武器也指着他。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咋样？我告诉你，不想缺胳膊缺腿，给老子快点上来！果真是武器壮怂人胆，这个张奋斗有点意思，只希望增援部队早点来。我现在配合你，跟你走。你若是非要这样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姜温婉假装屈服，在张奋斗得意时，直接拽住他的武器朝上抬起。张奋斗吓得一个机灵，砰的一声扣动了扳机。把你给能的，都说跟你走了，还想逼我和你骑一个自行车？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我为啥给你脸？住手！你快住手！你们两个把枪放下，还是说你们早就想弄死他，自己上位了？你这女人别胡说八道，我们才没有。对，我们没有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呵，难得的老实人呀。那你们两个还不赶紧将武器放下，想让我打爆他的头吗？不放，我们才不傻呢！你赶紧放了我的人。哎，看来话说的太早了，怎么办？他们不听我的。张奋斗，要不你开口，要不你开瓢，选一个。张奋斗咬牙切齿，手在身侧死死地攥着，暗恨自己大意轻敌，竟然让他把自己的武器给抢到手。你们把武器放下。那两人对视一眼，只能慢慢将枪放下。就在他们放下武器的时候，公安同志们也赶过来。江同志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让他把奋斗给放了，不然我们对他动手了。要不要比比，看你们的武器快还是我的快？臭娘们，快放了奋斗！他们果然是想篡你的位，怕是早就对你不满，心里巴不得我灭了你，然后他们好趁机逃走。不如咱们合作，反端了他们的窝咋样？不怎么样，你当我是傻子呀？咦，你竟然不傻吗？姜温婉说完，就见远处一群骑兵朝着这里奔来。你看吧，你现在选择跟我合作，还能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也看到了赶来的骑兵，他们要是过来，你们插翅难飞。骑兵没事往这边来做什么？难道是抓老王的？看向一旁的姜温婉，又看看他带过来的两个兄弟，看一眼那几个公安。忽然，张奋斗眼睛一眯，猛地转头看姜温婉道：“我派去的两个人被抓了？就那两个小克拉米，还想和我玩跟踪？你当我是傻的吗？没机会了，赶紧劝你的两个同伴投降吧！你们两个把武器放下！”就在那队骑兵要接近这里的时候，几个公安跑到姜温婉面前，关心地询问：“姜同志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没事，有事的应该是他们才对。”那个年轻的同志上前靠了其中一人，另外一个同志要靠另外一个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人忽然动了，小心趴下！哼，正愁没人带路呢，这憨子竟然当免费领路人，不用白不用。不要，别射击！血出！他一开口就被姜温婉一个枪把打过去，直接把他的脸打偏。还想提醒他，可惜你的同伙已经跑远，他跑回去后肯定要顶替你的位置，然后为了以绝后患，派人暗杀你。劝你乖乖跟我们合作。我肯定会诚心诚意的和你们合作。这小子竟然还不老实，看来有必要送他吃个花生米了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我听到这边有枪声。我没事，这次应该是抓了条大鱼，刚才那人是故意放跑的。周云婷看着他一笑，两人眼神交流，瞬间明白各自的心思。我懂，如果小黑在这里就好了。此番事态有些严重，所以这人我们就先带走。行，对了，你们好好查查张奋斗和胡清华的关系，指不定有更劲爆的内幕等着你们去挖。我和他可没什么关系，你别胡乱给我扣帽子。姜温婉听他这样说，就是不想承认。你不承认没关系，看你们谁能挺。我让人先送你回去，我把他们送到师部去。我自己回去可以，就不用人护送了。要是路上遇到别的偷袭者，我好躲进空间，再搞个反偷袭。哈哈，一整个期待住了。看着姜温婉不动声色地眨巴下眼，周云婷瞬间明白他的意思。那些你一个人小心些。姜温婉临时征用了张奋斗的自行车，晃悠悠往团里去。忽然砰一声，姜温婉俯身汽车闪进空间。这人不就是周云婷说的那个在逃的中年男人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老王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自行车倒下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小心些，他很有可能藏在暗处。怪了，难道他藏在自行车底下了？不应该呀，这么小的东西上哪藏人去？旁边青年一说，叫老王的中年人和他对视一眼。老王拿着武器对向自行车，另一个则蹲下来翻自行车。56室半自动交给领导研究去了，如今只能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了。别动！好个身手厉害的军嫂，倒是小看你了。可你再厉害，终究也是女人，女人就应该回家抱孩子。姜文婉朝着老王就扣动扳机。好啊，看来我刚才不应该留手。你这个军嫂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怕不是军嫂，而是军人。废话少说，先送你们2个花生米吃。姜文婉懒得解释，直接送了老王身边那个青年男子2个花生米。你想干什么？接上集。你在干什么？眼睛是用来出气的吗？当然是防患于未然。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搞偷袭？先废了你们的胳膊再说。真是最毒妇人心，你还是不是女人了？眼睛没用就捐了去。姜文婉一边说，一边拿出绳子将人给捆了起来。老实点，不然的话可有你们苦头吃。你们是为了张奋斗偷袭我，还是抓我另有其他用途？没想到我终日打雁，竟然还有被雁啄了眼的一天。正常，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。现在你们3个跟我走。老王和另外2人对视一眼。你想送我们去哪儿？别让我后悔没有打断你们的腿，赶紧的。这位女同志，你身手这么厉害，不如跟着我干。只要你答应跟着我，金山银山都给你，让你实现买的自由。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会被你那仨瓜两枣给骗了吗？不如你老实交代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团伙？看你们这装备，钱不少吧？你说对了，我们很有钱，只要你加入我们，一座金矿不行，那我们就再加一座，这样总有诚意了吧？那你倒不如说说，你们是怎么知道哪里有金矿的？背后的大叔又是谁？老王听他没有半点要动心的意思，眼看也磨叽不下去，只能任由姜文婉用武器抵着他们。不交代，有机会让你们开口，给我跑起来！你把我们绑成这样，我们怎么跑？不跑，那我就骑车拖着你们。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皮厚还是地面硬。你是魔鬼？魔鬼算啥？叫祖宗都没用。你们难道没有别的手下吗？不会就剩下你们仨了，连个劫囚的都没有，真是可怜。老王和一旁的人对视一眼，知道这个时候想要趁机逃走太难，因此不管姜文婉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都不说话，只能慢悠悠走着。哟，还挺聪明的嘛，知道不说话保存体力啊。但我就不如你们的意，跑起来！现在还没定我们的罪，你这是在对我们滥用私刑。这位同志，你要不要听一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不打都自招了，还有脸说自己没罪？给你脸了，好快点！在姜文婉的驱赶下，带着2、3人一路走到师部。站岗的哨兵见到他这架势，立刻上前行礼。姜同志好，你这是？别提了，倒霉催的，我在路上被这3个混账玩意儿袭击，估计是为了救张奋斗。对了，这是他们的武器。姜同志辛苦了，我这就进去禀报。站岗的哨兵进去没一会儿，周云婷和孙连长他们就跑出来了。嫂子真有你的，竟然抓了3个人回来，妹子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好家伙，他们还有枪！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王金凤那件事，王副营长和张副营长调换了位置，现在张副营长和周云婷一起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周云婷努力克制着，没有当场把他给抱进怀里。当时肯定很危险，这边交给他们，我送你回家属院。对，这边交给我们，你放心，这3人我们这么多人看着，不至于出问题。大晚上的，你赶紧去带着嫂子安顿，快带弟妹去安顿。我们先把人带回去关进审讯室。这事是立刻跟团长汇报，还是等明天一早？等明天一早吧，先把人关好，加派人收守着，千万不要出任何问题。这可是我家媳妇儿好不容易抓回来的，可不能弄丢。2人走在去家属院的路上，周云婷伸手握住姜文婉的手紧了紧。很难想象你一个人面对拿武器的歹徒，是经历了怎样的凶险才能取胜。我知道你有自保能力，但我还是后怕的厉害。早知道我应该让人护送你回去。你知道我有保命的东西，就不用担心，他们是亡命之徒，你派人去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，所以没必要内疚。还好你没事，你知道我心里多怕你有事吗？被他拥入怀中，姜文婉整个人都温暖了，伸手安抚地拍拍他宽阔的后背。没事，你媳妇儿是钢铁女侠，怎么会有事？钢铁女王？对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了钢的铁，不就是钢铁？那我不也是钢铁直男？噗，你是钢铁直男，哈哈哈。对，我很直。媳妇儿，出去做任务那么久，我都想你了。别冲动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万一被人发现，可影响不好。再把我们当成那野鸳鸯，脸都要丢完了，还有大堆事等着呢。那好吧，这个福利只能下次讨回来了。下次我一并兑现。隔天，姜文婉被一通电话叫去了周师长办公室，周父感慨地上下打量他一番，连连点头称赞：好，真是虎父无犬女啊！
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多亏他们没想要你的命，以后可不许晚上赶路了，听到没？是。你这丫头这次真的立了大功，那个张奋斗和那老王都不是好人，尤其是老王身边的那个年轻人更是不得了。您能具体说说吗？他是在逃通缉的杀人犯，手上有不下5、6条性命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是一个多么凶残的危险人物。竟然这么厉害！那个老王身边跟着这么厉害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最近才来的，还是一直就在这边？一直就在这边。你想不到，他是2队的大队长，潜伏在这里很久了，难得咱们这次能把他给揪出来，你是首功啊！为人民除害，无需讲功劳。哪能让马儿跑得快，还不给马儿吃草的？这次他们那些人被我们抓了这么多，但是后续还会有动作的。我想着这几天让你先住在这里。姜文婉倒不是不愿意住在这里，而是事情太多，不敢住外面。师长，我的鹅还没有喂呢，还有小黑也受了伤，我不回去没人给他投喂，这家伙一顿得吃2斤生肉呢。小黑这伙食真不错，我听了都羡慕。他一般吃的肉都是他自己打的，这不受伤了我还得回去看一眼。另外老许媳妇怀孕了，胎象不稳，我也得去看看。你这真够忙的。那行，你要回去就回去，但得保证不能走夜路。是师长，我保证以后不走夜路。对了，张奋斗的同伙，我故意放走了一个，云亭应该让人跟踪了下去了吧？放心，已经让人跟上去了。他们这次的涉案金额实在庞大，等全部破获之后，上面应该会有奖励。另外，吴教授那边，老罗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只要他别把专家变成专家，啥都好说。跟周师长告别后，姜文婉特意挑了一匹健硕的枣红色马，直奔兽医站。谁知他竟发现了一件奇怪。接上集，竟然是你，你怎么有脸来？芳芳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好好跟人说话。冯政委，你虽是冯芳芳的父亲，但在教育他这块做得够多了，他变成烂泥，你无需自责。哼！可别叫我政委，如今我已经不是政委，你喊我一声冯同志就行。很抱歉，之前发生那些事，差点给你造成了一生无法弥补的伤害。看他态度诚恳，姜文婉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，知道这件事主要错也不在他也是被何春燕蒙在鼓里。冯同志不用跟我道歉，这件事中你也没有错，谁又能想到会遇到那样的人呢？呵，你这话说得轻松，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过得好了？哼。冯芳芳冷哼，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看着姜文婉，眼底甚至有藏不住的恨意。都怪姜文婉，要不是他抢走了我喜欢的人，毁了我的事业，我能从文工团团花变成人人嫌弃的村妇。收起你假惺惺的嘴脸，少在这里表现自己的大度，给我滚！芳芳，你太过分了，咱们家的事怎么能怨姜同志？你要不想陪我，就回家去。爸，我可是你的女儿，你咋能向着一个害得咱们差点家破人亡的恶女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谁做的孽，谁承担后果，这点事情我还能分得清楚。冯政委是难得大度的男人，他丝毫不计较之前的事情。呵斥完自己的女儿后，看向姜文婉，姜同志，你别在意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他一时间也有些接受不了，再加上这段时间跟我一起在农场吃了不少苦，说话有些冲。冯同志，我这人也是对事不对人，至于冯芳芳，我会盯着他，一旦他要张口咬我，我会动手拔了他的牙。你敢？想不想现在就试试？姜同志，你先逛，我这就带着芳芳离开。冯政委真怕姜文婉当场拔了自己姑娘的牙，拉着她匆匆离开了兽医站。等到了空地，冯芳芳哭着甩开了手。爸，面对毁了咱们家的敌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心平气和？我都说了，咱们家的事情跟姜文婉没关系，你为啥非要把所有的过错怪在人家身上？呵呵，爸，你真是个大圣爹呀！要不是他来，我妈会被拆穿，会扔下我们跑吗？都是他，要不是他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冯父一巴掌打在脸上。冯父打完闺女就心疼了，叹口气，试图跟他讲道理。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们要勇于面对问题，承受问题带来的后果。爸知道你丢了文工团的工作很难过，可那也跟人家姜同志没有关系。哼，就你是好人，我是不讲理的疯婆子，这种自欺欺人的废话，你都说了不下10几遍，你烦不烦？做人要不愧于心。也不知道你是在教导我，还是在催眠你自己。哎，不说了，咱们去供销社买东西去。就在父女俩抬脚走向供销社时，胡清华不知道从哪窜出来，一把抓住冯政委。冯同志，你帮我，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不要抓我好不好？我好不容易从狼窝逃出来，谁知还没等过上好日子，就被公安同志给抓了。看他还要找自己爸帮忙，冯芳芳心里的那口气就再也压制不住，上前甩了对方一巴掌。这个胡清华和姜文婉一样让人恶心，她怎么能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呢？
胡清华，你喊谁？我告诉你，我恨不得这辈子都不认识你！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冯叔叔，求你跟公安同志说一声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一直规规矩矩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啊！胡清华，你给我滚！我爸是不会帮你的，我爸凭什么帮你？远处正着急回去写报告的姜温婉，刚才看到胡清华被抓，又去看热闹了。胡清华的命运真比9曲18弯还曲折，不是私奔成功了吗？咋又被抓了？胡清华，你在乱叫什么？起来跟我们走。2位公安同志，这位胡同志犯了什么错？冯政委，别这么叫，我已经不是政委了，就是普通人。这胡同志怎么了？吕公安听他这么说，犹豫了下道：投机倒把去黑市被我们给抓了，另外还有别的情节可能很严重。冯同志你就别管了。冯叔叔，求你帮帮我，我没有去黑市，我就是路过，真的。胡清华，你给我滚！你有什么脸来让我爸帮你？他是我爸，你要找人帮忙，你找你爸去。胡清华都不知道胡建邦已经被处决，就是想找也找不到，只能继续求助冯政委。冯叔叔，看在我母亲和你做过夫妻的份上，求你救救我，替我说说好话吧，我真没去黑市。老吕，你看，爸，你要等替胡清华求情，别逼我跟你断绝关系。冯同志，你是要去买东西吧？赶紧去，省得一会关门了，我就先走了，带走。冯叔叔，救我！不管胡清华如何叫，最终还是被带走了。冯芳芳偷偷松了口气，但不忘开口叮嘱他：爸，我告诉你，不许帮他，我讨厌死他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。你要是帮他，你就不是我爸。知道了。吃瓜结束后，姜温婉牵着新得来的马回了家，谁知刚到门口，就听到有人在他身后喊：哎呦，姜妹子，你可让我好等呀，赶紧跟我走，军医务室来有好几个兵都中弹了，情况不容乐观呀。什么？中弹了？接上集。什么？中弹了？是啊，刚才我在医务室看着3、4个受伤的将士被抬回来，你说这又不打仗又不干啥的，咋还能受这么重的伤？姜温婉听他这么说，心里一咯噔，心里有个猜测，他们这次受伤可能碰上了私挖金矿的那伙人了。苏嫂子，不说这些了，咱们赶紧去医务室。好，还没到医务室，就见老许从里面出来，两人一照面打个招呼，姜温婉就跑进了医务室。姜同志，你来可太好了，快来帮忙！这3名将士都受了弹伤，这个伤在大腿处，那个伤在胳膊上，他们好办，但什么？就这位伤在肚子上，这我有些不敢下手。现在这情况，是尽快转移到县里的医院，还是怎么办？送到县里医院不太现实，这一路颠簸，恐有生命危险。那怎么办？他这肚子上这颗子弹肯定得取出来啊！取肚子里的子弹，这事交给我。安妮来，我知道你会制药，但这可是手术啊！手术我也可以的，我要看一下他那肚子里的情况，这里的光线不行，你帮我打几个手电筒。宋嫂子，去我家拿我的医药箱。好。宋嫂子速度很快，很快就拿来了医药箱。姜温婉全程用的是他医药箱里的药，不到半小时就拿出肚子里的子弹，而此时传来凌乱的脚步声。快看，还有2个中弹的。哎呀，老丈，你咋了？伤得严不严重？你快来让姜妹子给你看看，这咋流了这么多血？嫂子，你别急，张营长没事。老丈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我的肚子里说不定已经怀娃儿，你要是有事，我和娃儿怎么办？别哭，怪丢人的。你看他们也都受伤了，他们家属没有跟在跟前的，可受不了你这么哭。姜妹子，你别喊，孙连长比我还重，让他先看。姜温婉正在里面给那从肚子里取出子弹的士兵缝合伤口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头一紧。好了，暂时不要挪动他，我得去看看张副营长。奶奶个腿儿，这是谁这么的二肥？跟咱们动手不说，竟然还敢打伤咱们这么多人。这个我不知，苏军医后续看护就麻烦你了，我得去看看张副营长。快去吧。张副营长，你们怎么会这么多人受伤？周云婷呢？她有没有事？妹子你放心，周营长暂时没事，对方的火力有点猛，我们一时不察被人扫了一下。没事就好，快来让我给你看看伤。我们也没想到会打上一个遭遇战，这次把这些人彻底清剿了，咱们这里就能太平了。你们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嘛，应该的。你赶紧给老孙看看，他比我伤得重。行。姜温婉依旧很担心，但他继续忙着手头的事情。在处理了一众伤患后，周云婷总算赶来了。你回来了，你没受伤吧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，我没有受伤，后面就几乎没人受伤。我们是过来看一下受伤的将士能怎么样。我记得有个重伤的，需要送去县城医院。是有个伤重的，不过被我就好了。咱们赶紧回家，我给你看看伤。今晚是回不去了，得确定他们彻底安然无恙才行。这次行动我也得给上头汇报一下。那我陪你。姜温婉和周云婷留宿在医务室，
守了整整1夜，直到伤者生命体征彻底平稳，两人结伴去供销社买生活用品。谁知在门口就听到尖锐的声音：“你破坏军婚，你就是个坏分子！你们又没有结婚，只是处对象而已，我这根本不算是破坏军婚。”好你个不要脸的，人家2个在谈对象，你横插1杠子还有理了？我告诉你，再不放开我妹夫，我跟你没完！咦，这声音好熟悉啊，这个瓜我必须吃。媳妇，你等等我。江温婉像一只灵活的鱼钻进了人群，周云婷怕出事，急匆匆跟上去。谁知朱小慧见穿着军装的就逮住他，让他评理。这位同志，你帮我评理，这女人她竟然抢我堂妹的未婚夫！周云婷蹙眉，抬手甩开这位女同志抓着自己袖子的手，不想对面的冯芳芳直接冲上来，一个巴掌就甩在朱小慧脸上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谁让你抓周大哥的胳膊了？你还敢打人？打你怎么了？周大哥可是结了婚的人，谁让你拉他胳膊了？居然吃瓜吃到我男人头上，真够抓马的。我家男人还不需要你来保护。江温婉，你这么没用，就把周哥哥还给我，让我来护着他。你有病吧？是得有多恨嫁，竟然盯着有妇之夫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他的不要脸会刷新你的3观，他不仅盯着你男人，还惦记我堂妹的未婚夫呢。妈呀，冯芳芳你出息了，这才2天不见，你就自甘堕落到抢别人未婚夫的地步了。他胡说，周哥哥，你得要信我呀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有事说事，莫把老子扯进去，我才不想英年早离。求生欲挺强呀，这次就饶过你了。我是有家室的人，自然得洁身自好。见周云婷和江温婉不顾场合地点的秀恩爱，冯芳芳满肚子都是气，忽然看到朱小慧，登时挽起袖子打了起来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大呼小叫，我能被周哥哥嫌弃？你个害人精，我打死你！你是害人精，你全家都是害人精。夏建州明明是我的妹夫，你却不要脸地挽着他的胳膊，喊他哥哥，给你在供销社买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朱小慧是朱小敏的表姐。这真够劲爆的。这是赚了几手啊？不对，这是被抢的几手。接上集。这真够劲爆的。这是赚了几手啊？不对，这是被抢的几手。看这样子，估计得有2、3手了。下周见一个大男人站在原地看着2个女人扭打在一起，关键还不是为了他。默默咬着槽牙，硬着头皮赶紧上前去劝：“你们2个赶紧住手，别打了！”你松开！我不松，你先松。宝宝心里苦呀，我明明是去14对给老乡家的马看病，谁知就被冯芳芳给盯上了，他竟把点马儿配种的药偷偷放我水杯里，直接把我给拿下了。夏建州被摆了一道，只好硬着头皮跟冯芳芳领了证。今天是来供销社买结婚用的东西。芳芳，赶紧撒手，小心耽搁买结婚用的东西。我不放，我要让这个女人知道我的厉害。夏建州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，明明跟我堂妹有婚约，现在竟然跟冯芳芳结婚，我要去告你！天啊，冯芳芳竟然结婚了，那她刚才还说那样的话。夏建州是吧？赶紧把你爱人拉开。我拉不开，能不能请周营长帮个忙，把他们2人拉开？这吵吵闹闹的，影响太不好了。不就是帮个忙，多简单呀！大家别只顾着看热闹，赶紧把这2位提供乐趣的女同志给拉开啊！你们也不好看免费的戏吧？这位军嫂说的对，都愣着干嘛？赶紧把他们拉开！这就来，说好了，我拉头发，腿和胳膊你们自己分，胳膊的位置留给我。先到先得呀，过期不候。江温婉这顿操作一出，撕扯在一起的2个人迅速撒手，还不忘理理各自被拽乱的衣服和头发。不用了，我们处理好了。夏兽医，瞧见了吧？根本用不着我，他们自觉的撒手了，不仅撒了手，还整理了仪容。道歉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说着看了看朱小慧，又看了看冯芳芳，最后对冯芳芳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哼，江温婉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护不好周哥哥，就让我来。你真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也不怕撑死你。赶紧给我滚！走就走，用得着你催我？建州，咱们走吧，我们还有很多结婚的东西没买，现在就去买。好。冯芳芳故意走到朱小慧身旁，用肩膀撞了下朱小慧。哼，好狗不挡道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俩怎么在一起了？我记得朱小敏跟我说过，她的未婚夫是夏建州，怎么到最后新娘竟另有其人？仿佛是听到了他的话，没好气地啐了一口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用给马配种的药弄晕了夏建州，随后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这也太猛了！这哪是猛，分明是不要脸，也不怕江到雷劈死他。江温婉同志，我听我堂妹提过你，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吧，你堂妹值得更好的。哀希望如此吧。既然没事了，我们也该走了，有机会再见。有机会再见。
姜文婉因抓获淘金人有功，师礼一致决定要给他2等功。周师长在进行一番讲话后，宣布了这个好消息。在这里，我要给江同志颁一个2等功的勋章，这个2等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，也是他应得的。现在，我给江同志颁发2等功荣誉证书。活了2辈子，第一次经历这么大阵仗的颁奖，竟然有点忐忑。站在台上，姜文婉心情很激动。当他在人群里看到周云平时，忍不住讲了2句：感谢上级对我的肯定，虽然我不是兵，也不是警，但我的男人是兵，我作为军嫂，更应该对得起我，以后做更多为人民服务的事。好，江同志果然不愧是军嫂，为军嫂们争光了。下面就由江同志单独为大家演唱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冯芳芳因家庭原因早已被开除文工团，但因她丈夫是夏建州，同时得益于老父亲之前的关系，她被选为了这次大会的主持人。冯芳芳不仅本领通天，而且报复心很强呀，这是要让我当众出丑呀！来啊，谁怕谁！感谢团里提供的大舞台，那我就献丑了。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带来个人独唱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金山两岸走。姜文婉虽是被赶鸭子上架，但之前他私下练过，且又得益于原主得天独厚的嗓音，一曲唱完，不仅赢得人民般的掌声，还把冯芳芳气了个够呛。不是说他五音不全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这哪是让对方吃瘪，分明是给他创造了成名的机会。江同志真是多才多艺呀，看来平常没少练习呢。给他脸了，想让我在台上出丑？上一个让我出丑的人怎么着了来着？算了，不想了。他们这个时候用的还是话筒，很老实的那种麦克风话筒。走到冯芳芳身前，把手里的麦克风交给朱小慧，同时给她一个拥抱。谢谢冯同志的好意，但恕我不能从命。咱们都是同志，你不该推辞的，应该再给大家唱一首，毕竟你是英雄。这个机会留给你慢慢享受吧。再见。要不是我被当众表扬，高低德用刀片划开他的衣服，既然这个不能做，那我撒点羊癫疯的药还是可以的。姜文婉悄无声息做好这一切，直接下了台，等待冯芳芳个人独唱。谁料冯芳芳没唱一半，人就倒在地上抽搐起来。哎，这是咋回事？都让开，我有行医资格证，这病我能看。要不要先抬到下面去？不行，他这个情况不能挪动。谁有木棍之类的东西？算了，来不及了，用我的鞋子吧。众人盯着冯芳芳嘴里的鞋子，面色怪异，而苏军一实在没忍住开口：我带了武器，不如用武器替换鞋子宰。苏军一，你真是及时雨啊！我这次特地穿的新鞋子，弄上口水怪脏的，快把你的武器拿出来，放他嘴里咬着。呵，嗨，江嫂子说的对，老苏，你磨蹭啥？赶紧掏武器呀！苏军一一脸无语的看他一眼，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要去掏武器的手一顿，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赶紧说：我看江嫂子的鞋就挺好用的。江嫂子，你还会穴位按摩啊？挺厉害的哈。这是基本技能，不值得炫耀。现在我来给他按身上的穴位，应该很快就能让他的症状缓解。江嫂子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你帮我按他的气海穴。不过冯芳芳结婚了，要征得她男人的同意才行。哈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钱军一要被他这个搭档给笑死在台上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考虑丢人的事，还是考虑会不会被笑死的概率。老苏，你脑子是被狗叼走了吧？现在找他男人能来得及吗？咱俩先按住他手脚，别乱动就行了。少幸灾乐祸，赶紧动手帮忙。在3人的配合下，晕过去的冯芳芳总算睁开了眼睛。姜文婉在收尾时掐了冯芳芳的胳肢窝，疼得对方当即坐起来，伸手推了他一把。哎呦，冯芳芳，你咋能推我呢？要是碰到我的肚子，弄丢肚里的孩子，你能赔得起吗？媳妇，你没事吧？肚子疼不疼？我运气好，只是摔到了腿，没有碰到肚子。你赶紧扶我起来，去坐凳子上缓缓。媳妇，我抱你起来。还有冯芳芳，你要是有病，就在家里别到处乱跑，省得给大家添麻烦。周云平骂完后，一把抱起姜文婉就往位置上去。而此时站在冯芳芳身边的苏军一也忍不住开口：冯同志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江嫂子好心救你，你怎么还推人呢？是他掐我，我才推他的。即便你是病号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一会去跟江嫂子道个歉，顺便想想如何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吧。我都说了，是姜文婉掐我的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站在一旁看了好久的朱小慧跑了过来，伸手揪着对方的衣领，将冯芳芳给拽起来。编瞎话都不会，要真是江同志掐了你，那你脱了衣服，把证据亮出来，
我们在替你讨回公道呀！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的？你这分明是在为难我。切，不敢脱，那就证明你在说谎。一个谎话连篇的人，谁会帮你？赶紧下去找个角落躲着，别耽搁其他同志表演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冯同志，你这病发展的太快了，看看你都说胡话了，我建议你赶紧去大医院看看。对呀，咱们这里条件有限，我们难以检查到你发病的原因。你这么漂亮，可不能被羊癫疯给害了。你们这帮沆瀣一气的人，我不跟你们说了。冯芳芳最后被气跑了，谁知朱小慧继续补刀，让你抢别人的男人，遭报应了吧？活该！周也沾了大哥周云婷的光，大清早的吃上了香味十足的鸭脖，但不幸的是，刚和小伙伴宝根吃得开心，不小心跟打算去医务室的冯芳芳撞在了一起。哎呦，我的绝味鸭脖掉地上了咋办？我妈说掉地上1秒钟，捡起来它就是干净的。你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呀？走路不看路吗？真是白瞎了我这一身衣服了。你说吧，咋处理？弄脏了你的衣服，我帮你洗干净，但你碰掉了我嫂子为我做的绝味鸭脖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嘿，你这熊孩子，你家长平常是这样教你对待长辈的？这位阿姨，大家都有错，各自退让一步不好吗？为啥要揪着不放？我看你是故意要得钱的吧？你个熊孩子，胡说什么？你们撞坏的不止我的新衣服，还有整盒子的巧克力，这2样东西加起来的100多呢。我要求赔偿有错吗？真这么贵？谁拿钱骗人？赶紧把你家家长叫来。周爷，既然是咱们一起撞的，这钱我们平摊，还算有点担当。钱拿来吧。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能不能让我们回家去找大人，然后赔你钱？不行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跑？那把我留在这，让周爷回去找大人要钱，行不行？就在冯芳芳要开口说话时，姜温婉这时走了过来，老远都能听到她吸血的声音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冯芳芳呀！今天上门来是感谢我的救命之恩的吗？姜温婉，怎么哪都有你？昨天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竟有脸跳出来！哼，老娘这会有事，咱们的账等会再算。姜婶婶，你总算来了，快跟这个阿姨说说，100块钱我们拿不出来，得找家长来。宝根，什么100块钱？我可没有要讹他们的意思，我身上穿的新衣服一件就得50-60，盒子里的巧克力是托人从国外买的，价值40-50，他们撞坏了，赔钱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事要是真的，这钱自然要赔。要是冯芳芳故意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周爷，冯芳芳说的是真的吗？周爷也是家中的掌中宠，但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姜温婉，一时间无言。宝根赶紧抢着回答：姜婶婶，撞人的还有我，这钱我和周爷一起承担。嫂子，我错了。宝根站出来，挺着小腰板，还挺讲义气的，倒是没像大多数孩子那样，出了事第一时间想的是逃避责任。姜温婉很欣慰，你能踊跃站出来，和小野一起承担，勇气可嘉。既然你们撞了人，弄脏衣服和巧克力，赔偿是应该的。姜温婉，这个孩子叫你什么？怎么100块不满足，还要加一条？孩子不准叫我嫂子的霸王条款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别跟我扯别的，咱们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。现在有2个选择摆你面前：1，我帮你洗干净衣服；2，我赔你钱。冯芳芳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姜温婉提出的2个条件所吸引，她深深地看了眼周野后，开口：赔钱吧，但给钱之前，我还有个要求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因小失大，冯芳芳又不要赔偿了。接上集，姜温婉，你也有被我拿捏的一天，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，衣服就赔我50。你真是穷疯了，一件破衣服是镶金了，还是粘钻了？要50？别告诉我你没钱花了，特意跑出来讹人的。你这人咋说话呢？你家孩子损坏我2样东西，我只说赔衣服，还没提巧克力。看你这态度，是2样都要赔了。嫂子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回去找我大哥借钱赔他衣服。你别走，我问你，你大哥是不是周云婷？都怪姜温婉，害得我没机会说要求。这孩子要真是周哥哥的弟弟，那我岂不是做错了？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哥已经娶媳妇了，你别想打他主意。原来是你小周弟弟呀，那这衣服不需要你赔了，真是对不起，姐姐没认出你来，让你受了委屈。这巧克力给你吃吧。哼，不需要你假好心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专门骗小红帽的大灰狼？嫂子，他不是好人，你揍他。姜温婉心里存了疑惑，却懒得当面问出来，直接拒绝冯芳芳虚假的心意。你这衣服50就50，我给你钱，但你得把衣服给我脱下来。
我的衣服凭什么给你？衣服自然是我花50块钱买的，难道你又想要钱，还想白的一件衣服呀？你这是想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呀？两人正拉扯着，而此时朱小慧也不知从哪跑了过来，简单询问情况后，嫌弃的看了冯芳芳一眼。咋哪都能碰到你，不就是一件衣服，弄脏了洗洗得了，你还趁机讹钱，钱到手了还不把衣服还回来，啧，你可真够贪的。这衣服可是建州给我托人从港市买的，我不应该要50吗？还有你算哪根葱？少掺和我们的事。江同志，你别惯他这臭毛病，给他一巴掌就老实了。咱们揍他，更会被讹上。花钱买个安全也是不错的。脱衣服，钱给你。江温婉，你能不能讲点理？衣服给你，我穿什么？你要是没衣服穿的话，我这里有衣服，也是新的，可以卖给你50块钱。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，就看你选不选了。江温婉，咱们各退一步，你找件衣服给我穿，然后你把我的衣服洗干净还我，总行了吧？我弄脏的衣服我来洗。小野很有担当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也来帮忙。你们今天算是走了大运，要换做平时，这事没这么简单了。话这么密，你是筛子投胎转世的吗？是了，就老实闭嘴，别扯有的没的，招人烦。江温婉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把怂说的这么清丽脱俗，佩服呀！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，烦人。反弹，拿你，气死你！如愿看到冯芳芳气歪了鼻子，朱小慧像只打了胜仗的大公鸡，冲江温婉挥手。江同志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下次有这么好的事，记得叫我呀。好嘞。冯芳芳在换了一身衣服后，直奔医务室，而此时苏君一正跟英子为挖虫草而做准备。苏君一，你随便给我一把锄头就行，我没那么多讲究。你是姑娘家，力气小，这把小锄头给你用，顺便你再跟我去食堂，我打份饭，咱们吃完再走。哎，瑶瑶，你俩差不多得了，我做单身狗够苦了，你们又当我们黏黏糊糊的，恶不恶心？老钱，闭上你的狗嘴，否则我把你仅剩的那2个牙都给你拔了。急了，你急了，看来是被我猜中了。哎瑶，你这个千年铁树竟然有开花的时候，难得呀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英子，你慢点跑，小心别摔了。钱君一见自己同伴满脸春意，捏着嗓子学他。英子，慢点跑，小心摔了。苏哥哥，我可会心疼的。哎呀，老苏，你打我干嘛？嘴欠，被打活该。好你个老苏，亏咱们同生共死数次，你竟然为了英子嫌弃我，我不活了。造作，恶心，闭嘴。两人打闹时，冯芳芳总算赶到了。苏君一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没病，更没的什么羊癫疯，希望你们替我澄清。冯同志，有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有病还不承认。我站在医生的角度，还是希望你能去医院看看。就是啊，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。再说你这病按时吃药控制，就跟正常人一样，你怕啥？我都说了我没病，你们为啥非要说我有病呢？是不是你们和江温婉联手故意整我的？你是病人，我不跟你计较，赶紧回家养着去，别耽搁我们上山挖虫草。老苏，别管他了，咱们走。冯芳芳一听到对方要挖虫草，下一秒态度立马就变了。你们要去挖虫草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？我手头有点紧。你还要跟我们去挖虫草？那可不行，万一你半路要发病了，我都不会治，还得劳烦人家江同志。对呀，我们去挖草都要骑马的，你犯病了从马上跌下去怎么办？同志，你可别害我们呀。钱君一怕他纠缠不清，又说道。冯同志，你听说过绝缘体吗？他就是不带就不带，我自己找人去。哼，消气。啧，我说老苏呀，你这是桃花运真旺呀，前有英子，后有已婚冯芳芳。啧，再胡咧咧，我用羊肠线封你的嘴，赶紧收拾去找江嫂子集合。呵，小气。江温婉并没有跟大部队去集合，而是先去县里一家饭店，驾轻就熟的从后门走去。谁知刚到后门就被人捂住了嘴。